的，醒醒，还做不做生意了？快帮我看看今年的 KPI 完得成完不成？你呀，印堂发黑，眉尖嘴裂，脸上涂再多的粉都挡不住你这一脸衰样。笑话，姐姐可是如假包换的白富美。白富美还关心 KPI 干嘛？我看白是真白，可惜是一穷二白的白吧。乌鸦嘴扫把星，哼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切，装什么装？小爷我当年也是土豪，不就几个钱吗？小杨，快来给姐姐看看我最近桃花怎么样啊？不算，说真话了又不爱听，说假话了又不相信。哎呀，我听，我信，你说啥我都信。快来给姐姐看看手相啊！哇，豪车配美男，快帮我看看，我跟他有没有可能啊？你最近更年期失心疯吧？画风都不太一样啊。你小子屁眼了是不是？找我打，我让你胡说八道，让你胡说八道。这我要算的，给钱。你还要钱？那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我叫杨静华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。据说祖上是非常厉害的除妖师，声名显赫，更有皇帝所赐的金匾代代相传，光宗耀祖。但到我这一辈，只能沦为帮人算卦。唉，好不甘心呐！哟，杨大师，你回来了呀？今天休息，别找我算了。不是要算卦，是我这笔记本坏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为了补贴家用，只能搞电脑维修当副业，但有时候穷得连配件都买不起，只能去附近的垃圾处理厂碰碰运气。这个不对，这个用不了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那么晚了，谁在那里？为什么堂堂杨明思竟然会出现在这里？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，安心上路吧。哇！是谁？不好意思，太激动了，没忍住就喊了出来。这是在拍电影吗？哇，特效好逼真啊！你既然能看到他，有点能力，报上名来。我叫杨静华，你是那个宋仲基是吧？韩国演员不容易啊，讲中文讲这么溜。华多格斯！刚才的是什么妖术？那是恶灵之术，一般人被击中，理当魂飞魄散。所以你赶紧离开这里。杨静华是吧？这个名字我记下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端木溪，是杨明思，为了净化这个世间冤魂浊气而存在的除灵师。可恶，给他跑了。哦，原来是个茅山道士。随你怎么想，没事的话就快点离开这里，别妨碍我工作。切，装什么大牛叉？不就是个跳大神的？我祖上可是皇族御用的除妖大师，也算是出身名门，老子也是帅过的好吗？要不是爹妈死得早，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想想就这么奔三了，没老婆没车没房子，我年轻那会儿在干嘛呢？唉，在这拼爹拼钱拼人品的三拼时代，如果换个身份，我肯定不能混到现在这样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投胎的机会，我一定要过不一样的人生。这么漂亮一定是男孩子，皮肤那么光亮白皙，脸庞俊俏可人，我真的重生了耶！你以为是穿越剧呢？好好听着，杨静华，
你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你是灵体状态。啊，你不是那个假扮韩国演员的毛山豆是吗？嘿嘿嘿嘿嘿，少跟我开玩笑了！上一秒我还记得自己大步走在马路上，下一秒你就被土方车碾过，直接压平成2维化的了。虽然没留全尸，但大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。你要不要验验货？是哪里来的小婊子？开车不长眼，害死老子的！我要他们血债血偿！今天凌晨，又有一起土方车伤人事故发生，这已经是今年本市发生的第47起类似事故。多拉快跑赚了钱是老板的，出了事有保险公司赔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。放屁！就因为你这种偷鸡摸狗的人，扎毁了老子一生，有没有人性啊？还我命来！我诅咒你，我诅咒你全家！信不信我把你吊死在你家？人死后会面临不同的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刚死后的懵懂期，第二阶段是对自己死亡事实的反抗期。我竟然上电视了！我长这么大竟然还是第一次上电视。第三阶段的死后亢奋期，它来的有些早。没想到我还挺上镜的，电视里看自己的感觉真是棒棒的。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最后一次上电视了吧？啊，对了，赔我的钱呢？撞死人都得赔个几十万吧？你无亲无故，你的死亡赔偿金将来大概会作为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使用。什么？交通道路救助基金是什么鬼？死的是我，怎么去救助别人？那是我的钱啊！见了鬼了！老子懂事以后就没见过那么多钱，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再想一想，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好事，死了倒赚了这么一大笔钱，现在还是挺有意义的。嘿嘿，生前没做活雷锋，现在倒是当了一把死雷锋。最可怕的第4阶段，无限纠结错乱期。怎么样，闹够了吗？我还是有很多事不明白。人死了不是应该变得阴森恐怖吗？为什么我反而像加了美颜效果一样光彩照人呢？有时候人死后的灵魂会呈现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面，或许是他最在意的时刻。总之，这一定是你内心深处最重要的一段时间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初中时候的样子，那个最美好的年纪，最开心的一段日子。清华，静华，爸妈，已经成了灵体，还是有呢？你管我？话说，你为什么阴魂不散地跟着我？因为我要你成为我的影灵。影灵？一般人死后便与这个世间没有关系了，但是有些人例外，他们会在镜中或者水中留下影像，就是说，即便失去肉体，也可与阳间保持联系。这种人一般天生有着很强的灵念力，比如说你活着的时候就能看见那些东西。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处于阴阳两界之间？对，但即便如此，你死后在世上也只能停留7天。如果不想就此消失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做我的影灵，跟我签订契约，协助我工作。不要。说白了就是给你打工，老子活着的时候就给人家当孙子，死了还得听人使唤。想都别想！既然都这样了，我谁都不怕。救命啊！这么高摔下去死定了！别叫了，你已经死了。我会飞了，这算不算因祸得福？看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虽然跟杨静华相处不过一会儿，端木溪便有种世界观被刷新的感觉。他开始觉得自己跟某个人打的这个赌，是不是有点玩大了？你把头埋墙里已经10几分钟了，死后忧郁
也得有个限度吧？谁犹豫了？我在等一个机会，什么机会？重生的机会。我想到了死而复生的办法。连我都很难保证你有现世转生的机会，你又是怎么做到的？那还不简单，有句成语叫做物归原主。我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，我就要从哪里回去。再过一会儿啊，这个孕妇就该生了，嘿嘿，这是我投胎的好机会。喂，放手啊你！老子赶着去投胎的，你别耽误事儿。你给我认认真真听好了，你现在的状态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的，要么7日后消失，如果期限已到，还不愿离世的冤魂就会变成恶灵，到时候就别怪我。我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！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！哼，我那么纯良，怎么可能会变成恶灵？想威逼利诱我给你打工，门儿都没有！鬼啊！真心想自己是鬼还会被鬼吓。杨明思，之前的账我们还没算呢。哎呀，原来是个小萝莉呀，吓了叔叔一跳。哥哥给你买棒棒糖吃好不好？哎，不喜欢？那香蕉呢？要不要吃个榴莲？来，张嘴啊！我的太阳，好大的口气啊！直接把我干飞了。咦，仔细看那个小萝莉，不就是之前放跑的那个吗？好像比之前厉害了许多。那个韩国道士搞得定吗？杨明思，给我你的灵力。哼，以为躲在医院吸将死之人的浊气就能打赢我？不是怎么知道的？不反不灵。下水前不先照顾一下你的小伙伴吗？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死开！给我死开！他们是想强行把他恶灵化。可恶，没法专心使用全力。喂，杨明思，没看到我被缠上了吗？你倒是快发力呀！没想到堂堂杨明思居然会被一个魂灵所牵绊，好稀罕呢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还是下不了手吗？以你原本的实力，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但如果你还想得到他的话，最好乖乖的把你的灵力交出来。过了今晚，他就将被恶灵化，到时候你只有亲手除掉他了。想好了就来后山找我们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大哥大姐过年好，晚饭吃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请你们吃宵夜呀。都别想，他可是我们的座上宾，要想猎取杨明思的灵力，还需要他来做诱饵呢。你们说的那个杨明思，到底什么来头？他不就是个韩国版的茅山道士吗？茅山道士。听我，除妖降魔的门派有很多，而能被称为杨明思的，只有立足于所有门派顶点的端木世家。而刚才那个人，就是端木家的掌门，他体内所蕴藏的灵力无穷无尽，谁能得到他的力量，就可以举世无敌，甚至还有现实转生的可能。我操，那不是唐僧肉吗？老子也想尝一口啊！谢谢这位姑娘，既然大家都是魂灵，兄弟我定当为大家共谋福利。趁着他对我还没有戒心，让我把他引过来，你们做好伏击的准备，吃唐僧肉喽，老子可以复活喽！哈哈哈！走起！这小子就这样去了，等着瞧吧。
还好老子演技逼真，毫无破绽。你这小子，他们怎么会让你跑出来的？嘿嘿，因为人家是聪慧机智的小烟火。他们不可能放过你的，而且你身上的恶灵化妖术也不会就此停下。现在只有他能救你。戒指，这是锁灵戒，带着它就能和我签订契约，成为我的影灵。哼，绕了一圈，还是要让我帮你打勾，没门！好啊，那我就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你变成恶灵，然后日的你烟消云散。蠢货，端木家的掌门也不过如此，人还是容易被同情心所利用的。早就知道阳明寺能将灵力传导给影灵，并且一旦建立契约就无法终止，不然两者都会消亡。只要这锁灵戒带上，阳明寺掌门的力量就是我的了。竟然被你识破了！你这演的也实在太业余了。那个家伙的性格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同意和我签订契约，并且也不问清楚带上之后的所有条件？看样子费了半天劲儿，还是得用硬抢的了。就凭你们几个，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？为了能得到你的灵力，整片山林的恶灵可是都蠢蠢欲动啊！更何况我们还有个人质在手。你们把老子变成恶灵好了，被你们当个道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还等什么？一起上！他果然好强，他就一个人，2个阳明寺的能耐在的，今天也别想走出这片山林。接着，你这是要逼婚啊？带上的，成为我的影灵。我怎么能确定你没给我下套啊？连合同都没看到，万一是个终身约，那我不是亏大了？你说的没错，影灵的契约一旦成立，就会终身相随。但这是你能保持灵体不灭的唯一办法。什么时候聚集了那么强的恶灵之气？他们都是来为你送行的。端木，竟然被那弱不禁风的恶灵担心起自己的安危来。既然这么不离不弃，那就算了，我就把你连同这片山里的恶灵全部清光。不是来真的吧？慢着，让我试试。那名头还在硬。这就是阳明寺灵力真正的力量吗？不要过来，这都不是我的错，都是这些人该死！现在祈求已经完了，你既然选择了渡我，就无法回头。我没错，我没错，都是这社会的错，这世界的错，我不想死了！哇哦，我感觉现在精神百倍，这就是传说中涌动的灵力吗？嘿嘿嘿。你未完成的遗愿，由我代盘全收了。这世间的一切，我会给你一次机会吧！安心去吧。这就是阳明寺的净化工作吗？看着跟杀人现场似的。他早就死了，强留于世，扰乱阴阳平衡，自然留不得。但他还小啊，难道就不能给他悔过自新的可能了吗？你过来，我让你看清真相。
是什么？他生前杀过这么多人？他生前是个杀人惯犯，你之前看到的是他最终保持的纯洁样貌。我不想去探究他变成这样的原因，即使值得同情，也并不代表可以被原谅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刚才都是未来工作中要牢记的重点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刚才你是不是用激将法逼我同意了契约？喂，哦，知道了。喂，你回答我啊！别打电话装傻。好了，你和我的第一份工作来了。啊？是啥？接机。啊？接机？叫我陪你打游戏吗？不好意思，请你把帽子和眼镜摘下来。Oh, sorry。这样可以了吗？是韩国明星哎！你怎么知道是欧巴？刘海都挡住眼睛了，一看就是。切，拽个西吧，不就是个有几分颜值的小少爷吗？但说来也奇怪，那么晚还当滴滴专车司机到机场拉活，看样子家里也土豪不到哪里去吗？喂，韩国道士。我只知道你装逼如风，没想到你脚下还生风。你那么着急，到底是接人还是接生啊？一个我也应付不来的麻烦鬼。杨明思都会觉得棘手，那得有多狰狞啊！嗨，好久不见啊，德木。我了个崽崽，这明明是个超级大美人，好不好？正顶你个大鬼头嘞！抱歉，飞机晚点了，那么晚麻烦你来接机。真不好意思，你搞错了，我已经帮你订了下一班返航的机票，所以我是来送机的。如果这是个笑话，那也太冷了吧！这迷之尴尬的气氛，我要报警了。走吧，我车停外面了。就知道端木你是开玩笑的。喂，刚才明明你都吓哭了好吗？端木，你等等我。这美女她到底是谁啊？我的未婚妻。哎，这个笑话也好冷啊。这个韩国道士讲话一脸面瘫，还真猜不透到底是真是假。但看他大半夜开那么远的路来判断，这个女的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秦诗瑶。啊，原来你能看见我。在机场一见面就发现你跟着了。话说，难不成端木收了你做影灵？嗨，这不叫收，是他死皮赖脸哭爹喊娘要我帮他，我才答应的。我叫杨静华。幸会，你是端木的影灵，我是端木的未婚妻，那么我们俩以后就是好姐妹了，请多多关照。我去，还真是未婚妻啊！这样活泼可人的气质，曼妙的身姿，活脱脱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啊！可是这么好的女人，为毛偏偏就看上了这块臭石头，暴殄天物啊！小心！系好安全带。喂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都做鬼了，还绑个毛线的安全带啊！你就是不懂交规，所以死于车。你们俩感情真好。我才不要，感情好的应该是你们吧？端木，今晚我还是住那家酒店。嗯，酒店？都是未婚妻了，难道不住一起吗？哎，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奇怪？到了。谢谢了，端木。你不送我上去吗？喂，大木头，你老婆叫你送送她呢。啊，听到没有啊？喂！
对不起，是我要求过分了。端木希，你搞什么呢？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怎么对你正房那么不待见？静华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晚安喽。拜拜。韩国道士，你说你去送一送会死啊？喂，接到了。知道了，我会通知的。我有事先挂了。你上去跟他说明天来端木家宴，就说为他接风洗尘。哎，为什么要我去？你自己有手有脚，干嘛使的？叫你去就去。这还没怎么能就叫老子跑腿？我是答应给你工作，可没说过要打杂。哎，这家伙大半夜往小树林跑干嘛？哦，可能长途开太久，憋不住了吧？几零几来着？哼，人比人气死人，人比鬼多条腿。世间怎么就有那么多不公平？老子生前连个女朋友都没，这家伙摆着女神，竟然还不搭理人家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已经做古了，还个毛的门铃。但如果堂而皇之闯进去，万一看到些不该看的东西怎么办？哎，做鬼也是要讲究自觉性的嘛。女神，我是杨静华，我进来喽。女神，哎，人不在。啊，人在这儿呢。女神，端木希说明天要请你吃饭哦。什么鬼？女神经啊！杨静华已经惹怒了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三观受损严重，系统需要重启啊！杀了你！喂，你到底是谁？刚才那个温柔端庄的秦之瑶呢？既然被你看到我这般面目，我就要毁尸灭迹！要死！刚刚错过团战，竟然3路全包了！尼玛，这场是晋级赛呀！傻叉辅助不买眼，挂机死人家。哎，好像都是在说你哎。我靠！老子明明是个上单，你被你们强奸去当了辅助，连个副本都没买齐，晋级版来个屁呀！都去吃屎吧！可恶！晋级赛2场胜2场负，这场至关重要啊！咦，你也是上单 ？Me too 啊！啊，你什么段位啊？我电一最强王者。啊？你在吹牛逼鬼扯吧？对，就这样，塔下开业，旋转起来。哈哈！打了3年，终于晋级成白银了。谢谢你，静华，我会一步一步的走，但绝不会停步。最强王者，由我实现。哎呦，我很快乐。还真是死性不改。不好，竟然是调虎离山。请用茶。谢谢。我说你怎么在端木面前和现在差距那么大？废话，你觉得端木如果看到我现在这样，会喜欢我吗？但你不是他未婚妻吗？未来总得在一起生活，不是吗？哼，一纸契约有什么意义？更何况他根本没钱。你也看到他对我的态度了，反正我对他的态度是自我满足，我乐意。我靠，原来你一直是单恋啊，太虐心了吧！不要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啊！哼，要比惨，端木更惨吧？人生、婚姻，什么都是世家长辈定好的，根本没得选。我倒是挺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世家背景，不然如何能轮到我上位？那么倒贴，他到底哪里吸引你了？当然是颜值赞了。我看脸也太庸俗了吧！怎么不服？
杨建华，你听好了，颜值已经是人类的第一生产力。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，他设计了一款内嵌式手机软件 FaceTime， 顾名思义就是看脸时代。随后，男人出卖色相成为社会新风潮，这也打破了100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观念。所以我粉我家端木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，高举男神大旗，促进生命繁衍。我们的口号是为男神脱裤子，为这丫就是个脑残粉吧？我开始有点同情端木希了。所以说，颜值是未来拉动 GDP 的重要因素，是促进消费、振兴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。为颜值买单，就是为自己所爱而付出，因为帅，所以爱。姐姐，你这么低姿态，真的好吗？哼，自尊那种东西，在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给狗吃了，懂了吗，少年？对了，差点忘了，你估计还是个小处男吧？不会还没谈过恋爱吧？抱歉，那刚刚的话你是理解不能了？哟，说你2句怎么还尿裤子了？我没有。这是，不好，是恶灵，快跑！杨静华，开门！是端木，得救了！别开门，我还没补妆呢！你疯了吧你！杨静华，我听到你在里面了，快给我开门！放手啊！为了打扮，连命都不要了吗？让端木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房间里没有人。你是谁？干嘛一直跟着我？啊，那个没有了，可能只是碰巧而已。啊，对了，我叫……少爷，您怎么也不披件衣服呀？要是着凉了、生病了，我们做下人的可担待不起啊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他给我留下的，永远只有遥不可及的背影。从一开始，我们的命运就注定如此。他是受人拥护的主角，而我永远都只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观众。来，他就是被选中的光啊！他做些什么呀？西少爷，我叫秦诗瑶，西少爷以后就是您的未婚妻了。能做他的未婚妻，可真是福气呀！据说他拥有可以为阳明司续命的燃阳体质，所以才被端木家接纳。哦。为什么你留下的始终只有背影？端木希，端木希，喂，端木希，喂，秦诗瑶，你还傻愣着干嘛呢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啊！这是死灵结界，我们被困在死灵营造的空间里了。什么？那端木希呢？他刚不是就在门外吗？快来救人啊！端木希，端木希！应该就在附近。端木希，你这白毛猪！我下了氪金狗眼，被你丫霍霍成这样！什么破阳明司，什么签订契约，我的苗都被车压了脑袋了！喂，你不是也会些降妖伏魔的法术，就不能破了这结界吗？破！你当我毛利小五郎摊，说破就破的？我平时也就拿黄纸练练书法，黄纸懂法啦？你要法啦？一撒一大把有用法啦？原来就是个江湖骗子。端木希到底看上你哪一点？我才被他骗了！做什么影灵，连个像样的兵器也不给，就给个破戒指！笨蛋，快闪开！被这些死灵缠上的话就糟了！杀死他！杀
会生气的。你看他们的感情多好，那么多年，你有跟端木这样说过一句话吗？不要再说了，我是端木的未婚妻。但是在端木心里，杨静华更重要。杨静华，难道还看不出来？不是这样的，我那么多年一直在努力，学习如何成为配得上端木的女主人，才情和仪态，每一步都是为了他。他不可能忽视我的。你的这些努力，他有看过一眼吗？端木从来不受引领，为什么选择了杨静华？因为他比你更重要。走开啊！恶灵退散，神鬼击杀令。哎，好像这些恶灵都怕这个破戒指嘛，倒还是有点用处。喂，我说秦世瑶，你知道这戒指的使用方法吗？没准我们能靠它出去。他是我的，你为什么要从我身边夺走他？喂，你是不是被恶灵附？住手啊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把它还给我！对不起，杨静华，只要你为他的影灵一天，我就会继续成为他的影子，活在他身后的世界里。为什么明明我已经死了，还会有这种痛苦的窒息感，仿佛在水里无法呼吸，身体在往下沉，我是不是就要彻底消失了？这是哪里？是梦吗？秦诗瑶。这种黄毛丫头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杨明思啊？要不是秦家的关系，哪还轮得上这丫头？哼，我都替杨明思丢脸。原来你一直如此痛苦。还是慢了一步，他已经被死灵彻底控制了。端木熙，你这个禽兽！你对秦世瑶的伤害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救秦世瑶！你给我冷静下来！因为有锁灵剑和我的灵力护体，恶灵没有办法直接伤害到你，所以他们必须通过他人之手。刚才你差点就被带入恶灵的深渊。现在的秦世瑶已经被恶灵控制，并且他心中的恶念散发了出来。杨静华，我要你死！杀死影灵，吞噬力量。真是从遇到你开始就没好事。我说你不是堂堂杨明思吗？就没招可以试试吗？如果能做的话，我还要影灵干什么？杨明思是禁止对活人使用力量的。我靠！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路子都还没摸清呢。你有擅长的兵器吗？啊？我从小打网游就爱练剑。这兵器倒是的确适合你。剑圣、剑姬、剑豪、剑齿虎，无剑不还。快，把手给我。干嘛？要抱抱吗？只要右手。秦世瑶的样子怎么越发奇怪了？他已经开始被恶灵全部吞噬，最后的2只也快消失了，开始暴走了。赶紧，心里想着剑的模样啊！现在这情况，我根本就受不了啊！凭你的本能，锁灵界会根据它铸造出最适合你的武器。啊，这戒指。这是啊！真的凭空变出了一把长剑。你果然是那个人。呵呵，手握大宝剑，送你上西天。别大意，现在房间里混杂着他和恶灵的2种气息，一旦斩错，反而会加速他的堕落。哈哈，对小学就在街机房打飞机弹幕游戏的老玩家来说，
这种难度系数最多就是个奖励版。上面、下面，我去，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怎么砍？右边，还会动？不对这烂，后面那泥巴根才是。我说，老玩家你能认真点吗？你在旁边指手画脚个毛线啊！又看又 up，no baby。好快，竟然全部都完美锁定了。为什么我在发抖？在这家伙压倒性的力量面前，身为影灵的我，也感受到了恐惧和对欲望渴求的战力。可恶！不要小看我！你没事吧，秦世瑶？你为何会这么轻易被恶灵吞没？心存太多恶念的话，可是没有资格做端木家的人。因为我刚才偷看他洗澡来着，我都得到了穿墙这么炫酷的技能，怎能不看一把女神洗澡呢？所以恶灵利用的应该是他的愤怒吧。我也是第一次体验了把被女生穷追猛打的快感，这波不亏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人渣，你的羞耻心呢？哎呀，现在你才发现啊？那解雇我喽，别找我当影灵嘛。不跟你扯淡，走吧。秦世瑶，我明白你那份即使放弃尊严，也想努力守护爱恋的感受。那时我受到窒息般的痛苦，其实是源于你内心的感受吧。杨静华，再不走，是想留下来和你女神过夜吗？哦，来了。秦世瑶，你也跟着来吧，外面终究太危险。啊，你是要我去你家吗？明知故问，快去准备准备，我们在楼下。那我就勉力进来，登门打扰了哟。我去，这换装速度赶上奇迹暖暖了呀！话说，端木，我还有个疑问，以你的能力，为什么我们被恶灵结界关了那么久，你才找到我们？这次恶灵级别高，隐藏得好。隔壁房间被抢了吗？奇了怪了，谁吃饱了没事干，把整个门给卸了？脑子被门挤了？银哲大人，他带着影灵回来了。阳明寺的影灵，还真是迫不及待想见见呢。端木溪，你这路盲，2小时的车，活活给你开了1天，中午都看到布达拉宫了。喂，我说你现在这又是要把我们往哪儿带呀？搞半天房子都没买市区里的，住那么偏，装什么高富帅嘛？你再废话，我就把你打成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哼，你呀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典型。从刚才我们就已经到了端木家，因为这座山都属于他们。啊！我了个乖乖，这尼玛是世界文化遗产吧？少爷回来了，少爷回来了！哇，哎，西少爷身边带的是个人类的魂魄吧？难道说少掌门收了个影灵？听说了吗？西少爷回来了，还带了个男朋友回来耶！姐妹们，走去看八卦。哇！都是同行，这生活条件怎么差那么多呢？看看这种5星级酒店的既视感，坐车你设计成这样，你自己把持得住吗？欢迎回家，西少爷，路上一定受累了，我安排人准备了茶点，你先赶紧休息一下，夜宴已经准备着了。好，有劳了。娘个动菜，凭什么他能用个大活人当管家？
老子只能下载个 QQ 管家，差距啊！西少爷，我去，还有茫茫多后宫佳丽的呀！几天不见，感觉消失了许多呢。西少爷，您可回来了。但也更帅了。来，吃块肉松饼垫垫饥吧。先喝口绿茶吧。先垫饥吧。先喝茶吧。老子又渴又饿，就没人来关心一下吧？唉，凭什么端木溪你生来就是含着清汤勺的贾宝玉，我就要做灰头土脸的刘姥姥？嗯，话说，好像应该有个人比我更在意现在的情况吧？Hello， 战友，我们组个被遗忘者联盟怎么样？慢着，这画风不对啊！这落落大方的微笑是怎么回事？看到未婚夫身陷花丛，难道一点都不动气吗？哼，笑话，这点气量都没有，还怎么当端木溪的正宫娘娘？没想到你还挺 hold 得住的嘛！什么鬼？扎小人！跟我斗，老娘让你们生不如死！女人阴毒起来真是不要的。我说呢，怎么全府上下这么大动静？原来是西少爷摆驾回宫了呀！谁啊？我也只是想来跟西少爷问个好，生怕他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，吃了什么苦。我看你是多虑了。驴儿，你这什么样子？光着膀子跟少掌门说话，成何体统？抱歉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听说大少爷第一次收影灵，想赶紧来见识见识。你们都别装了，跑过来的不都是想来一看究竟的吗？虽然受到重视了，但气氛感觉越来越奇怪了呀！放肆！你怎么跟少主说的话？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西大少爷做过什么事儿你们都忘了吗？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可是格外让人操心的呀。稍有闪失，再酿成个悲剧，可就不好了。住口！司徒管家，你也别拦着了，让他说，痛痛快快地说。我倒是想听听，我们端木家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让你这么耿耿于怀，念念不忘。二小姐好。哦，二小姐，端木溪是少掌门。让我算算啊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，妈妈的妈妈是外婆，爸爸的弟弟是叔叔，妈妈的弟弟是舅舅，爸爸的哥哥是伯伯，妈妈的哥哥是……这样算来，这个女人和端木是兄妹俩，怪不得俩人的颜值都那么高，美型兄妹，基因的胜利啊！那么这样想来，左手用娇妻，右手抱辣妹，再配上后宫佳丽3000，端木溪，你就是男人的天敌，是与你不共戴天。她不是端木溪的亲妹妹，严格来说是表妹。她和端木溪的情感就如同他们的血缘一样，还隔着一层关系呢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怎么不说了？在你们家人多势众是吗？人在做天在看，欠的债总有一天要还的。我去洗澡了，等会儿还要吃大餐为少主接风洗尘呢。好了，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坏了大家的心情。我叫端木四云，他是端木家的长兄端木四明。和少掌门的影灵还是初次见面，能被西少爷看上，想必是一位奇人。有意见就直说，别绕弯子了。你乃一家之主，我怎么敢有意见呢？大少爷、二小姐，老夫人传饭了。那么各位，请吧。哇，你就是新来的影灵啊！来，快来跟我们合影吧！耶！我也要，你帮我俩拍一张，茄子。哎呀，我们少掌门终于找到合适的影灵了，感谢祖宗18代啊！是啊，来敬祖宗。是瑶啊，近来令尊可好啊？劳烦太奶奶挂心，家父很好，他也常常问及您的身体呢。我这儿好着呢，让他放100个心吧。只要搞定太奶奶，这个家我就是有地位的。哎，对了，小溪的影灵呢？可能还比较羞涩，所以……太奶奶，我把她带来了。端木溪，你个坑爹货！
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，竟然自己吃起饭来了。太奶奶，她脑子不太好使，您还见谅啊。哎，太奶奶好，我叫杨静华。尼玛，我的干干症都要犯了。太好了，等了这么多年。我操，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我们端木家少长们终于有影灵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只是太激动了。小希这孩子吧，爹妈死得早，所以呀，一直是孤苦伶仃一个人。班长，这剧情展开有些不对啊！以后我孙儿就拜托你了，我也好对他爸妈有个交代。好孩子，就把这儿当自己家。去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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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没搞错吧？你身后的那位才是你孙媳妇儿啊！没搞错，没搞错。哎，我看昨日不如撞日，我们赶紧啊，就把你和小希的大事儿给办了吧。班长，先给碗饭，让我捋一捋思路。兄长不是说终此一生不用引灵吗？如今怎么反悔了？这事轮不到你过问。别忘了你发的誓。放心，我死也死在端木家，但在那之前，阳明寺的位置，你就别想了。思雨，你用不着那么低声下气，明明你才是。现在还不行呢。可是，放心吧，四明哥哥，就算他再厉害，也是强弩之末，时日无多了。那个影灵倒是可以，好好查查到底什么来头。别告诉我这一整栋都是你一间卧室，太他妈别一惊了！惊一乍嘛，没见过世面也要懂得矜持啊！为什么人生的好事全被他一个人占光了？那当然，端木家少长们可不是一般人。看清楚，这净灵山是四方灵气汇聚之地，在这儿开设祭坛，能调和世间之气，平衡阴阳。而端木溪（括号我老公）就是立于这祭坛顶端的男人，离神最近的人。啊，真是帅呆了！不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就是看那场子大一点而已。你再对戏出言不逊，我就把你丢到后山去喂妖怪！别吓唬他了，跟在我身边就没事了。好啊，你要好好保护我。尼玛，这疯女人画风变来变去太快了，我快扛不住了。杨静华，到我房里来。啊，这是要我和你睡觉的节奏吗？原来是同屋不同床啊！别，我在想什么呢？但凭什么老子睡地板？喂，端木，你倒腾个地方给我睡呗。你是个死人，睡什么觉？哦，好像挺有道理的。但是你睡觉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干嘛好啊？很无聊的哎。难道坐一晚上看着你发呆啊？你不能这样的好法。要我的时候呼之则来，不要我的时候挥之即去。你也考虑考虑我的感受的呀。给我出去！方圆180尺内，想去哪儿随你。哼，阳明司的影灵。你大爷的！还给我搞个什么距离限定？才方圆180尺，根本离不开这栋房子，好吗？好无聊啊！但安静想来，也真不可思议。2天里竟然能发生这么多事，感觉还挺不真实的。突然就做了什么影灵，这阳明寺和端木家都还没搞明白呢。今后怎么办呢？真的就做一个影灵存在吗？这就是我还留在世间的意义吗？什么嘛！能做阳明司的影灵，还以为有多厉害，原来只是个弱鸡呀！靠，你谁啊？敢这么跟你爷爷说话？原来如此，距离限定。
端木溪对你花的心思还不少呢。哦，怪不得你的灵力弱到我凑那么近才能感觉到一丢丢而已。很危险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你是跑不出去的，因为你的主人可是把你当条狗一样圈养在身边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不重要了，因为我已经对你完全没有兴趣了。小花鱼，在，嬴哲大人。干掉他。喂喂，身为阳明寺的隐灵，虽然已经是个弱鸡了，但至少也要有点骨气吧。快过来，乖乖受死！你看老子长得萌就一定呆啊！送人头这种死全家的事，渣渣才做得出来。可恶，端木个坑爹货，开个技能把老子困里面送个毛线呢！哼，怂样，活该吃一辈子狗粮。本姑娘今天就教你做个有担当的男人。你别逼我，我是有原则的，一不打女人，二不打小孩。都做鬼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谈做人？对，端木说过，灵魂不能以外表判断。你虽然长得小，没准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吧？知我一计，放弃扶摇拳。小次郎，让你尝尝老姜的辣走你！端木是找了个谐星来给自己添乐子的吧？好阴毒的打法，做鬼已经绝后了，你这是要我当樵夫的兄弟段誉啊！还嘴硬，我离那么远都能感到你淡淡的忧伤。淡淡有伤没伤跟你没关系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何刁难于我？嬴哲大人已经说了对你没兴趣，所以你没必要知道他是万妖之王了。好了，花语，多说无益。这条被主人关在结界里的狗，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得不到，你就可怜可怜，给他个痛快吧。万妖之王，呵呵，太好了！我差点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可是除妖师呢，我就把祖祖辈辈所传绝学亮给你们看看。切，这种三脚猫的江湖咒术，也就骗骗中老年人的养老金。天雷勾地火，宝塔镇河妖。今天算我走运还是你们倒霉？老鼠遇到猫，小偷捡钱包撞个正着，我杨家就是你们祖传的克星。终于把你的真本事逼出来了，端木溪，快让我看看你挑选的影灵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！哼，独挑还没完吗？啊！救命啊！杀鬼啦！有妖怪闯进来啦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人呐！嬴哲大人，刚才那招是什么？应该是单纯的呼救吧。快喊你们家里最厉害的来杀妖啊！哎，今晚你见着西少爷的影灵了吗？嗨，我也没见着，太可惜了。喂，这儿，看这儿！哎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个白痴，想要在这偌大的端木家来去自如，不使用些妖术，怎么能骗过森严的防备和结界呢？明天找个借口去少爷房间附近看看吧。听说是个才华出众的美男子呢。看，那是什么？猴子？哎，后山里的野猴子跑进院子了吧？哎，走吧走吧，大惊小怪的。哦，猴你妹呀！是你家杨爷呀！喂，回来呀！回来！嬴哲大人，这货看样子真蠢，我们再用激将法，估计也没啥用了。我就不信端木溪会看中个傻子，你还是别掉以轻心了。嬴哲大人，是不是您太在意端木溪了？可能他也就随便收了个路边的野鬼，给他们家里交差吧。野鬼你叫谁呢？削你丫的！哎，什么时候？
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刚才那些胡闹都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警惕吧？可恶，竟然被你一个小鬼给算计了！老娘要动真格的了！灵气剑在手，把你日成狗！亮兵器，决斗吧！哗啦啦能量变身！这1秒变萌系美少女。我化身的年龄越大，我能运用的妖气也越多。之前是小学生的段位，现在我就要认认真真的修理你了。来吧，我就用这万击伞和你比划比划。少主，少主，是谁啊？哦，少主，您醒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有什么事找我吗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接到家佣的汇报，说家院里窜进几只后山的野猴子，怕半夜惊扰到您，所以特地来跟您打个招呼。野猴子，后山都是凶险妖魔的聚集地，什么时候住进了猴子？我明天也会派人去后山查实，请您放心。好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谢谢少主关心，晚安。原来还是个战五渣，舞剑毫无章法，扫地似的。凭什么阿西看上的会是他？好了，花雨，知道你等了那么多年，想当端木溪的影灵，被这家伙占了先机，肯定不好受。这家伙为什么有种强烈的压迫感？感觉高高在上，并且身上还混合着人类的灵气和残忍肆虐的妖气。小子，我呢是千年狐妖，不过有些资历的灵鬼们都知道，我曾经是阳明司的影灵。不过现在呢，我是这座山的王。少在那装逼了！竟然没有一点惧怕，还有点志气啊！我开始喜欢上你了。那么，要不要就这样把你吃了？虽然弱小，但你身上还有点阳明司传给你的灵力，凑合尝尝吧。住口！终于来了呀，端木溪。阿西，深更半夜的在人家屋顶上吵吵嚷嚷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打扰阳明司大人睡眠了，真是抱歉。但我们只是想来和新任的影灵问个好，顺便恭喜下端木少主，终于找到了替身灵。那个叫法我不喜欢，所以你现在要不自己消失，要我让你消失。阿西，你想对隐者大人动手的话，必须先过我这关。走开，给我滚回后山去。为什么身体不由自主的在发抖？嘿嘿，刚才是谁吆五喝六的要修理我的呀？来呀，别怂啊，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！杨建华，你也下去。什么？为毛？叫你下去就下去，听见没？哦。这两人不会真打起来吧？真打起来的话，他应该没问题吧？放这两只猴子进来，想必起了点作用。这次还要多亏你啊，思明哥哥。为了这个家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剩下的，就看他们能搅弄出什么是非来了。好久不见啊！没想到这次见面居然这么尴尬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来骚扰他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，我可不想来和你打架，惊动了端木家的人那就更麻烦了。再说了，晚上天气凉，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人类的身体可是很脆弱的东西，这点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吧，西少爷。隐者大人，喂喂，
干嘛那么认真嘛？你娶了影灵，怎么变得越发没趣了？我和他的事不许你再来插手。顺便告诉你的手下，都离他远一点。你这设定也真是有趣。影灵本应是保护阳明司的，现在倒好，怎么反过来变成你保护他了？带着这种拖油瓶，祭司大人会不会很困扰呢？至少也应该选我这样强大的吧。哼，我根本不需要影灵。至于杨静华的事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。快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端木溪，如果你回心转意，真想找个合适的影灵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哟。祭司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这座山和端木家的一切，包括你，可都是属于我的哟。这就是你们阳明司的命，无法逃避。还没回来吗？前任影灵，应该是个很厉害的角色。唉，可我呢？哦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打赢了没有？你这么关心有什么用？难道我输了的话，你也能帮我去打吗？今天这一晚上，三姑六姨八叔叔的，又冒出个千年狐妖，怎么感觉你人缘很差的样子啊？哼，那又怎样？不管他们如何看我，都只能依赖我生存罢了。没有我，这个家就完了。弱者依附强者得以生存，这便是世间的法则。端木溪，你别太看得起自己了。这世界缺了谁，还不是一样的赚？哼，什么意思嘛？这种态度。端木溪，没错，你是很强。但你也说过，灵鬼们都窥视着你的力量。要是我把你的力量全部夺走，你说会怎样？你别忘了，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呢。食盐8克，砂糖6勺，香醋1碗，麻油1斤，最后是大蒜粉半袋。OK， 完美！秦氏爱心早餐完成。秦小姐这一早上是忙着制毒还是做炸弹呢？怪不得少掌门对她那么冷淡，也是委屈少掌门了。唉，包办婚姻解救单身狗啊！端木溪，我现在就来拿走你的灵力，这样我就能满血复活，拿回赔款，买得股票一次涨停，投资房产一夜暴富，找得真爱一生幸福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在那之前，你得先赢了我才行。哼，别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。那你先试试从我手里挣脱出来。如果你能做到，那我把灵力全部交给你。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可我怎么一点力都使不出，而且感觉变得虚弱。想起来了，他手上的印记有除灵的效果。不算，你耍诈！可恶！就算再完美，你也一定还是有弱点的。就算告诉你，又能怎样？想必你也不敢吧？当惯了温室里的花朵，怎么会轻易将自己置身危险呢？我说的对不对，乖宝宝？这种小儿科的激将法，只能越发显得你幼稚。但是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我的确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。啊！你还记得我们缔结影灵契约的那一刻吗？因为灵魂绑定的缘故，
我们已经互通了彼此的信息，包括生辰八字。我们这行，五行天命若是被人利用，有太多方法可以让我生不如死。你就那么相信我？当然不是，正是因为信不过你，我才要告诉你。因为我们是灵魂绑定关系，一旦我死了，你也会跟着消失。端木溪，你阴险，你卑鄙！原来你一直在耍我。所以我怕你哪天说漏嘴了，把生辰告诉了别人，那我俩就都懵逼了。你 Good morning， 秦先生早餐送到。那个秦师阳，你别误会了，冷静。你的高贵，你的落落大方呢？我老公被人欺了，我还装什么装？我不打死你！喂，冷静啊！我都死了好多天了，你别白头发。那一天，人类回想起了受那些家伙支配的恐怖。杨静华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给我滚！天空飘来5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，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完事儿。超人陨落了吗？秦师阳，你给小爷等着！端木，刚刚太危险了，要不是我正好撞见，不知道他要对你做什么。你操心过头了，他还不能把我怎样。好了，我现在想睡会儿，你出去吧。如果你觉得虚弱，我可以为你。不需要，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知道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杨少爷吗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哎，哥们儿，我练飞呢。你看我这姿势，这尿性，是不是有点当年汤姆克鲁斯壮志凌云的派头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刚听少掌门房间里吵吵嚷嚷的，以为又有不速之客了呢。嗨，有我在，谁再来战？嘿嘿嘿，哎，话说你这手里拿着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端木家的传家宝剑。平时都是由家丁看管，但祭祀大典的前一天会取出来，第二天供少掌门使用。我这不正赶去祠堂把剑给摆上吗？哎呦，传家宝剑，看着有点意思哎。此剑是数百年前一位大铸剑师献给端木家的宝物，取第一任阳明司端木落月之名命名，即为落月剑。此后的每一代阳明司都用它斩除邪灵，保护世间正气。从古至今，阳明司都以一己之力承担天地祸福，只可惜现任是个煞星。你过来干嘛？老夫人有急事叫你，还不快去？剑，我帮你拿去祠堂吧。杨少爷，这是在下的犬子司徒律，是个不懂礼数的孩子，要是有所得罪，还请您大人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啰啰嗦嗦个什么呢？主人叫你去，还不快跑！是亲爹吗？这孩子是要疯啊！我听说你叫杨静华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有何见教？看你一脸和善，劝你早点离开，跟端木溪那小子混，没有你好果子吃。你刚来不知道，那家伙坏得很。是啊，一点都没错。从遇见他开始就没好事，先是被车撞死，又被恶灵缠上，没工资、没休假、没福利不说，每天还活得提心吊胆的。最可恶的是他只吃素，
搞得老子也一点灰心都不能碰。长得一副80岁的脸，他喵的才18岁未成年，天天还跟爷摆谱。你这跟我的经历比起来，就如同黄鼠狼的武器是个屁。我从小就比他腿短，周围人就叫他长腿欧巴，叫我短腿蛤蟆，我自卑呀。长大以后，我的头比他大一些，周围人就叫他小头爸爸，叫我大头儿子，我吃亏呀。至少你还活着，老子已经死过好几回了，再死几次可以办会员卡了。我活着有个球用啊，有个词叫生不如死，你他娘的知道吗？打倒端木系，打倒端木系，远离爱装逼，诅咒端木系，装逼就拉稀。那快把端木系的生辰八字告诉我吧。好，咦什么咦？是人都知道，这是对付他的最好办法。这个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也恨他吗？你不想让他粉身碎骨吗？吹吹牛逼还可以，但是真要杀人放火，还是有点怕怕的。哼，是吗？累累巴巴陪你玩到现在，还以为能少掉些麻烦，看来是不行啊，需要我好好调教调教你了。在想什么呢？没有，就一下子不小心。你呀，脑子里总装了太多事情，从小就是这样。有些事情啊，要放则放。哪有？思云是全心全意侍奉太奶奶的。不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么交出端木溪的生辰八字，要么就去死。你想为端木溪那个垃圾舍身守命？哥可不是为了他，但他要是死了，哥也会挂。话说，你这身手这么犀利，你怎么不直接去找他，一了百了啊？少废话，我打得过他，还来找你干嘛？这么直率认输的人也是少见啊！你竟然还敢吐槽！看样子我看错你了，你和那个垃圾是一票货色。准备好说了吗？我只说一遍，你记好了。2月30日凌晨4点26分。好，谢啦。你给我回来！2月有30号吧？你反射弧这样长，我倒是没想到。拜拜了 ，bro。一个个的都在耍我。为什么控制死灵？没人告诉你吗？我们司徒家是魂师一族，一切灵魂都在我的掌控之下，连你也不例外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施加在灵魂上的伤害，要比施加在肉体上的住手啊！痛苦10000倍。少了阳明司做媒介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凭你一己之力，就等着被我玩弄致死吧！这么个弱鸡，真不知道端木溪看中你哪点了。喂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该叫你主人来救你了呀？西少爷，快来救救林家嘛！伦家就要被干掉了吗？关他屁事！你他喵的在眼睛分小剧场啊！还敢顶嘴？看样子刚才扎的还不够深呢。我要继续折磨到你说出端木溪的生辰八字为止。你休想！能动端木溪的，只有哥一人。没想到还给了你件防狼道具嘛！但你这些三脚猫功夫又能怎样？这些小把戏在魂师面前一无是处。
知不知道我这些年为了赢他，付出了多少努力去修炼？你做你的真爱粉，能不能别把我扯进来呀？我说了，他死了，我也好不了。麻烦，看来不给你动点真格的，你是不会服软的。你又想怎样？这次要是再不说，这把匕首可就要扎进你的心窝了。我说啊，想明白了？我说，你是吃屎了吗？嘴巴这么臭，天那么近熏死我了！混蛋！我要你死！都说了多少遍了，哥已经死了。白痴，知道什么叫魂飞魄散吗？人死后尚有灵魂可徘徊于世，可如果灵魂泯灭、元魄消散，不入轮回，那就是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消失。这也算是对端木溪一个小小的报复吧。我的灵魂在消散，端木溪。端木溪就在不远处，你用心灵感应叫他呀，开口叫他吧。那么忠心的狗如果死了，那多可惜呀！快叫啊！求救！不，我无论如何都不想，我不想认输，不想被嘲笑，不想只当一个弱者，更不想总是在他身后被他保护，不甘心。我想要力量，我想要变强，我想要那把武器。什么？落月剑竟然被你一个区区影灵挥舞起来！你到底是谁？力量，我需要更多的力量。住手！为了变强，杀！刚刚那是什么？你果然该死！我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你果然绝非善类，那就该早点把你灭了，以除后患。端木溪，司徒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端木溪，你这伤可跟我无关，是你自己赢下来挨刀的。虽然没在祭祀典礼上正式宣布，但已经签订灵契，就是我端木溪的灵鬼，他人不得动他分毫。我有时候真的很佩服你，随时随地都能装逼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更想让你消失！白痴，少一些套路，多思考思考，怎么做个孝子吧。别跟我提那个没骨气的老废物！我司徒家凭什么就必须屈居人下？啊，西少爷！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西少爷受伤了。情况我都知道了，退下吧，嘴巴都严实点，不许在府内议论，更不可让老夫人知道。是，遵命。这个家终究是太平不得了。我可怜的小西西竟然伤得这么重，手上开个洞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掌门了。司徒律人呢？这小子是疯还是傻？竟然连阳明司都敢侵犯！
对不起，是在下教子无方，我已经将他囚禁家中，没收手机，断了 WiFi， 直至他彻底反省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你们司徒家别仗着自己是外戚，就敢蹬鼻子上脸。够了，有些话还轮不到你评头论足。我看这事儿得两说。这次事件的起因还是那尹灵煽动了端木家的圣物法器，并且重伤了司徒律，刺激他做出了过激的举动，所以杨先生在这件事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喂，你重点搞错了吧？现在明明是司徒律出手伤了端木，怎么把锅甩给了杨静华？杨先生来历不明，已被人诟病多时。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想必也无法在太奶奶面前包庇他。司徒律有什么好的？你那么帮他？司徒乃魂师一族，手握重权，和端木家世代相交，这两家的关系岂是一个尹灵所能比的？够了！司徒律侵犯我的尹灵在先，伤我阳明司在后，端行恶劣，影响深重，法理难容。管家疏于教导，铸成大错。求少掌门开恩呐！父子一并逐出端木家。但是，我决议已定，无需多言。仔细想想，以端木的身手，司徒律那一刀应该有其他办法化解的，但为什么要硬生生的被他刺穿手掌？难道说是为了找一个帮我开脱的理由？话说这次的确我有责任，不知道怎么握上了那把剑，整个人就突然不一样了。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猛，我就这么一挥，剑气就直接把那个司徒小儿给……再让我看你碰那把剑，就砍了你的手。左手碰砍左手，右手碰砍右手。那我两个手一起碰呢？不许贫嘴，你听到没有？知道了啦。怎么发那么大的火？伦家也是被逼无奈嘛。那时候都快被散魂了。什么？散魂了？现在没事了。好了，你别找借口在我身上摸来摸去的了。再摸，是男人都要有反应了。蠢材，你打不过他，你不会跑吗？我他喵往哪里跑？不就是因为你给我那么多限制，我跑哪儿去我？不提还好，一提老子还一肚子火呢。谁叫你往外跑？你不会往我这里跑吗？我哪来得及？那你不会叫我吗？我教你的心念传送，你就不会用吗？猪头，我叫了，你听得到吗？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吧？你叫我了吗？下次我一定会听见的。好了，你把对我的限制都解开，我自己就能搞定了。别逞能了，再遇到这种事，一定要叫我。你听懂没有？这是命令，别再让我说第二遍。那是第一次觉得端木熙这个人，我完全不能懂。端木家那小东西才当了几年阳明司，竟然敢蹬鼻子上脸了！是啊，妹妹，你可要给我们绿儿和哥哥我做主啊！放心吧，我是看着绿儿长大的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呀！好了，瞧你那点出息，怎么能让端木家就这样骑到我们头上呢？喂，起来了，今天还要……走开了，生不能睡懒觉，死来不能长眠嘛。哎，走开，让哥睡个整容觉。给我起开！啊！你要对人家干嘛？你小名旺旺啊？何出此言？因为旺旺先辈啊。今天是祭祀的日子，赶紧洗漱完换装。为什么我也要一起？
候杨少爷多时。杨少爷，少掌门在2楼等您呢。哦，今天搞得那么隆重，我一进门以为到了美容美发学院呢。哇，还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有钱人就是舍得花钱，特地给衣帽间开栋房。省得跟迷宫似的。啊，问下端木溪在哪儿啊？少掌门，这不正在梳头吗？啊？你傻愣着干嘛呢？赶快过来！一场祭祀居然搞得那么隆重。坐下。祭祀是净化天地灵气的过程，也是我们作为阳明司最重要的职责。但是，对阳明司来说，每一次祭祀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工作，所以我要你答应我3件事。第一，这条流苏千万不能损毁，这是用我头发编织的，连接你我2人的命魂之物。第二，锁灵戒绝对不能摘下，我想摘也摘不下来的，好吧？然后呢？第3件是什么事？还记得你的名字是什么吗？当然了，杨静华。怎么了？对，这就是最后一条。你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谁，听到了吗？来，跟我拉钩，发誓，牢牢记住这3件事。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好吧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少掌门，一切准备就绪，请您动身吧。好。对了，今天的仪式也会让天下人知道，你，杨清华，便是我端木溪的影灵。我去，原来这么大阵仗，我以为就在家门口杀个鸡磕个头呢。哼，今天来的可都是世界上最显赫的达官贵人和江湖名流。道士哥哥，你和端木少爷比，谁更厉害呀？当然是少主了。2个小鲜肉的组合，还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这旁边跟着的女佣人也有几分姿色呀。喂，有人表扬你，你怎么还不开心啊？杨静华，你抢了老娘的风头！老娘可是端木溪的正牌未婚妻。今天终于能见到端木少主和他影人的尊容了，没枉费我买了私人飞机赶过来。杨少爷，今天可是全球同步直播，这是给2位安排的坐席。翘首以待呢。长这么大还没坐过那么前排呢。那是必须的，我们可是端木的。为毛我比你后一排？这是谁安排的位置？안녕하세요，我是根据要求安排的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还请。妈了个巴子，说了根据要求安排的，妈的，要求又不是我定的。别以为现在端木宠着你，你就可以霸占老娘的位置。宠个屁呀！我对他的了解肯定没有你多嘛。哼，那是当然。所以该不爽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别以为这样就能哄我开心。哎呀，小杨诗瑶，你们聊得很热闹嘛，介不介意我这个老人家和你们坐一起参与一下呀？好啊好啊，我跟静华刚还聊起您呢，说您是这世界上最翻身的长辈了，今天也穿得好年轻啊。齐诗瑶，你祖籍是四川学变脸的吧？小杨啊，最近和小七待的还习惯吗？他有时候啊就是外冷内热，你呢也要多体谅体谅包涵一下。还好还好。晚上他是不是还有踢被子的习惯？辛苦了。是谁把太奶奶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的？안녕하세요，是我根据太奶奶要求。妈了个巴子，太奶奶要坐在这儿关我屁事儿。我说2个人待久了会像，现在越看小杨越像端木了呢。我才不要呢。开始了吗？虽然嘴上说着不要，但是的确从现在开始，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会与我息息相关，包括他的过去和未来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是我，司徒管家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接到消息说你已经被逐出家门，所以我不能放你进去。
有必要做的那么绝吗？好大的胆子！那我你认识不认识？不好意思，那我你这个人并没有在嘉宾名单里。哎，你这下人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位可是司徒家的总掌门，说话放尊重点儿。二小姐好，我也只是尽我的责任。好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两位这边请。哼，端木家看来还是有名势力的人呢。您过奖了。听不懂的语言，但那股力量却随着端木溪的声音真切地传达过来。那是温暖、包容、安抚人心的力量，以端木溪为起点，源源不断地向四周扩散。世间万灵生生死死，只有平衡天脉地流，才能换得一世安稳。能做到这点的，只有端木溪。以神之名，其己之心。我说过，端木是离神最近的人。现在你懂了吧？什么离神最近？这个人，他自己就是神吧？心里暖暖的，好像被净化了一样。像这样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赢得过？祭祀差不多也该结束了，那么我有一事想要求证：祭祀天地，非存身正直之人不能担当。敢问少掌门，真的问心无愧？你指什么？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家绿儿的事儿，您这么快就忘了？我们家兄长也托您的福，被赶出去丢了工作。少血口喷人了！司徒律刺伤杨明思，端木家念旧饶他一命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是谁？我……哦，原来是那个还没过门的黄毛丫头啊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放话？喂，欧巴桑，你唧唧歪个屁啊！祸是老子闯的，人是老子砍的，要给混蛋小子报仇，冲老子来！你他娘的瞎了吗？瞧瞧瞧瞧，你们瞧瞧，这种东西也配当影灵？杨明思的门第什么时候堕落到如此地步了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这事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？太奶奶，没有通知您是四云的不是。少掌门的影灵前些日子的确是用落月剑刺伤了司徒。不用你来说给我听，我要听端木家的掌门给我解释。杨金华，你上台来。这上演的是哪出啊？豪门狗血宫斗剧吗？哎呀，废什么话！免费看戏，看一场送一场，不挺好吗？跪下。看样子少掌门还是识大体的，当众将影灵散魂，不失是一种有魄力的做法。难道就这样，端木溪和我将从此一刀两断？没想到西少爷竟如此狠辣。哼，司徒乃魂师一族，手握重权，和端木家世代相交。杨先生固然重要，但也比不上两家的关系。此剑名为落月，是上古流传之助器，上斩人神，下持妖魔，可镇四方邪气。今后，它便是属于你的法器。此为端木家第13代掌门端木溪之命，全族上下不得异议。来，看着我，不要分心。一日为灵，终生为营，灵气共生，命魂无分，阴阳调和，万物皆宁。好在你还没离开我，好在黑夜中有你在身后，就算全世界都放弃我，还有你温暖的手。好在你还没离。我要你成为我的影灵。大师哥哥，
端木少主这是何意？这不明摆着昭告天下，他们是同心同德的一体。影灵的锅老子全背了，这波打脸，干得漂亮！什么？竟然进行了认亲仪式，还把端木家的祖传陆月剑赐给了他。端木熙，你败坏家业，包庇外人，这少掌门你还当不当了？太奶奶，你评评理！太感动了。你刚说外人，现在杨静华是和少掌门认亲过的影灵，那么他所做的都是在替少掌门办事，所用的剑也是端木家所赐。你现在质疑的不是一个影灵，而是我们整个端木家，也包括我这个做长辈的。看样子是个误会。哎呀，这次我们司徒律也有过错。来来，快给太奶奶赔个。没想到端木熙为了他下那么大的决心，这个影灵的身份必须尽快调查清楚。竟然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，就把一切化为平静。段木熙，每走近他一步，都会觉得他越发深不可测。这样的人，我真的配得上当他的影灵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我叫端木四明，是端木家的事务总管。我的工作是为少掌门安排和处理日常琐碎事宜。身为庞大繁杂而又地位尊贵的端木家一员，能为家族排难解忧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这个家由我来守护，这就是我毕生的追求。少掌门，我进来了。少掌门，早餐已到，速速起床品尝。少掌门，少掌门，少掌门，该不会是你在叫鬼吗？啊！有刺客！是影明先生。四明兄弟，不是我说你，按你刚才的叫法，估计连阿猫阿狗都叫不响。虽然你的声音温柔体贴，令人感动，然并卵，让哥哥我来教教你正确的叫床方法。叫床啊！之计在于晨，日晒菊花很伤肾啊！快起来，保肾护肝，从早做起。一大早做什么事啊？你看，起来了吧？这位用生命在叫床的家伙，叫杨静华，是少掌门前几天刚签订契约的影灵。目前借着与少掌门的灵气，才能继续以灵魂的姿态存在于世。这如果是别人的话，估计早被你踢回娘胎了。话说，你这起床气也忒大些了吧？不过别怪我说你，你这睡觉快赶上躺尸了。这真要发生个地震、洪水之类的，你绝逼是等死的节奏。少掌门，请过目，这是今天的行程安排。好的，知道了。7点40，早餐时间。哇塞，早餐就吃满汉全席，这就是有钱人的日子，炫富也赶早啊！啊！我要吃，我也要吃。再拿一个勺子来。是。张嘴。影灵先生，
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怪人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这就是豪门的味道吗？虽然是素食，却素得如此美味，美味万岁！已经很久没见到少长们露出如此温柔的笑容了，也正是多亏了这位尹灵先生。我还要吃这个，还有那个和这个。杨静华，你适可而止，我又不是专门来饲养你的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碰不到东西都赖你，你要对我负责，一辈子的负责。我要吃啊，我要吃嘛，人家要吃，投胎做猪吧。但少长们也因为他，时不时就失了风呀。司徒家的这个要求我们不能答应，申请划分西坛不说，还一开口就要6成，简直得寸进尺。虽然这个要求看似过分，但近些年他们的势力都有增加，我们确实在魂术这块多要依仗他们。哼，当少掌门也真是够辛苦的。把账本拿过来，我来看吧。是。每天早上8点，是家族例行早会。这会总算是开完了啊！对了，我睡会儿休息一下，你别再来吵我了。什么？又睡？你整个会都没睁过眼好吗？上午10点，早会结束。中午11点半，午餐时间。12点，午餐结束。晚上7点，晚餐时间。8点，晚餐结束。我的太呀！你一天除了吃就是睡了，你为什么不发胖啊？人神共愤啊！妈蛋，他今天怎么来学校了？乖乖在家待着啃老不行吗？哇，看不出来你这家伙男女通吃啊！哼，无聊。我去，你这是屠杀呀！通常，少长们来学校，我都会跟随其身后，一来保证他的安全，二来保证他人安全。喂，是120急救中心吗？又来！端木溪，你别仗着有钱有势就欺人太甚，老子的课你胆敢不听！端木溪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上来解这道题！嘿嘿，老师也看你不顺眼了吧？人品差，活该。这老师也挺下血本，这么难的题，是想让端木彻底颜面扫地吧？答题完毕。那你这么快？你这设定也太偶像了吧！端木溪，这是我亲手做的便当，我给你尝。我不吃外面的东西。没你家美食近在眼前，你都不伸手，那可都是肉啊！看你那点出息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尹林先生，你不要纠结了。少长们的饮食都是要家里专门烹饪送来的。再有卖相，没有荤腥也实在难以下咽。没见你少吃。要这么说，以后你不要吃了，反正一个鬼魂也不用吃饭。去你的！信不信我吃了你？看多了这两人的相处模式，莫名觉得两人这样也不失为一种打情骂俏。又睡，刚吃完就睡。端木溪，你不怕中年发福吗？这家伙是属猫的吧？我说四明兄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怎么？端木溪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完全进入了提前老龄化退休的年纪，每天几乎除了吃就是睡，除了吃还是睡，完全没有在工作嘛。说他睡神都是在夸赞他。更可恶的是，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工作时，他回答我说：“我又不缺钱，为什么要工作？”唉，可我总得干点什么。这种像小白脸一样被包养的感觉，实在好讨厌。
尹林先生是个勤奋的人，但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少掌门可不是一般的祭司，一年只有固定的几天，他才会开坛祭奠。所以阳明司到底是干嘛的？如你之前在仪式上见到的，净化，大规模的净化，哪里阴阳失调、地脉混乱，或者哪里发生大规模的阴魂祸乱，少掌门才会去平定。像大家日常所理解的捉妖啊、驱鬼啊，并不需要麻烦少掌门出手，只有特别棘手的才会请端木家出马。而端木家也不是只有少掌门一个人，毕竟端木家名声在外，也是有很多人才的。所以才说没什么工作可做喽。为什么越有钱的人越清闲？我看他现在吃吃睡睡，老了以后一定3高、秃顶，还有大肚子。尹明先生真爱说笑，我倒是真希望能看到那一天呢。怎么，你也想看到端木熙秃顶大肚子的样子？想不到四明兄也如此坏心眼啊！但有一点你不知道，阳明司他们是不会老的。端木家掌门兼阳明司，自古唯有才德者居之。此子端木熙虽不出自本家，灵力智慧却不逊于任何一代阳明司。由他来担此重任，上合天道，下尽人情。四云、四明，还不快给少掌门行礼！二妹，恭祝少掌门即位。四明哥哥，现在还站在我身边的，就只有你了。放心吧，哥哥会永远站在你身边的。子成，子成，快过来！大人，雪那么大，院中湿冷，您的身体……你再说扫兴的话，我可就要生气了。好像又是做了相似的梦。自从祭祀过后，就经常能在恍惚间看到2个似曾相识的梦里人。这是我住的街区吗？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杨金华，今天是你头七。头七是人死后第7天，灵魂归家的日子。原来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久了。杨静华23岁，1周前车祸身亡。14岁时父母意外离世，家中再无任何亲眷，改由政府接济抚养。考中毕业后辍学打工，辗转流离至本地，以维修电脑为生，兼职给人算命。哼，连3页纸都没有，这就是全部了。其他线索和信息，我都会加紧追查。以端木熙的谨慎，没理由收一个素昧平生的影灵。有一点值得注意，杨静华死的那天，少掌门正好去那附近的垃圾填埋场做法事，路过时见他出车祸，就带了回来。当时还是少掌门报警叫的救护车。我觉得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意外。杨静华，你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被渣土车撞死，也太逊了！要是被玛莎拉蒂、劳斯莱斯啥的哥还好受点。有什么区别？靠，区别大了，好吧？一来死相不用那么难看，二来至少他是个有钱人，能把我给厚葬了。别唧唧歪歪些没用的，看看有什么东西你想带走的。这里曾经是我家，可现在也与我毫无瓜葛了。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呢？
没什么好带的，都是些破铜烂铁。就这破屋子，地方都是租的，能有啥值钱的？大爷，我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小杨这孩子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，哎，三姑啊，那小子没爹没娘，怪可怜的，走了也干净了，就可惜了那些没办法投出去的硬币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生前多投些该有多好啊！看到没有，哥人缘多好！杨哥，生前哥们儿也没沾过你什么光，现在你死了，兄弟和媳妇儿给你烧点纸钱，就当是欠你那几百块还了，别做鬼了还来找我们要债啊！这点破冥币就想糊弄老子？不烧点人民币，老子今晚就来压你的床！老天保佑别来找我们啊！还钱！胡扯吧你就！小杨走那晚，你不哭得跟死了老婆一样惨？还说我呢？你自己哭的像跟老公死了一样撕心裂肺。你才死了老公呢！你才死老婆呢！你俩为了衬托我的哀思，这样诅咒自己真的好吗？哎，话说回来，没了那小子，这里街坊就少了好些趣闻。之前那小子每天找路口大爷赊5毛钱买包子，5毛。走的前个星期还骗隔壁小明糖吃，人家才3岁。唉，上次拿个破纸片，非说是开关的金牌要卖我500，尼玛翻开一看，麦当劳打折卡1张。轮到打扫卫生就装柔弱，你他妈大男人痛什么经啊？轮到交水电就装不在家，大半夜洗澡还唱歌。你看旁边这位小帅哥都听不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很过分？给哥们儿留点面子，说点争气的事儿好不好啊？唉，但话说回来，当初我丢了工作，只有他肯借钱给我。有人来店里找茬，小杨也是第一个出去和人周旋。小杨啊，给你多烧点纸钱，你在那儿也当回富二代啊！有钱烧没钱交，这个要保护费呢。小看我们 JQK 3兄弟吗？今天是小杨的头七，你们能不选今天闹事吗？少废话！现在立刻给我交钱，否则我送你们去见那个姓杨的怂包。你说谁怂吗？送的就是你！喂，打死他，你替他还钱给我呀！你们住手啊！可恶！喂，端木，你干嘛呢？让我过去帮忙！放开我！没用的，你是灵体，只能碰到有灵力的东西，他们都是普通人你碰不到的。杨秀华，你干嘛？臭小子，你有病啊！呸！你不是想揍人吗？接住了。刚才我是将生之气传给你，生之气，即接触现实之物的力量。就你个小英雄，就你臭逼了！老 K， 你干嘛打我？我没有啊！哎呀，这你怎么下手那么快？我还没动手呢！哎呀，原来是 Q 干的！死样的！我靠 ，Q 这回是拿瓶子丢我，对不对？我刚看到视频后飞来个瓶子啊！哪里丢来的？这街上也没人呢。对啊，妈妈，我怕！什么鬼啊！这得等等我做好一辈子设计的。这副牌打得爽，通关。但这种感觉还是有些怪怪的。因为你并没有真的碰到他们，但是你心中强烈的意愿产生了对现实的影响。魂灵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只要你心念足够，几乎什么都能做到。小杨，大姐怎么看到我的？从镜子里反射能看出我的影子。小杨，是你吗？小杨啊，大姐知道是你，你就在附近，对不对？大姐也真没有让你担心了。不过我保证，我们都会过得好好的。你呢？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？有没有朋友？会不会被欺负？大姐，你放心，大姐，我现在过得可好了，吃得好，穿得暖，住着好大的房子。老板整天睡觉，工作清闲，福利没得说。大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好的不得了。小杨，大姐。
所有故作轻松的姿态，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到这一刻，终于宣泄出来。我是真的死了，再怎么抱怨，都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但是，我真的好不甘心呐！从此，我与之前的生活再无瓜葛，曾经熟悉的人、朋友和未来，再也无法参与其中。小点声，小杨最近几天都揭不开锅了，救济救济他吧。你可得装傻，听到没？过了头七，我便无法再以幽魂的姿态独立逗留人间。从今往后，我杨静华将以影灵的身份存在下去。我刚搬来这儿的时候，给个黑网吧看场子，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。大姐看我可怜，每天给我做晚饭，还托大哥照看着我。有天场子出事，我被揍得断了根肋骨，大姐就边哭边骂我，直嚷让我改行。哼，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少爷，你不明白的。其实我并没有一出生就在端木家。啊？你坐会儿，我先去个地方。喂，八卦讲一半算什么？太监啊你！他不是生在端木家，得有9年了吧？希儿到端木本家，那孩子打小就懂事儿，天赋又好，比他那父亲真是省心多了。舅父已经过世多年，太奶奶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身体重要。那个作孽的孩子啊，真是可惜了。舅父当年早逝，舅母也……哼，别跟我提那个女人。思云，我累了。是。我查到了非常蹊跷的事，杨杏华她……嘘，回屋说。搞什么？还没回来？逼死强迫症啊！又来了！大人，您还真是玩不厌呢。是啊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如果那一天到来，请你，只有你能够拯救苍生。这扰人的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总是会出现那些同样的幻觉？妈妈，那个车子的窗户上有个大哥哥的脸，哎，净瞎说，别用手指别人，多不礼貌啊！唉，真麻烦。多木西便秘了吗？怎么还不回来？鬼呀！刚谁带头说闹鬼了？今天业绩完不成，回去被 K 总扒层皮。都给老子回去，把保护费收了。老大，不是你先嗷嗷叫的吗？放屁！我那叫前进的呐喊。警告你别侮辱我的勇气啊！都给我站住！啊！有不少市民在旧城区目击到凭空漂浮的雨伞等灵异现象，县市领导已高度重视，还请各位市民切勿信谣传谣。房东啊，您忙着呢。啊，给收拾收拾。对了，小杨不是还欠着些房租吗？你看我帮他付了吧。不用，有人帮他付过了。啊？那人结清了房钱，还多给了我几个月的，让我给小杨留灶到49天。是吗？什么人啊，那么好心？个子高高的小年轻，长得挺帅，
打扮得很得体，说话也挺有礼貌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是叫我们别去了。一个站街的小鸭子，还敢在老子地盘撒野？没听说过小杨有这样的朋友啊！给我上！是啊，哪有人平白无故帮给这么大笔钱的？我也觉得蹊跷。可他为了刘造的事儿，认认真真的鞠躬谢我。我问他和小杨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他就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他是杨静华的。哎呦！可恶！不动真格，你丫是不知道爷爷的厉害！好家伙，弄死他！喂，开总啊，看好他。郑少勋哥不长眼的小子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不要命了！端木家的人你都敢碰，你想死，老子还没活够啊！你是说，是那个端木家吗？看这个升龙翔天，爷当年拳打南山敬老院，看这猛虎划拳，哥当年脚踢北海幼儿园，怕了吧？识相的话就赶紧交出买命钱。端木少爷，咱们 K 总请您接个电话。少叔，小的回头一定好好教训那几个不成器的小弟。您可千万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。以后，但凡杨静华认识的人，都不许再骚扰他们。是，那是。只是那个杨静华到底是西少爷的什么人，得您如此关照啊？嗯，这不是……原来你回去拿这个了。你家就这还有点价值？这是我爹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，据说是从祖上传下来的，也不知道留着做什么用。唉，还天下第一树呢，到我这就彻底绝后了。我出生不久，父亲就离世了，一直是母亲带着我在外生活。我9岁那年，他也走了，他奶奶才把我接回了本家。刚到端木家的时候，我跟你现在一样，失去了亲人。你现在的心情，我明白的。其实刚才也没那么严重了，只是忽然回到熟悉的地方，触景生情罢了。你看，爹妈走在前面也没什么不好的，省得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为我掉眼泪。其实相比死者，可怜的是那些活下来的人吧。所以以后哥就安心当你的影灵，正好给你做个伴儿。端木溪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今后就把我这儿当做你的家吧。家人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小杨漂泊了一辈子，原来有这么好的人在他身边，真替他高兴。刚刚哥是幻听了吗？你再说一次。好了，你坐到后面去。啊，为嘛？你挡住我后视镜了。端木溪，谢谢你。没听懂你在谢什么？听不懂也没关系。家人呐。托大人的福，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。俗话说瑞雪兆丰年，来年也一定有好收成。这是前年冬埋在煤下的酒，今日拿出来温一温，饮着也能暖洋洋的。子成，只怕这是我今生见的最后一场雪了。大人，您切莫说这种话。子成，
都说了多少遍，别叫我大人了。如今世上，唯有你懂我，你就像是我的家人。你说，会有人这么称呼家人吗？明年、后年，哪怕一辈子，杨宁都愿陪大人温酒赏雪。只要您说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即使要我这条命。人生如酒，世事皆不可强求。我记得子成真心相待，这便够了。不愧是子成，这道菜可真好吃。不如以后子成去开一个14，我便可以在后堂数钱了。大人，子成，酒要凉了。大人，千载流年亦如梦，月落山河一世清。不是大人，是落月。杨宁、落月是谁？剑在发烫，这到底是？是我呀，我一直都在这里。你们想我入地狱，那我便将所到之处简化为地狱，全部都杀光！大人，落月大人，子成，你来了，不是说了吗？不要叫我大人。怎么了？刚才的只是提议，你不用勉强。如果需要什么就告诉我，我尽量。你说什么？杨静华他居然是……千真万确，杨静华竟然是那个杨宁的后人。单臂术师杨子成，杀我端木家初代杨明思的人。少长们有危险了，得禀报老夫人，立刻派人去救。你慌什么？如果这就是端木溪隐藏的秘密，那他本人比谁都清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既然他想保密，那我们也做个顺水人情，替他瞒着太奶奶吧。思云，你……哎，这种糖果还请四明哥哥以后别再送了。要是传出去，下人杨明思爱吃这些小孩子的玩意儿，是会被笑话的。伤口无法止血，你们两个快过来！把他上半身抬高，快绷带，绷带！马上来。把纱布也拿过来。好的，那个东西拿过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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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知院里。准备好。衣服备好了，小心点，慢点。我们已经进行了基本急救，可惜端木少爷状况很不乐观。我知道了，护送西少爷回家，准备燃阳仪式。不好了，老夫人听到少掌门出事的消息晕倒了。
什么？金世瑶，端木溪他……杨静华，你这个端木家的丧门星，你可知道你犯下了何等滔天大罪？我知道，但现在不应该先考虑下怎么救治？还嘴硬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副灵鬼之躯够不够吃我这一掌！慢着，思云，我们无权擅自惩罚杨先生。少掌门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今后无论杨静华做了什么，除了我之外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对他私自定罪处罚。你疯了！灵鬼这东西有多难控制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万一哪天他伤害了你呢？那也只有我能惩罚他。他是我的影灵，即便我死了，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。哼，今天就先放过你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思明哥哥，把他给我禁锢起来，在少掌门苏醒之前，不得离开此处半步。知道了。抱歉，杨先生，要先委屈你一下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端木溪都已经这样了，怎么不送他去医院？少掌门无法接受输血。你不是影灵吗？连他的真灵体质都不知道。什么？真灵，一种天生至纯之体。这种体质通常出现在灵力极强的人的身上，因为过多的力量占据了身体，任何外来的不纯之物都无法与躯体相融。少掌门连日常饮食都必须非常小心，抑制食宿忌酒，稍不在意就会出现排斥反应。他人的血对少掌门来说与毒药无异，所以他不能受伤。一旦受伤严重，就只能让未婚妻举行燃阳仪式。外貌、家世、品德、才情，哼，阳明寺的婚约者只要符合一个条件：燃阳之体。燃阳仪式到底是吐气续命，生命力换取生命力。二小姐，我有话想单独对她说。请便。我们去看太奶奶。是。金师阳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回过神来他就已经……你还在装无辜？阳明寺是人，不是超人，影灵就要在他需要的时候保护他。你做了什么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他那么厉害，怎么就没有躲开？因为他从未提防过你。你理解也好，不理解也罢，反正已经晚了。什么？你还没注意到吗？今晚回来后，所有下人都是生面孔了。老夫人年事已高，因少掌门之事惊忧过度，急火攻心，幸亏抢救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此后需服以药物，卧床静养，万不可再受惊吓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了。二小姐，人都到齐了。好。端木家历史悠久，族内外关系盘根错节，牵一发则动全身。端木并非内定阳明司，当初太奶奶力排众议，让他坐上掌门之位，除了他本身优秀勤奋之外，也看中他背后没有势力，行事定会不偏不颇。然而，这是一把双刃剑。除了太奶奶，背后没有同伴，我只是未婚妻。端木家的内务，我又说不上话。所以，端木溪一旦出事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
少掌门重伤昏迷，老夫人身体抱恙，端木家不能一日无主，因此即日起，由我端木四云暂代主事之职。太奶奶，四云不才，及不了西哥哥之有双全，但四云定会竭尽全力保得家族平安，请太奶奶安心调养。四明哥哥，往后要撑起这个家，就只能靠我们俩了。四明，在所不辞。不好，端木西有危险，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要去救他。你救他？离了他，你还能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祭祀之后，是他身体最虚弱的时候，他昏睡了3天，身体还没恢复，却坚持要出门。我劝他不要去，你猜他说了什么？他一定很想家。世人提到阳明寺，总会有一种青年才俊的印象，因为没有人见过他们老的样子。实际上，端木家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活过30岁的掌门人。阳明寺是站在阳世与冥界交界之处的人，承载了亿万人魂祈愿，赴万灵之期，求一方水土平安的代价，就是自己的生命。对阳明寺来说，每一次祭祀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工作。他当时说的是这个意思。什么人？之前少掌门交代过，有一件东西务必要让影灵先生过目。这是祭祀前少掌门吩咐的，请杨先生过目。医疗采用的灵筹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，绝不会让司徒少爷那时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少掌门说过，他既然是您的主人，就一定要尽力保护您的安全。我以为我已经足够了解他，可我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默默为你准备了这个。想想你是怎么对他的，不觉得很讽刺吗？是，我是个混蛋，得过且过，安于现状，很多事从不敢深想。我明白，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。你揍我吧，你捅我几刀都行，只要你现在去看看他，告诉我他还好，求你了。哭什么？这是灵符，我现在就能解开结界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？当然不是。那把剑很锋利吧？你就是用它刺伤了端木。如果你敢在自己的胸口上和端木一样刺一刀，我就放你出来。放心吧，如果你是真的对主人忠心耿耿，这把剑伤不了你。但如果你敢心怀二意，散魂会很痛吧？跟端木的伤比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怎么，怕了吗？这样，你就能信我了吗？没错。我既怕痛又怕死，一直以来逃避的心安理得，可这一次，我不想再逃！为什么？话说在前头，你一旦跨出这个结界，就意味着涉入了端木家的争端。如今端木无法再为你善后，当然，你也可以继续留在这儿，装作一无所知。秦世瑶，谢谢你。真傻，我才是那个什么都做不到的人啊。端木溪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冰冷傲慢难懂的人，可越是懂你一些，我就越是自惭形秽。或许我真没有资格做你的影灵，可你都选了我了，能不能让我耍个赖，让我待在你身边，即便为时已晚，我也赖上你不走了。我会向所有人证明，你没有选错人。他当然选错人了。
沦落到认本座摆布的局面，这就是你的自食其果呀！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带走属于本座的东西。段木希，那个狐妖说他曾经是阳明司的影灵。他是我父亲的影灵。用妖怪做影灵的，我父亲是第一个。那只狐妖比你想象中危险得多。要是下次再遇见他，记住，不能硬拼，要保全自己，能跑就跑。为什么你能进端木家的结界？端木家结界确实厉害，可本座的结界也不是摆着看的。本座的私人领域可以在端木家结界中畅通无阻。滚开！端木希不是你的！不是本座的，难道是你的？落月剑可不是这样用的。本座答应过端木希不动你，但并不代表不让别人动。什么？什么事？啊，司明大人。二小姐正在休息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是，秦小姐放走了少掌门的影灵，我们知道了，这事由我转告二小姐。可是，退下吧。是。来吧，杨静华，露出你丑恶的嘴脸吧。哟，你醒了？放了杨静华。哼，你虚弱成这样，还想胁迫我？我说过，除了我，谁都不能动我的影灵一丝一毫。可他伤害你。既然你醒了，不如来个余兴节目。龙玉，龙玉在。照本座之前说的办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让你看看，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影灵付出那么多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银哲大人的狐妖结界，大人吩咐我们俩来好好调教调教你。好不容易出个笼子，结果又进个结界，到底完没完啊？你们敢动端木希一根手指头试试，老子绝对不放过你们！哼，明明是你刺伤了阳明司。龙宇姐姐，别跟他废话，他就是个厚脸皮。银哲大人明明是在保护端木少爷，这家伙就是个睁眼瞎，不分黑白。住口！喂，飞柴影灵，你别以大欺小啊！你的对手可是我哟。对了，银哲大人对你网开一面，给你个求饶的机会，只要你亲口说出自愿解除影灵契约，再也不与端木希有任何瓜葛，很简单吧？回去告诉死红毛，想听这句话，等下辈子吧。龙玉姐姐，他身穿灵绸衣，不好对付啊。你家主人还真舍得下血本呢。告诉你，本大爷绝对防御在身，盛气落月在手，一身氪金装，还怕你不成？别太嚣张了，小鬼！一件衣服就能护你周全，怎么可能？总有护不到的地方吧？脸蛋、脖子、手、脚踝，姐姐我是妖刀所化，刀刃无孔不入，无坚不摧。疼吗？
明明知道我是已死之人，手不可能断的，但是为什么刚才会有那么真实的痛感？疼就对了。说吧，说你自愿解除影灵契约。秦小姐，你私自放走端木家醉灵，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。什么？不用担心，过几天就放你走。过几天？端木寺苗，你们要做什么？家族内务与你无关。你们要对端木做什么？端木寺苗，杨金花，拜托了。这种时候千万别掉链子啊！你可是穿着他给你的灵绸衣啊！快说，解除影灵契约。哎呀呀，这下可危机了！啊！少掌门有伤在身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你教我的，永远不要对敌人掉以轻心。敌人？少掌门，你说这话真让本座伤心啊！为什么到了现在，你还那么紧张他？你明明只跟他缔结了单向契约吧？少废话，我就是不许你伤害他。小影灵，你果然不开一击，毁了你一身衣裳，这下可一点防御都没了。乖乖听话求饶吧。龙玉，松手。嬴哲大人，为什么？嬴哲大人，你们休息吧，让我来。知道你家主人为什么给你设距离限定吗？因为他感应不到你，就得把你像狗一样拴起来。影灵与阳明司分享灵魂，灵气共生，一荣皆荣，一损俱损，非一人可以独活。而你和端木溪之间只是单向契约，他死了你活不成，但你的死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懂了吗？端木溪从没信过你，从没当你是他的影灵。那你呢？照你说的，阳明司与影灵共生共死，那前代阳明司早死了吧？你为何还活在这世上？你才是不被信任的那个吧？本座的事，轮不到你插嘴。人类都是骗子，是他们毁约在先，本座又何必要遵守承诺？记住，见到尹哲不能硬拼，要保全自己，能跑就跑。我要跑了，你怎么办？难道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危险吗？被你保护，逃跑，失败，又是这样，这跟以前有什么不同？我还是一点没有长进。就把我这里当做你家吧。就没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？我想回应你，端木溪，端木溪。端木溪！
静华吗？他现在的模样，的确是世上最强术士杨子成、杨宁。风的气息变了呀。单臂术师杨子成，当年听到这个名字，整座妖山都要抖一抖。难怪端木溪会选择他。哼，别得意忘形！人妖姐姐，断手之情，现在就还你！那人虽不与妖怪作对，却收服了人间最强邪魔。若不是人类寿命短暂，恐怕我等今日还要活在他的阴影之下。这个杨静华，大概就是杨子成的后人。够了，这次算你赢。杨明思给你了。嬴哲大人，连嬴哲大人都要敬让3分，这个杨静华，怎么不来单挑一下吗？单挑？你还不够资格。喏，这是我狐妖一族的灵药，给杨明思服下吧。如今端木家大变，你要是敢把他手丢了，本座绝不放过你。喂，站住！端木溪，这个臭红毛真没骗我，这药丸起效了。你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别出声，安静点，跟我来。你伤口没事啦？你不生我气啦？喂！带上落月剑。快走，去车上先把衣服给换了。二小姐，他们出去了。很好，我们也该准备一下了。端木溪，你真的不生气吗？是我刺伤了你，而且……不用再说了，跟你没关系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话说你这什么破衣服啊？说好的绝对防御呢，根本没用好吗？他防的是司徒律那样的魂师，就是只能扛魔法，不能扛普攻了。你不懂。好，我不懂。你这大半夜的偷溜出来，到底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找我师父。师父？他是世上最了解落月剑的人。师父，外面有客人来了。是希儿吗？您怎么知道？你随我去见他吧。你找你师父是要问这把剑的事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空管这个？希儿，你可有许久未来见师父了？是盲人。师父，徒儿来此是有一事相求。求我？你可记得规矩？师父的教导，徒儿一直铭记于心。等价交换。没错，给我一样你的珍视之物，或者赢你一次。什么情况？怎么就突然打起来了？你身上有伤，你现在赢不了我，下次再来吧。徒儿可等不了下次。那么，容你再考虑考虑，是不是要和我做个交换？师父，
徒儿一直一无所有，又何来等价交换？这种耍性子的做法，可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希儿啊！因为我有必须一战的理由。端木，小心！你还真是够拼的，刚才竟然不躲，以为师傅真不敢废你一条胳膊吗？师傅自然是敢的，但不管怎样，还是我赢了。希儿，端木希！啊！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刚才和你斗得那么凶，伤口能不裂吗？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师傅，给你报仇去！不就是你干的好事吗？秋儿，去帮你的师兄拿点药过来。是。说吧，这次舍身取义，到底是有何事求我？那把剑，圣剑落月，端木家世代相传的祝器，意为祝福之器具，做镇坛之用。怎么了？如果被这把剑封印了灵力，该怎么办？如此说来，原来你是被落月所伤了。灵魂封印，恐怕要消解那个人的魂魄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为师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，如果想再问一个问题的话，就要多赢我一次哟。师傅，你也太黑了吧！或者拿你的珍视之物来换。我说过了，我的东西都是端木家给的，我一无所有。有的哟。站在屋外的那缕幽魂，便是你的珍视之物吧？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带我去会会他。师傅，师傅！秋儿，照看好你的师兄。是。啊，师傅，等等！放心吧，为师自有分寸。这把剑是你的吧，先生？哇，你看得见我？当然，你是希儿的影灵，若你能赢我，也算他的。你想干嘛？先生小心，我要出招了！喂，等一下！这是你伤我徒儿的一点教训。哼，秦世瑶和死红毛就算了，连你也来教训我！妈蛋，端木希本人都没说话，你们一个个轮流来嘴炮，他娘的烦不烦？要给你宝贝徒弟报仇，来呀！我欠谁都不想欠他端木希的。喂，你还不能下床。希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师傅，快躺下。要是你折在这里，我该怎么向端木家交代？他说他担心师傅您的安危。确实，真是位了不得的影灵，恐怕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厉害。喂，端木希，想知道什么尽管放开了问，管他多少次，哥都赢下来给你看。你这个老狐狸，哥哥今天就跟你奉陪到底了。喂喂，用不着这样吧？杨金华，你这身……哦，帅气吧？跟红毛打的时候就这样了。
师父，既然他赢了，就该告诉我第二个答案了吧？也罢，还剑入鞘，奇风自解。可是师父，落月剑的剑鞘，没记错的话，不是应该……师父言尽于此，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运气了。还剑入鞘，奇风自解，什么意思啊？杨锦华，我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。你用落月刺伤了我，我的灵力被封印了。怎么会？答案就在那本书里。数百年前，一位大师遵天地之命，铸造了落月剑。此剑上斩人神，下斥妖魔，可镇四方邪灵，亦有警示阳明司的作用。警示阳明司？阳明司是普通人类，但力量却过于强大。若他心存邪念，这个世间会怎样？所以，每当有阳明司坠入魔道，走上邪路时，就用这把剑封印他的力量。我小时候也被他割伤过，但只是修为受损，从未丢失灵力。我想，或许只有你能发挥他的威力。我？为什么？落月的铸剑师叫杨宁，字子成，是端木家初代阳明司的门客兼首徒。子成，落月。据说为阻止端木落月大开杀戒坠入魔道，杨宁自断一臂铸成此剑。活着时，他与此剑形影不离。离世后，弟子将剑献于端木家。我猜，你是杨宁的后人。从小就听说我家祖上是大除妖师，我一直以为是瞎编的。你是早就知道才选我当影灵的吗？不，当时我并不知道，那时是因为还剑入鞘，奇风自解，也就是说找到剑鞘就能解除封印了。好，等你养好伤，我们就去找剑鞘。没用的，因为落月是无鞘之剑。师父，我记得那落月原本就没有剑鞘吧？对呀。那您为什么还……那是唯一的破解之法，能否找到，全看缘分吧。或许，我希望他找不到，如此一来，那孩子便可以脱离宿命，回归自我。这也是你的愿望吧，尹。去哪儿找剑鞘啊？我家你去过的，连我爹妈的坟都是我自己修的，那啥都没有啊。可能他一直在你身边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我们走。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司徒大人，司徒大人，请留步啊！让开，我要见阳明司。阳明司大人身体不适，不能见人啊。二小姐，二小姐不好了！小声点，什么事？前门出事了！听说阳明司受了重伤，我们司徒家连夜来探望，怎么连面都不让见？你们端木家就是这样待客的？
司徒大人息怒，阳明司大人他……少掌门身受重伤，需要安静休养。各位先请回吧。哼，听说阳明司是被影灵所伤，我早说了，那种影灵留不得。你们家少掌门真是自作孽。我们端木家的事，不劳您费心。哼，这是前些日子阳明司托我查办的巨魔灵，此物灵力过于强大，我也只能将它暂时封存。阳明司人呢？我说了，阳明司需要静养，你听不懂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搜捕巨魔灵本是你们端木家所托，我们完成了任务，总得来通报一声吧。阳明司固然需要休息，可这封魔符最多只能管到天亮，到时候邪物脱出，就不是我们司徒家几个魂师能对付的了。二小姐为何面露难色？哦，对了，我来时听到一个传言。什么传言？阳明司被落月剑所伤，丧失灵力。一派胡言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思云，太奶奶，此话当真？端木溪，我没事，就快到家了。只要拿到那个东西，就能恢复灵力。你为什么这么在乎力量？灵力就那么重要吗？我说过，灵鬼的境与欲是成正比的。多少妖魔鬼怪都在等着我衰弱的时刻。那不做阳明司不行吗？有时候我真羡慕你，总能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。杨锦华，世上还有比妖魔更可怕的，那就是人。小心，有人！思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希儿不是出车祸吗？怎么变成被落月所伤？太奶奶，思云是担心太奶奶的身体，所以才……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？希哥哥确实被影灵杨静华用落月剑所伤，但是否失去灵力还无法确定，请太奶奶不要听人胡言乱语。是不是胡言乱语？请阳明司出来一验便知。若真没了灵力，别说阳明司了，连掌门之位也保不住了吧？思明，去看看希儿。是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，谢少爷他失踪了。什么？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到。刚才值夜的说，在后门看到过谢少爷。后门？少掌门去那儿干什么？哎，你看到了吗？没有啊，你呢？哎，也没有。哎呀，少掌门到底去哪儿了？真是急死人！七少爷怎么会失踪呢？再去那边看看。走。端木失踪，不行，不能放弃，一定要出去找到端木，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。糟糕，这巨魔灵越来越强，我马上就要控制不住它了。太奶奶，思云有个不情之请，请准许思云暂代希哥哥行使阳明司之职，净化巨魔灵。可是你，思云每天勤学苦练，哪怕灵力及不上希哥哥，但净化之法早已烂熟于心。思云有自信能将此物净化。去给我把少掌门找回来。可是家里没有。再找，家里没有就出去找，天亮之前我要见到他的人。可要是少掌门身体没恢复，只要人醒着，就是抬，也给我把他抬回来。1小时后便是日出，若阳明司回不来，酿成大祸，就劳烦端木家给个交代了。1个小时对你们来说绰绰有余吧。
操！谁呀？大半夜站路中间，想吓死爹啊！啊，司徒律，多木西，少长们，别来无恙啊！喂，你还不接受上次的教训，想找茬不成？我守了几个小时，就为见您这一面。1小时后便是日出，若杨明思回不来，酿成大祸，就劳烦端木家给个交代了。多木西，喂，多木西！太爽了，没有比报仇更爽的事儿了。今晚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反派讲来讲去就这些台词吗？少废话！落月剑在手，日你到白头！嘿，输出光凭吼，怕你是小狗。为什么剑锋凌厉了许多？今非昔比，哥也在进步。切，骗你的！糟了，轻敌了，他目标是多木西。别了，杨明思！端木西，2个残兵败将，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！端木，再坚持下，马上就到家了。端木西，真没想到你也会夹着尾巴逃跑，被自己挑的影灵封掉灵力，你做梦也没想到。会是影灵的克星，你别冲动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只能用最基本的灵符之术跟他拼了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养虎为患，引狼入室。哼，你们俩真是我见过最作死的一对儿。也来送送你们！啊！去哪儿了？端木西！啊！别耍花招，小人危险！不能干掉他吗？灵符阵只能将他暂时困住，我现在失去灵力，打不过他。多木西，你师父说还剑入鞘是第2种解封之法，那第1种呢？你没必要知道。是要我消失，对不对？那你除掉我吧，拿回你的力量，别再东躲西藏了。你是万人敬仰的杨明思啊，不该受这种屈辱。闭嘴！我从始至终就没怪过你。就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怪我，我才会更加……多木西，烦死了！当家闺秀的舌脸简直要命！窗户不行是吧？老娘走正门。为了端木，我豁出去了。
难道那个时候他已经……你怎么不早说？居然撑到现在！静华，你听我说，等下他追上来，你先走，不要管我。你给老子闭嘴！叫救护车！必须马上止血！你……我们私自出来，不能让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你问过我，为什么对力量执着？我这份力量与生俱来，除了使用它，我没有其他生活方式。失去力量，我就失去了存在意义，你明白吗？我好像能够理解面前这个人了。他一直用强大的力量撑起强硬的外表，一旦卸下那些力量，他也会迷茫、恐惧、不安。他不是神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死了，我也完蛋，我才不会自己逃走呢。那是骗你的。这条流苏由我的胎发变成，是我的生命之源。即使我不在了，只要你还带着它，就不会消失。你走吧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保护好你了。走什么走？180指距离限定，你忘了？从现在起，你自由了。哟，你们两个躲在这儿亲热呢？一个灵符阵就想困住本大爷，做梦！这次让我来保护你。走，端木溪。你走吧，这是命令。记住答应过我的事。大人，您这是为何？凡事都有一个终结，或许这便是我的结局。大人，落叶大人！真是难看。你答应过本座什么？银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该本座问你。你不是要保护杨明思吗？怎么反被他扔到这儿了？端木溪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才……对了，你可以救他，快去救他，他快不行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是最关心他吗？混账！能救本座早就去了，只恨本座无法离开端木家的后山。那我去。就这样跑过去，端木溪的尸体早凉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看看你的剑，落月剑。你感觉到了什么？他想用幻觉控制我，想让我杀死端木溪，可我不会重蹈覆辙，不会再被他控制。听好了，每把剑都倾注了铸剑师的情感，落月剑也不例外。要用好这把剑，你不能抗拒它，要理解其中的意义。大人，大人，这是杨宁的感情。去吧，此后天高地阔，跟我不同。你是自由的。大人，您错了，我早就放弃了自由，我会完成您的嘱托。若这是您的终结，那么我……据说为阻止端木落月大开杀戒，堕入魔道，
杨宁自断一臂，铸成此剑，从此剑不离身。昨日天高地阔，我今生想去的地方只有一个，您的身边。谁？我绝不离开你。偏要老娘发飙！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仓库那边。你去看看。是。哎呀，糟糕！这魔物力量太强，我真要压制不住了。太奶奶，请让我试一下吧。不行。老夫人，情况紧急呀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等它进化完，你就会说是杨明思失职了吧？事实本就如此啊！试问老夫人，自古以来，若杨明思失职，该如何论处？严重的，自然是废除杨明思吧。废除杨明思？为什么会来？距离限定已经……格斗 M， 行吗？怎么这么快？好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本来对你没兴趣，既然你赶着送死，不要东张西望！以为我还会中招啊？这是司徒家的镇宅之宝，鬼令符，任何灵鬼都无法摆脱它的掌控。既然无法控制，强行闯入好了。这是……完全没有漏洞的灵魂是不存在的。鬼令符会找到你心中最脆弱的地方，让你慢慢陷入绝望。你就等着成为小爷我的傀儡吧！杨靖华，快跑！你这混蛋，就剩半条命了，还来碍什么事？嘚瑟！我让你嘚瑟！你欠我的东西，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！你给我放开他！想救他，就凭你？告诉你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穷尽一生都不会放过他。你为什么这么恨他？他害死了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人。端木溪做过多少出格的事，你们不会忘了吧？刚愎自用，目无法纪，强收引灵，当众赐剑。如今又丢失灵力，杳无音信，陷世人于危险之中。如此不仁不义，无法无天，这个杨明思难道不该废吗？住嘴！杨明思岂能由你随意诋毁？啊，对了，他是老夫人从外面收来的野孩子，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当杨明思啊。我说的不都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吗？当年神龙家那个疯女人可是闹得满城风雨啊！给我住口！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女人！太奶奶，你别动气。是啊，这里就交给四云来处理吧。把他给我赶出去，赶出去！哦，那我偏不走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？
站住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端木不在，我替他看着这个家呢。你说谎，端木溪绝不会杀人。萧影灵，你真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他。这个野种本来就不该存在，被他害死的人，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他就是个杀人凶手。计划，小心！得手了！那个头伤，这条流苏由我的胎发变成，是我的生命之源。即使我不在了，只要你还带着它，就不会消失。放手！死到临头还逞强，该放手的是你。这个要是断了，你的影灵会怎么样？我很期待哟。端木溪，你的影灵倒是只忠犬，始终没肯透露你的生辰八字。但诅咒人的方法可不止一个。杨锦华，你走吧。端木，别看了。端木溪，求你别看了。现在很想死吧？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我就是要你生不如死。端木溪，又是你！你刚才说端木什么？差点忘了，这丫头也是灵媒师，又是燃阳之体，会些法术。野孩子，那你们又算什么？你们生活的场所，沐浴的阳光，呼吸的空气，都是这个野孩子用性命换来的。你们司徒家自古就受端木家恩惠，没了他们，你们根本活不到今天。那也改变不了端木溪失职的事实。失职？他平时做了什么？你真的知道吗？他总是一个人默默的付出，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做好了一切。口说无凭，以前的事谁也说不清。如今巨魔灵在此，若他天亮之前回不来，就是板上钉钉的失职。他会回来的，因为他有最好的影灵在身边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惨样，真是活该呀！端木溪，小影灵，你还不走啊？不会是想留下看热闹吧？我赢不了你，但有些事还是能做的。杨九华，答应我，这条流苏绝对不能损毁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计划，不要！端木溪，我终于不欠你的了。拿回你的灵力，好好做回你的阳明寺。杨锦华，死灵都骚动起来了。不好！怎么巨魔灵突然涌动起来了？什么？应该还没到时辰呢。你们保护好太奶奶，我去封住那个魔物。太奶奶，我做的好不好？能当阳明司吗？
当阳明司有什么好啊？太奶奶呀，只希望你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普普通通的过一辈子。傻孩子，哼！端木家号称人才济济，精英辈出，可明事理的只有一个呀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二小姐帮忙！是。无之力，尔等卑贱之辈，亦敢窥伺？退下！这力量是什么东西？是妖？不对，是魔吗？别过来！你究竟又是谁啊？贱民，岂配之无名？杨静华，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永远别忘了你的名字，别忘了自己是谁。小祭司，难为你这么拼命，可惜已经迟了。这个赌，你已然输了。哎呀，杨家最后的血脉就这么没了，这孩子运气也太差了。你是？真巧，出来后见到的第一个活人，竟然也是个阳明司。小祭司，你的运气也不太好啊。你竟然能读灵魂的思维，这能力是从地狱归来的证明。原来你我都是注定命赴黄泉之人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你可知道我要做什么？知道。我本被封印在杨家人的血脉之中。如今封印已解，待7日之后，他魂消魄散，这世间便再无人可拦我。小祭司，你又能奈我何？若他7日之后长存于世，我也是阳明司，我知你寿数。你能保他多久？1年。我以命魂立誓，他既不会成为游魂，更不会成为恶鬼。直到我死，你敢赌吗？好，我就看看你这后生要如何逆天而行。这个赌你已经输了，杨静华魂魄已散，不会回来了。怪我，别过来！这种杂碎也敢妄称魂师？跳梁小丑，岂敢造次？小祭司，真当我不会杀你？抱歉，让前辈失望了，我还没有输。就凭这把剑想镇住我，你可不是杨宁。我知道，
你已经没有灵力压制我了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有什么？我的命！二小姐果然出手不凡，过奖了，这也是我的分内事。二小姐如此泰而不骄，这才是阳明寺该有的气度。老夫人，您说呢？老夫人，阳明寺之位可容不得一刻空悬啊！二小姐如今净化巨魔灵，足以证明她的能力。若您还为端木家着想，就该以大局为重，责立二小姐为阳明司啊！不许胡说！还是说二小姐在您心中就这么不堪吗？阳明司哪能随便废立？有什么事，等端木回来再说。端木家派了那么多人去找，可他人呢？我和杨静华约定过，他一定会带端木回来的。那个影灵如今不知所踪，死无对质。秦小姐与其信口开河，不如拿出点真实的凭据来。我是个外人，可依仗的只有秦家人的身份和燃阳体质。恳请各位等到天亮，若那时端木还未归，我保证，只要我在，秦家永不参与阳明寺的联姻。而我将自愿留在端木家，做下一任阳明司的工具。哼，这样信任一个影灵，值得吗？奇怪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爸爸妈妈，对了，他们已经……不止他们，你也死了呀。我？快去吧，你父母在等你呢。不行，迈不出去。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了。不是的，杨静华。谁？杨静华。对了，我还不能走。杨静华。端木落狱。蠢货，竟然浪费我的一番好意！闪开！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哟。可他在叫我。那又怎样？阳明寺和影灵不过是主人与狗的关系。我都说了，他在叫我。静华，我要送你们下地狱！你不能动他。我不仅要动他，我还要搞你，附着你的身心，吞噬你的灵魂。痛苦吧？静华，割掉线几分钟，你就把自己搞成这样？
竟然破了我的御魂之术！熊孩子，叫爷爷。你刚刚虐端木虐得挺爽是吧？知不知道他是谁罩着的？嗯？我死也不让你们在一起！一路走来，我都看着他，他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，他为世间付出一切，却未见世间回报他分毫。我不想再看到他被人践踏，受人欺凌。是的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你不能斩的人我来斩，你不能伤的人我来杀。既然你要守护这个世界，那么我便保护你。这就是我停留于世的全部意义。秦小姐的决心真让人敬佩啊！可咱们还是得按规矩办事。老夫人，天可亮了。太奶奶，恳请二小姐出任阳明司，恳请二小姐主持大局。我端木似云，一定恪尽职守，不负众望。二小姐，请。我杨静华是阳明司的影灵，我承认的阳明司只有端木溪一个，有谁不服，先过你爷爷我这关。秦小姐的决心真让人敬佩啊！可咱们还是得按规矩办事。老夫人，天可亮了。太奶奶，恳请二小姐出任阳明司，恳请二小姐主持大局。我端木似云，一定恪尽职守，不负众望。二小姐，请。我杨静华是阳明司的影灵，我承认的阳明司只有端木溪一个，有谁不服，先过你爷爷我这关。端木溪，我来应付，你去拿剑鞘。你能行吗？别废话，快去。天下第一术，你是说剑鞘就是那个牌匾？对，你说过，那是你父母留给你唯一的东西。糟了，我放哪儿了？应该就在我屋里。我去，放哪儿了？在哪里啊？不会被扫地阿姨当垃圾扔了吧？希儿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的伤都没好呢，害我们担心死了。被一只虫子缠住，脱不开身罢了。司徒家的丫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绿儿，绿儿，姑姑白疼你了，连个人都绊不住。巨魔岭又活动起来了！啊，怎么会？不是净化了吗？区区巨魔灵，
少掌门一根手指头就能解决了，是吧？都怪二妹进化不利，还请西哥哥亲自出手。端木，西哥哥，少掌门这是怎么了？总不会是害怕了吧？端木现在重伤未愈，在其位谋其职，净化妖魔可是他的责任。你以为阳明司这么好当吗？净化。还剑入鞘，疾风自解。这样，这样，还是这样？这尼玛，要怎么还剑入鞘啊？这是落月剑的共鸣。糟糕，这才是巨魔灵的本体吗？好强的魔力，有点棘手啊！少掌门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少掌门，别撑了。小溪，姑姑知道你没有什么灵力，这样下去死路一条。不如这样，你把阳明司的位置让出来，我们帮你。谁？阳明司什么时候轮到别人使唤了？你叫出手就出手，你叫干活就干活。合着端木家的大祭司是给你打工的，我们端木少爷的工钱，你给得起吗？你，净化。阳明司是站在阴阳交接、承载亿万祈愿的人，他的力量是天下苍生的福祉，不是你们争权夺利的工具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看来窍已归位。直探这命数，天道轮回，无人能脱离得了啊！哼！怎么回事？多少年没见这种规模的灵力了。还以为要嗝屁了。少掌门息怒，小的们多有得罪，还请少掌门恕罪。喂，你搞什么？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不是，耳朵太痛，没控制住力道。耳朵痛？这是控制我力量的法器，一旦灵力失控，它就会自动压制。我操，这个人太可怕了！少掌门恕罪，请听我解释，这是个天大的误会。二妹甘拜下风。在那之后，老夫人对司徒家做出了严厉的惩罚。具体罚了啥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当时……跟我回房。啊？喂，你没事吧？还是叫个医生。不要，等下司命会处理的。司明又不是医生，听哥一句劝，生病了一定要去正规医院，不然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下半生的幸福就……你干什么？别动，一会儿就好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
有力量涌进来了。抱歉，伤了你，但你也赐了我三车瓶。哎，刹车瓶！睡着了！救命啊！人压鬼了！金石友，杨静华，你对我男神做了什么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听我解释啊！解释个毛线！混蛋，去死吧！我已经死了。还在想那件事，是时候放下了。不，这次是我们轻敌了。那个影灵看起来不着调，但毕竟是杨宁之后，不会再有下次。杨静华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。哼哼，能耐，哥有的是隐藏技能，但凡见过哥出招的都已经死了。我打，829式10连击，耶，39局连胜。什么鬼招式？名字敢再俗烂点吗？棋手打游戏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你就是这样用端木给你的能力啊？啊，端木，穿这么帅是要去哪里呀？人家也要去。你们都别跟了。我叫杨静华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没车没房没工作，连小命都玩脱了。这帅哥叫端木溪，我死后就跟了他。这家伙性格有些不合群，这2天还总是避开我。虽然疑惑的事情还有很多，但来日方长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吧。今天天气真好。最近，我遇见一个人，他总是出乎我意料，一会儿闯祸，一会儿又很可靠。你知道吗？他竟然说要保护我。我以为除了你，不会有第2个人再这么说了，居然说要保护我。我不敢让他知道我做了什么。总有一天，他会知道一切。到那时，他一定不会原谅我。子成，当日你我立下誓言，可曾想到会成今日之局？子成，你说这是命中注定，还是孽缘？吾独自穿过千年时光，能否在今日将一切画上句点？我叫杨静华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穷的只能搞点计算机维修过活，凭借过硬的技术，勉强能混口饭吃，被邻居们封为1代机王杨大师。老天爷可能也眷顾我搞基水平好，所以选了辆土方车收了我，给了我一份新差事。只可惜，中国未来少了个杨化腾。杨静华，你饿死鬼投胎啊？哼，我他喵的被车撞之前3天没吃上饭了，你说我饿不饿？你喷了我1脸，能斯文点吗？他叫端木溪，是维护世间阴阳平衡的阳明司，而我是他的影灵，说白了就是马仔。你斯文个毛啊！每次吃饭就我俩，你又不吱声，跟个木头似的，可不就像我一个人在吃吗？我没打嗝放屁一条龙已经很收敛了。那下次我把一家人都叫上。静华呀，
最近你跟希儿处的还行吗？你跟她睡一起习惯吗？希儿会不会踢被子呀？会不会冷呀？冷的话尽管跟我说，我让下面人给你们加被子。还是算了吧。虽然他是个硬邦邦的男人，但说真的，他真是无所不能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金牌出腰，王者鲁班，完美的让我等屁民怀疑人生。话说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都没正经教过我什么，影灵都不要培训的呀？我学什么都很简单，所以也不太擅长教别人。阴阳怪气的臭棺材！端木溪，总之我要变强。上次你打赢了我师傅，还不错。不够，至少不能输给那个红毛臭狐狸。哦，隐者，我明白了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你徒弟了。什么？喂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这家伙叫银哲，是个狐妖，在端木家的后山自立为王，厉害是厉害，但总是阴阳怪气儿的。等等，端木溪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银哲做过影灵，你可以向他请教。他又是你想打倒的目标，由他教你，最合适不过。哼，要是本座不教呢？上次你输给我，现在没有反驳的权利。我先走了，你们看着办。端木溪，我才不要教他呀！阿西，你这样把他丢在这儿，就算银哲大人不欺负他，其他妖怪也不会放过他的。你为什么不自己教他？你那么厉害，知道的又多，明明你才是最好的老师。我时间不够。时间不够。那个死红毛，竟然让本大爷蹲马步，还说是基础。哥是灵体状态，又不用练肌肉，他绝对是在坑我！给我站住啊！别跑！看你还往哪儿跑！住手！光天化日，敢在老子地盘上撒野！怎么又是你？这小子是妖，我们妖之间的恩怨关你屁事！那也不能欺负女人！你哪只眼睛看见她是女人啊？总之老子的地盘，老子说了算。哼，要不是看在杨明思和银哲大人的份上，兄弟几个今晚就报了你。走走。随时恭候你们。小朋友，你不是本地妖吧？这是杨明思住的地方，赶紧离开吧。感谢贵人相救，请问你是？硬要我说的话，哥是杨明思的影灵。听说当代杨明思是史上最强的灵能力者，你真的是他的影灵？居然看不起我！哼，小屁孩，来见识见识本大爷的威力！怎么这么帅？好厉害，野灵大人！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小跟班，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。哼哼，现在知道哥的厉害啦！服了服了。对了，野灵大人，您和杨明思大人关系那么近，能不能带我去见他？你要见端木溪？我有事相求。但是，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，我也担心杨明思大人会不会很凶。没有的事，端木他很随和，所以见面的事包在我身上。太好了，果然还是句句的大腿粗。
嘿嘿嘿嘿嘿嘿。不见。啊！为什么？你不是很好说话的吗？谁告诉你我很好说话了？你就去嘛，就一下下。我知道你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宝宝。别给我贴标签。而且他是妖非人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对妖怪好了？端木溪，我在小兄弟面前 flag 都立了，你呀这不是啪啪啪打我脸吗？唉，但的确，他其实一直都是这副死相，全家人都和他说不上话，觉得他好说话的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哎，野灵君君，姚明寺大人要来见我吗？今天天气不错啊，这样嘛真不错。我们去哪儿散散步？跟着我走啊！看，这是我的护身符，把这个送给姚明寺大人怎么样？哦，很漂亮啊。可这是你的原身吧？你把原身送人，不等于把自己送了吗？也是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其实他最近有点忙。果然，大人是不会见我的。不，他会来见你的，只是最近真的特别忙。你为什么那么想见他？我的家乡被毁了。我跟着长老们出来寻找出路，但他们都没能成到这里。听说阳明司是倾听天下祈愿之人，我想请他救救我们。原来你这么小，就这么命苦。我已经在这里徘徊很久了，这里的地气并不适合我，这样下去恐怕我也……你别着急，我再去跟他说说，再忙也抽个时间。谢谢你，幽灵君君。你就在这儿乖乖待2天，别去惹山上那群妖怪哦。端木溪，你到底去不去见他？别烦我，忙着呢。这些鬼画符还没有一个生灵重要吗？他的家乡被毁了，全族人等着你去救呢。你是不是把那个小妖当朋友了？静华，妖不可信，别被迷惑了。西少爷，林大人到了，正在院子里等您。知道了。端木溪，最后一遍，去还是不去？我说了不去就不会去，更何况是个妖怪。哼！师傅。希儿，快来坐。这些东西，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复魂宿命阵，传说中能将灵魂锁住的阵法，我需要它完成一件事。希儿，你可知此法为何被列为禁术？我知道，但这件事对我非常重要，这关系到他的存亡。什么倾听天下人的祈愿，根本就是伪光正。啦啦啦啦啦，进阳明寺喽！啦啦啦啦啦，进阳明。小不点儿，居然还在这儿招摇过市啊！之前捡了条命，就该乖乖跑路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带他去见银哲大人。好啊。小石头。喂，小石头，小石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小东西，听不懂妖话是吗？滚出这座山，远离阳明寺！要是再敢踏入半步，就叫你元神皆毁！我一定要见到阳明寺，大家都等着我。银哲大人，不好了，那个影灵又来了！银哲，你竟然敢动小爷我的人！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徒儿吗？你不去好好练功，怎么跟人学着拉帮结派、搞社团当大哥了？君君，你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就怎么样？哼，你别在那里装彪了，我帮你主人清理心怀不轨的小杂碎，
你该感谢我才对。赶快给小优放人！那好吧，既然我可爱的徒弟都开口求我了，那我也不能不给面子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放了。住手！小石头！你满意了？红毛狐狸，我跟你拼了！竟然为了个小妖怪欺师灭祖，也好，早就想教训你了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还以为自己长进了不少，结果差距还是悬殊。哼，你个当徒弟的，怎么可能斗得过师傅？可恶！谁给你们胆子，敢动我的影灵？端木溪，你竟然跟我动手！我说过，不许伤害我的影灵。这话听得本座耳朵都起茧了。正好，让我见识下传说中的世间最强灵力者。端木溪好厉害，赤手空拳就能打成平手。对了，小石头，小石头，小石头。影灵拒绝。小石头，谢谢你来救我。我马上带你去见端木溪。那道光就是阳明寺大人吧？对，他就在上面，他来见你了。大人他果然是个温柔的人。等见到他，他一定会救你的。其实我本来就要死了。像我们这种生于原始的地灵，离开家就意味着死亡。多亏阳明寺的恩惠，我们才能修炼成形。每年祭祀的时节，我们都会看着祭祀大人的灵光从远方照来。我们被沐浴，被洗礼。我都离开了这么久，或许家乡早就没了，伙伴们早都不在了吧。我撑着一口气来这里，就是想在离开之前见一见那道灵光的主人，感谢他。虽然毁了我们家乡的是人类，可是祭司大人也是人类。只要想着世上还有祭司大人那样的人，我就可以瞑目了。只可惜我见不到他了。见得到，他就在前面，马上就见到了。端木溪，我终于让他见到你了。小石头。小石头，这就是你说的小朋友？他是受过你恩惠的生灵，远道而来，只想亲口对你说声谢谢。你为什么不肯见他？菊花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
端木溪，这就是你维护那个笨蛋的结果。你先管好自己，敢再跟他动手，我就掀翻了这片山头。隐哲大人，你干嘛跟阿西动手啊？吃亏了不是？唉，也许闷了太久吧。哼，他果然是你的儿子啊，隐。我也想念尹大人。静华，哼，这是玉石化灵，其实无所谓死亡。你带着它，说不定将来有天会再修成人形。真的吗？我不见它，只因我无法判断它是否单纯，所以只能拒绝。这方面会有太多经验。我对他特别在意，因为他让我想起一个儿时的玩伴。那时候我每天放学路过一个工地，就能看见一个小孩独自在那玩沙堆。我妈说他中邪了，他们一家就不正常。滚开，不许再欺负他！以后这个人我占了。那天我们还没来得及互相通信呢，他就被家人带走了。小石头跟他有点像，我没能帮到他，至少能帮帮小石头也好。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小学的时候，怎么说也有10年了吧。妈妈，我交到一个新朋友。朋友？你也能交到朋友了？他说他也能看见妖灵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静华，你知道连气吗？你那个表情你要干什么？就是让影灵与阳明司共享灵魂与力量的契约。连气？喂，不是又要亲吧？就算你突然想连那个什么气，咱能换点别的方式吗？好，但分享我的灵魂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别被吓到。这里是我的灵魂之海。端木，人的灵魂会呈现他一生中最美好、最重要的时光。这是我所不知道的端木溪。下面有什么？别看，那不是你该看的东西。来，立誓吧。静华，那个时候，我有很多想问的话，却始终没能问出口。或许知道太多，就没法和他轻松的在一起了。端木家守卫森严，后山又有狐妖把守，我们要如何寻找突破口啊？要不从那新来的影灵下手？我看他挺弱的。别傻了，你们想想，他来到端木家，有谁占到过他一点便宜？直接从少掌门那儿下手就可以了。啊，他可是大祭司啊！只要让他和那个影灵分开，就有100种办法制服他。稍稍利用一下吧。我家小溪不会拉帮结派的欺负人，你确定不是你家孩子先动的手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家儿子动手了？小溪，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血小板排斥反应？你是他的妈妈，居然孩子有这么严重的排异反应，也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。幸好这次出血量少，否则出了事，算你的还是算医院的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谁知道他家孩子那么弱不禁风？我看是想碰瓷儿，找我们讹药费吧。哎呀，你当心哦，不能给他。圈，带上小溪。
我们搬家吧。是。玉石化灵，其实无所谓死亡。你带着它，说不定将来有天会再修成人形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。杨建华，说好了陪我上台吃鸡的呢。喂，端木希就在隔壁，你不要形象了。要个屁！反正他又不会喜欢我。这个抠脚大妈是端木希的未婚妻。为了迎合准人妻的身份，一直装作贤良淑德的样子。但自从我入了正房，她似乎放弃了治疗。永乐，你长大，到现在一把鸡都没有吃上，你到底配不配玩啊？灵符，这些都是你画的？还不是那个红毛臭狐狸布置的。尼玛，可都多少年没写过作业了。画成这样，不愧是真正的鬼画符。小屁啊！看姐给你示范一个，灵符是这么写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好像很擅长制服。嗯？当当当当！你怎么还在上面写英文呢？啥意思啊？笨蛋。GAY， 读 gay， 是 You are God 的缩写。古代欧洲跟中国古代一样，字都是从右往左写的，所以 gay 这个词是从公元15世纪起源，意为你是神，以此为咒，以获得神的保佑和庇护。国际发展迅速，有很多西洋鬼魂进犯，这是非端木家擅长应对的。所以这符文能让洋鬼们远离我西。端木希是 gay， 的确，端木希就是如神一般的存在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再多写一点，庭院到处都贴着这个，免得被那些洋鬼打扰。好想法，清华，看来还是你对我西好。生前读书少，做鬼被人搞，这下看我西还怎么宠幸你。杨继华，你在写什么呢？你看，这是我为你写的。怎么样，小爷我知道你不擅长对付洋鬼魂，特地多给你写几张防身。你记住了，在国内你叫杨明思，出了国就是 gay。这你个大头鬼！你们两个，跟我来。西，你走慢点儿。哼，人家一片好心，不想当 gay 就不当，甩什么脸？这商场怎么一个顾客都没有啊？今天我包场了。你这又演的哪出？西，你是在陪我逛街吗？嗯。耶！啊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这上也好看啊，这个包也不错。我去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竟然也会压马路？我能陪他过生日的机会，大概也就这一次了。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嗯？啊，这件好赞，这件也超亮，怎么办？都想要。今天你生日又不差钱，全买不就得了？杨继华，别以为你死了就能偷看老家换衣服，滚出去！嗯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端木希说的。他居然记得我的生日。谢谢惠顾，请慢走。我还没付钱。今天秦小姐在我们商场选的所有东西，都由门外那位先生买单。我勒个去，有钱人就是这么撩妹的。这个好看吗？还行吧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上架。哇，面泽条。
这边好像模特明星哎，男神配女神啊！拍下来发朋友圈。明明我们3个一起逛街，可是，在旁人眼里，只能看到他们2个。有刘先生，有刘先生，小石头。这一下要是在实战中，你就已经死了。臭狐狸，别动不动就搞偷袭！还有个都是死了好久的人了。敢在本座的课堂上开小差，下次揍得你丧魂。切，你那什么猫咪拳一点都不痛。不痛？是啊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嘿嘿，你再来打我呀！你该不会跟端木溪连气了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连气后，我和端木溪共享灵力了。劝你别惹哥哦，哥现在天下无敌。杨金华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身为本座的徒弟，除了我，不许输给任何人。打不过就躲，躲不了就跑，扯皮耍赖都无所谓。总之，要先保护好自己。好 low 啊！好怂的师门。这教的都什么鬼啊？耍赖逃跑，小爷还要你教？溜了溜了。你跟他来真的？我总不能每天看着你折腾我的影灵不管吧？不对，这不是真正的联系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别仗着恢复快，就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。那些伤害都是不可逆的，总有一天你会承受不起。只要你教他的时候注意分寸，我就不会受影响。合着是专门来治我？他想变强，我也希望他能变强，这样他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走。这件事不许告诉他。就算这样，你还是我的。金华，你必须变强。让你家孩子以后别招惹我儿子。什么妖怪不妖怪的，我家没有那种事。永流先生，永流先生，小石头。你干什么？那个小石头出生了，还有人养。我没从这块石头里感受到灵气。再说，地灵修炼成人，至少也得几十年。可我真的看到了，不骗你，一定是我天天带他在胸口，滋养他、爱抚他，所以他对我显灵了。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我说你这人啊，就是这样。就算学习好，也讲究劳逸结合，好吧啦？你现在要么宅在家里找研究，要么就在学校里拼命读书。大自然风景那么好，也不出去接触接触，有毛病发啦！怪不得感知不到小石头，你自己就是烂木头啦！咦嘿嘿嘿！你给我出去！谁呀？端木溪呀？发什么神经啊？上课呢。哼！
小爷我今天出门还专门给你贴了灵符护佑呢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好痛啊！抱歉，你没事吧？这位同学是我们系的吗？我是之前分来的实习老师，现在做倪教授的助教。嗯，他能看到我。我的挂坠，刚才还在的。挂坠，一个绿色的小石头，很重要的东西。是那个东西吗？玉石化灵。很奇怪吧？不会啊，神话中有不少类似的说法呢。这个世界很大，没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不过，这玉石和你有什么故事吗？你这么在乎它？也没什么啦，就是很像以前我认识的一个人，但已经好多年没见了。你看上那实习教师了？啊！我去，你跟踪我！人都死透了，还撩妹。自打跟了你，老子就没碰上什么正经姑娘，全是悍妇、人妖、女神经。好不容易碰到个能看见我的正常妹子，爽爽又怎么样？我和她一人一鬼，又不造成实际后果。对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这个东西是你的吧？哼，端木溪，怎么对你越好，你还越来劲儿了？刚刚有课，让你久等了。杨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老板日常家暴员工，反正隔皮厚耐操。以后不选这老师的课，每节课都点你。我只是来蹭学分的。这老师谁啊？现在大学生怎么都这样？眼里还有没有老师了？算了算了，是我讲课不够有吸引力，不怪他们。谁说的？我就很喜欢。是吗？杨静华，下节课要开始了，跟我走。哼，小爷不是你想干，想干就能干。小爷偏偏不稀罕，偏偏不稀罕。你是什么时候来实习的？我已经来了快半年了。我没见过你。那是因为端木同学你的出勤率实在是太低了。回去再收拾你。切，谁怕谁啊？他其他方面都挺好，就是老发神经。或许我真的不适合做老师。不会啊，我就觉得你挺好。为人师表，授业解惑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我从山村来，拼了命考进名牌师范学院，还读了研。这次实习之后，我就能获得教师资格。虽然大家都削尖脑袋想留在这里，但我不在乎。我想回我的老家，那里的师资实在太匮乏了。所以，我想成为独当一面的好老师，再回去帮孩子们。可我总是失败。谁说的？他们只是不理解你。只要多和学生沟通交流，互相增进了解，一定会有效果的。可他们都不愿意和我说话，就连刚才的端木同学也是。那就从最难搞的开始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女老师做的，要尝尝吗？我不随便吃外人做的东西。我跟你讲呢，人家小姑娘呢人很好的，工作卖力又会持家。一会儿她来了呢，你就卖个面子，跟人家好好说话，就当多交新朋友了嘛，好不好啊？你是媒婆吗？看她来了。嘿嘿。过来，听我说，对，一会儿你就先去，然后再。抱歉，我来迟了。我去买水。好的。
一心想让我和同学们打成一片，才找借口把你约出来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做蛋糕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端木同学要不要尝尝看？哦，好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啊！端木同学，端木同学，端木同学，你的灵力那么多，见者有份，分给我吧！这点迷药就想放倒我？我做了快10年的养命司，比你奸诈狡猾的怪物见得多了。你早知道我不是人，为什么还要吃我的东西？我得给某人上一课。静华，有些事，就算我解释，你也不会相信。你回避一下，给我几分钟。我会让你看到事情的真相。我没有骗你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需要力量回去帮那些孩子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曾经相信过你，可惜我错了。多姆西，能站起来吗？还好。你干什么？等等！再乱动，哥就强吻你。大学实习教师，毕业考研期间意外身亡，真可怜。明明那么努力，离梦想只差了一步，换作是我也不会甘心的。我没想到你下手那么干脆。他对你有企图在先。那种弱小的灵，本来就会很快消散。他想利用你让我吃下迷药，夺取我的力量。我略施小计，他就露出马脚了。我是不是很坏？我之于灵鬼，如金钱权力之于常人。一离开端木家的结界，这些东西就会找上来。现在想来，和他相遇时碰到的那个红衣小女孩也是如此。端木希，就没有毫无企图接近你的灵鬼吗？对你无所欲求，不会心怀不轨的人，难道一个都不曾有吗？有啊，就在这里。不止哥一个，小石头也很善良的，他真的显灵过。来，你再看看。计划，神谕，这世间没有显灵一说，一切所见，不过是人们内心最深的渴望，一切，都只是你的想象。报告，经过我们几天的追踪，杨静华和端木希，他们不仅没有分开，反而感情更加深厚了。哼，别担心，我神龙吸人下的蛊，有哪一次不曾应验？你真的只是我的想象。影灵先生，小石头。影灵先生，杨明苏说谎了，我不就在你面前吗？杨静华，你在做什么？那时候，我每天放学路过一个工地，就能看见一个小孩独自在那玩沙堆。我妈说他中邪了，他们一家都不正常。滚开！不许再欺负他！以后这个人我占了。那天，我们还没来得及互相通姓名，他就被家人带走了。妈妈，我交到一个新朋友。朋友？你也能交到朋友了？嗯，他说他也能看见妖灵。让你家孩子以后别来招惹我儿子。阿姨，你儿子和普通人不一样，
他能看见各种妖灵，您得帮帮他。什么妖灵妖怪的，我们家没有这种事。听说那怪胎住院了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他妈妈也神经兮兮的。我妈说他们一家都邪门。找谁呀？奶奶你好，请问这家人去哪儿了？他们啊，1个月前就搬走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最后，我们连道别都没来得及。很多时候，有些人在我们生命中匆匆而过，回首之时，一切都已物是人非。杨景华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真的能帮我找到那个孩子吗？当然。我想保护他，我答应过他的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。是我的逃避伤害了他，如果可以弥补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会给你机会的。杨景华，你在做什么？端木，你来了，我在和小石头说话呢，你看见他了吗？他就在这儿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小石头，快看，他就是你一直想见的杨明思。原来是他在作祟！住手，端木！你在干什么？别过去！他已经被筑基物化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石头，是你自己在和自己说话。幽灵大人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你。他明明就在这里。景华，你醒醒！小石头，眼神涣散，应该是被催眠了。这么强烈的心理暗示，必须要有维系法术的物件。难道说是蛊？到底是谁，在什么时候动的手？蛊由心生，能让人看见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，仅此而已。如此复杂的法术，我竟完全没有察觉。对不起，景华。端木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被人下蛊，借蛊必须破除维系法术的物件。破除物件？可那是小石头的原身啊！我还有事情要问他。幽灵大人，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了。真的吗？在哪儿？他就在……成了。小石头，小石头，只差一点点就能找到他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！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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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连你也要阻拦我？我刚才怎么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的情绪变得这样不受控制。我只想守护一个人，怎么就这么难？时机成熟了，下一次外出，那影灵绝对不会跟在端木溪身边，剩下的事就看你们的 freestyle 了。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就在你对面。哪儿呢？没看见啊。斜前方，环游45度。啊，这儿呢！我操，包的这么严实，我们又不是来偷情的。我的发丝太显眼，不想被人注意。哎，走吧，早点干完，早点收工。哎，先来个美颜自拍嘛。去冰岛出差？是啊，昨儿坐高铁去的。唉，1周看不到我戏，感觉自己要枯萎了。那你怎么不跟着去啊？他不让，说有人会陪他去，我还以为会是你的。谁陪他？他都没跟我说。切，你不是他的影灵吗？不是整天腻腻歪歪、无话不谈的吗？
我都不知道这件事，他甚至都没有向我提起。跟端木一起的会是谁呢？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你未婚夫在我手上，转账赎人。靠！欧阳家这小痞子太欠抽了。欧阳家的是谁啊？就是随端木同去的那个人，一个风水师。欧阳神算，身心顺安，看风水治痛经。他来的那几天记得扣我，随叫随到，包治包好哟。哎呦，长得倒是挺好看的，可惜脑子秀逗了。老娘都绝经10几年了，人活着就要相信奇迹。你妈生你就是个奇迹。别吵了行吗？不是说过别太张扬了？哎呀，难得出来浪嘛，别那么一本正经的好不好？啊，张嘴！你再搞事情，我就日得你。这是这次的任务地点。由于开山修路断了地脉，最近几年这里经常发生大规模血崩，当地部门也束手无策。我们必须重连地脉，逆转风水。好，知道了。对了，你不是收了个影灵吗？怎么没见你带出来？他应该对这种工作不感兴趣。哎，在家玩游戏更开心吧？啊，打游戏？难不成生前是个死宅啊？这二货因为吃错药了。刘伯信心里很不爽吧？最近很拼嘛，昨晚也练到很晚，主人不在就没地方发泄了吗？你也有今天，尝尝孤家寡人的滋味。隐者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跟端木到底怎么了。像你说的那种同生共死的关系，我一直没那种感觉。我跟端木熙其实完全没有默契可言。有时候我都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影灵。这件事不许告诉他。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我只知道，身为影灵，绝不会违背阳明司的意志。誓言一旦成立，便会永远刻在灵魂之中，没有任何外力能将它们分开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你自己慢慢消化。隐者大人，你刚才说的太理想化了吧？影灵和阳明司的情谊确实无懈可击，除非他们自己先动摇了。你怎么穿这么多啊？哈老妈，老朋友来了。我去！白痴！好冷，怎么会这么冷啊？快走了，速战速决。等，让我抱着取取暖也行啊！哎呦，目标已进入任务区域，我们明早就下手。记住，不可伤及普通人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放心吧，阳明司可没那么容易死，只要让他受点伤，放点血，到时候端木家的人不会坐视不管的，就一定会露出马脚。进来。啊，思明啊，希儿到冰岛了吗？到了，但没有入住我们安排的酒店。什么？看手机定位，应该是在山上。山上？就是说，现在只有欧阳家的和他在一起？应该是的。真是奇怪了。思明哥哥，把这次委托内容给我看下。这个地段远离人烟，病原断层较多，据说还有狼群出没。糟了，要是发生意外，或者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，他们为什么没住我们预定的酒店？说是突然发生事故，水管爆裂，好多房间都进水了，所以……思明，马上给希儿打电话，让他赶快离开那里。你干嘛连我手机也关了？晚上不开机，睡到自然醒。还给我！喂，不要吧，今天已经够倒霉了，预定的酒店房间住不了，跑了这么老远才找到这个破休息站，难道还不让好好睡一觉啊？明天凌晨5点就要起来做法哎。这里离任务地点近，再怎么近也得凌晨4点就起床啊。
我不说了，我去睡了。端木，要不要我帮你暖暖被窝啊？不用，嫌脏。哈，尹灵大人这么早就来练功啊？鬼又不用睡觉，难得徒儿这么用功。本座就找几个厉害的小妖陪你练练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今天还挺傲娇的嘛。我和你的师徒有戏，到此为止。好冷好冷啊！我去，才一晚上雪都积这么厚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为什么非要赶在早上5点这一波啊？气温又冷，路又难走。我订了9点的票，7点就得离开。啊，2个小时能搞定吗？所以你快点看一下风眼在哪。真是的，急吼吼的，那么担心你就把他带在身边嘛。你说什么？你没什么。风眼在那儿。你确定？哎呦，看风水断凶吉，欧阳神算世界第一。好厉害啊！活儿还是你好啊！好了，这么快？我去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整个山的气脉流动都不一样了。没问题就下山吧。难怪你那么抢手，达官贵人都来抱你大腿。喂，回去之后组个队吧，咱俩要是搭档，你捧哏我逗哏，生意肯定比那德山社强啊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哪来这么多白色的狼？别慌，你站在我后面，我。不要！当本座这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你没资格管我。如果他不需要我，我为什么还要练呢？你这蠢货！青花，这把匕首是端木溪的父亲给我的，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，就跟现在的你一样。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一件东西。端木溪也给过你类似的东西吧？这条流苏绝对不能损害。青花，不要！你现在还剩下什么？锁灵戒，锁灵戒绝不能摘。你那戒指曾经是我戴的，是尹亲手从我手上摘下的。我以为锁灵戒这个法器，端木家代代相传，世间只此一对。你若不珍惜，我可以随时接管。整座净灵山的妖怪都知道我有多想要。身体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养灵司的灵魂召唤术。阿西出事了，怎么办？你我都不能离开这里。既然能召唤，说明他至少还活着。要不托其他小鬼去看看？不行，如果他真的身陷危机，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所有的妖都不可信。但愿这个引力没有白费我们的教导。
这是哪儿啊？菊花，端木，怎么回事？流了这么多血！此时，再多误解，再多不悦，全部化成泡影。什么自尊，什么立场，全部都抛到脑后。我心中只剩一个念头：保护他，不然我就要失去这个人了。哼，哪里来的狼崽子？菊花，对不起，本不想勉强你的，但是我却发现没有你，我不行。端木，我这就带你回去。我勒个去，这要怎么回去啊？我的手机在山崖上面拿到的，给思明打电话。小心！哼，终于现身了。有种别放狼，跟爷正面刚，来几个刚几个。我操，还真够耿直的。菊花，小心，他们都是灵能力者。知道。看爷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！我操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巨魔雷啊！而且这数量，我来帮你。端木希！对，就是这样。阳明司不能伤害人类，影灵还没有实战经验，那就以巨魔灵干扰不懂战略的影灵，以灵力压制无法对人类出手的阳明司。你们这打法也忒恶心了，我就不信还跑不出去了。以为给个控制技能，老子就无解了吗？锦华，小心身后！好卑鄙啊！菊花，但是一点都不痛啊！端木，你干了什么？给我滚开！妈的！放手啊！还有谁敢挡道？格杀勿论！混蛋，把老子逼到这份上！菊花，菊花，你怎么这么蠢啊？自己捅自己啊！我想着自己是透明的嘛，穿过去应该没事才对的。笨蛋，你拿的是落玉啊！可难得逞一次英雄，你都不夸一下吗？反正亲一下就好了，对吗？要是不行，就亲2下。傻瓜，这次恐怕不是3分那么简单了。你在干嘛？这不是你天天研究的鬼画符吗？原来是这种时候用的。菊花，集中精神，维持信念，不要动。端木希，我们以前是不是在那里见过？菊花。没反应，果然，这本书的关键部分被抹去了。这个针到底缺了什么？
糟了，失血太多。保护你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我来守护你。这个人我罩了。保护我，结成了根植在你灵魂中的信念了。我身为阳明寺，站在所有灵力者的顶峰，冷静想想，德木西，你到底还能做什么？哎，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了？德木西！你终于醒了。秦诗瑶，这是哪儿？端木西呢？这里是端木家预定的酒店。我和思明今早赶到的，把你和西带了回来。放心吧，他很好，就在隔壁。对了，那些袭击我们的人呢？现场除了你们和欧阳家的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我们昨晚发觉事情蹊跷，又联系不上我西，所以连夜出发赶往这里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那你们怎么不叫我？那个时候我不在家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西在为你唱祭。啊！阳明寺为影灵唱祭，简直前所未有。过来吧，秦诗瑶。唱祭不能中断，如果中途我撑不下去，请你帮我，拜托了。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，也是我第一次碰他的手。拉个手就让你兴奋成这样，亲一下岂不是要醉生梦死？话说你怎么没去照顾他？四明不让。为什么？他没说原因，就让我回避一笑。已经没事了，您放心吧。那就好。但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对阳明寺下手？您都熬了一宿了，歇歇吧。这件事我来查。多木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基因呢？有没有缺失？要不要补充灵力？多木西，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闹别扭的。是我没处理好，没有照顾你的心情，而且强行把你拉过来，很不好受吧？还蛮刺激的啦，跟你受的这些罪比起来，我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九华，刚刚是你第一次主动对我使用信念传送。哎，什么？这糟了，一不小心心里的话就……好羞耻啊！我对小石头那样绝情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理我了呢。啊！多木西，你没事吧？欧阳阳，你给我回来！不许耽误我大师休息！这次的工钱全部扣光，再多叫几个人来伺候他。听见没有？是，好，你说什么都对。那个就是欧阳。他和秦诗瑶是青梅竹马。原来如此，他们关系那么亲密，不会擦出什么火花吧？他就是为了追求秦诗瑶才结识我的。
情敌？谈不上，我跟他大概八字不合，但凡和他有关的事，都会遇到各种麻烦，什么停车吃罚单、迷路溜荒郊。那你以后别找他了，让小爷我来帮你。我再睡会儿。少掌门，飞机已经准备好了，今晚启程如何？这么快就回去，真的没问题吗？再睡一会儿就好了。杨建华，你也给我出来！好。每次睡觉都会听，这到底是多喜欢的曲子啊！喂，端木希，已经睡着了。听见风声，吹起风筝，向远去。时间它沉默不语。张轩是谁啊？接下来，我就要亲自去会会杨明思。可这样岂不是会暴露？我们已经暴露了。端木家的人何等聪明，一定知道是我们了。但没关系，现在木已成舟，接下来只要再稍稍推明天就是你的忌日，我一定会亲手把你带回家。张轩。西少爷回来了！西少爷，西少爷，欢迎回家！刚才还病殃殃的，一回家就这么拽。那当然，他可是这个家的支柱，不这样怎么能服众呢？况且四周都是盯着的眼线，要是表现出一丝丝软弱，马上就会被别人钻空子。所以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要离开他。秦诗瑶，一会儿我有私事，你不用跟着了。那可不行！你这块肥肉到哪儿都有苍蝇盯着，小爷我可不敢把你一个人放着。好吧。原来是来上坟啊！既然来了，也给你自己扫一扫吧。扫什么？自己给自己扫墓也没谁了。怎么，你对这块墓地不满意吗？说实话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死亡的真实感。你那么有钱，怎么都不给哥来个私人大豪宅？你无亲无故，丧事都是民政局安排的，我没机会插手。再说，你现在住的地方不比豪宅大？那倒是，可我不明白，埋在下面的骨灰和坐在这里的我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杨静华？都是真的。身体是人思想灵魂安置的场所，而意识是你不灭的念，会超越肉体和时间。只有无处安放的执念，才会化为虚无的魂灵。我不会让你变成那样的。我没有消失，就是因为我的意识有地方待吗？有所归处，回家。今后就把我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吧。原来当时他是这个意思吗？要和自己来一杯吗？不要了，自己给自己敬酒，简称自敬，不吉利。你原本打算过来给谁扫墓的？一个朋友。那个张轩？他是送我这个的人。我一直很想完成他的愿望，或许到那时，我就可以坦然地去见他了吧。他不会来见你的。你根本没那个资格。什么人？放心吧，我也是来给张轩扫墓的。你认识张轩？我不仅认识他，还比你更了解他。
我跟他生活的时间比你长多了。你到底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张轩现在在哪儿？他已经死了，不会就埋在这里。真的吗？那你见过他的灵魂吗？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以为他不想见你，不屑见你才消失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根本就没死？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的，他就死在我的眼前。我还参加了他的葬礼。哦，是吗？啊！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啊！这不可能！你被影灵刺伤的时候，后来又出了车祸。你不会真的以为只靠秦小姐的燃阳仪式，就能让你在几个小时内恢复到能挥剑的程度吧？别傻了，少长们，好好想想，用用脑子。你不是很聪明，怎么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破？你再逼逼一句，当先小爷削你！好怕怕！喂，端木，你去哪儿？别让哥再看见你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西少爷，请留步。二小姐正在议事，你要问话的话，还是等一下。是啊，西少爷，二小姐特意交代过。让开！西少爷，西少爷，西少爷！少长们，我们正在议事。张轩在哪儿？少长们，你们把神龙张轩藏哪儿了？那今天先说到这里吧。段木希，你发什么疯？今天的会议有多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告诉我，张轩在哪儿？你这么闹，就为了一个死人？他在哪儿？神龙张轩已经死了，坟墓里是空的。说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端木思远，我警告你，我的耐心很有限。很久没见这样的端木希了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先说好，不管你看到什么，都要保持冷静，否则我是不会打开这扇门的。他头部中枪，我们用了很多办法，才勉强能维持他的生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他是这世上唯一一个与你血液相融的人。如果不这么做，你根本活不到今天。让我活着，对你们很重要，是吗？没错，我活着对端木家而言是很重要。端木希，
我还参加了他的葬礼。端木，你刚恢复，别站在雨里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端木，神龙张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既是最忠诚的朋友，又是最决绝的背叛者。端木溪，端木溪，什么？昏迷不醒？是的，已经请医生看过了，说身体上并无大碍，可能是近日劳累过度所致。后天就要祭祀了，这孩子真是……他人都那样了，你却关心的只是祭祀。杨静华，或许是该考虑换代了。思云，这次我不会拦你，只不过你自己选的路，自己做好觉悟。怎么太奶奶也变得那么无情？我本以为你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人，但现在，阳明寺到底是什么？用完就扔的零件吗？没错，这就是阳明寺的宿命。那你为什么还想当阳明寺？思明哥哥，果然，少掌门这不是普通的昏迷，他被梦魇缠住了。梦魇，心中最痛苦的事，有时会化作一股强大的负面能量，将人拉进噩梦里，一遍遍重复那段痛苦的记忆。一旦被缠上，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。灵气线这么多，而且都是黑色的。对于普通人，只要斩断那些黑色的灵气线就行了。啊，对了，就跟那时候一样。等等，它是承载了亿万人祈愿的阳明寺，灵气线的数量是普通人的数千倍，你砍得完吗？那要怎么办？他手上有一个红色的印记，那是通往黄泉之境的封印，进入那里，你就能读取他的灵魂记忆。你是他的影灵，所以也是唯一能够揭开封印，进入黄泉之境的人，将他从噩梦之中救出来。话就说到这里，剩下的你自己努力吧。喂，你不是也想当阳明司吗？为什么还要救他？哼，我可没那么小心眼儿。多木西的灵魂之海，只能再来一次了。多木西的灵魂之海，居然变成这样了！不要看，那不是你该看的。抱歉了，多木西，我必须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痛苦。我不想失去你。杨静华，什么都无所谓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唯独你端木西，我他娘的就是放不下啊！见过祭司大人。祭司，那就是多木西，是我没见过的样子。你叫什么？属下神龙张轩。你每天都要这样跟着我吗？
我的任务就是保护您，少主人。但其实我并没什么事。那您就当我不存在好了。神龙张轩，神龙氏一脉的后裔，精通医理，百毒不侵。哎，听说你还接受过专业保镖训练，掌握各种格斗技能。谈不上专业，但足够保护少主人。那你别做他的护卫了，来伺候我怎么样？思云妹妹，谁是你妹妹？叫二小姐。二小姐，哼，不过是外来的野孩子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堂堂二小姐都没有保镖，凭什么你就有啊？而且上次你偷我东西，账还没算呢。偷东西？哎呦，别装了，我们端木家家大业大，那些小玩意儿连下人都不稀罕。不是你拿了，还能有谁？我没有。哼，算了，想必你娘也没给过你什么好东西。那发簪也就区区几万块钱，好歹你也做了几天阳明司。要是真喜欢，送你便是。我端木四云可没那么小气。我说没拿就没拿，你扯上我母亲做什么？哼，我堂堂二小姐会冤枉人吗？我真没拿。我说是你就是你，还敢不承认？我。来之前我就听说这人祭司身份特殊，不受待见。你给我放开！现在看来，比想象中更糟糕。你敢打我？保护少主人是我的职责，望二小姐见谅。区区一个护卫，你知道惹我的后果吗？好，失敬失敬，以下犯上是我不对，我可以道歉，但二小姐是不是也该向我少主人道个歉呢？你别太过分了！我过分？道歉。算了，我没事，你别难为女孩子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女孩子就要被区别对待吗？我打她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；我道歉，是因为我做错了事。这跟是男是女没有关系，难道不是吗，少主人？少主人在找什么？思云妹妹一定是丢了发簪才生气的，想必那个发簪对她十分重要。她常爱来这里看书，应该掉在这里的可能性非常高。明明不是你拿的，为什么还要替她找？在这儿呢。你看，果然是她自己弄丢的。西少爷，西少爷，能麻烦您过来一下吗？那你去帮我交给思云妹妹吧。是。竟然又偷偷扔掉了发簪，这个人行为太可疑了。你知道自己不能随便碰外面的食物，为什么还要逞强？这是我一个远房表亲，非要来见见阳明寺。多亏祭司大人，咱们年年风调雨顺。今有老祖宗许可，这是咱的一点心意。谢谢，我以为只吃一点没关系的。那位老人家千里迢迢跑来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少主人，以后别这样了。没事的，我经常这样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经常？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特殊，对食物挑三拣四的。那不是挑食，是真灵。你是真灵体质，没必要用别人的标准来判断自己。
更不需要委屈自己迁就别人。可是，所以你每次踏上祭坛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为了别人的幸福，所以牺牲自己，你觉得值得是吗？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牺牲了什么呀。感受到大家的幸福，我就很快乐。为世人祈福，我也会得到很多。倾听人们的祈愿，回应他们，都能让我感到满足。所以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是这样啊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问这个？不，没什么。从今以后，你的3餐和日常起居都由我来打理。我不会让今天的事再发生。你是第一个在意我感受的人。保护你，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。哥哥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他是天生的祭司。张轩好厉害，什么都会。不及少主人天资聪颖，过目不忘。为什么每天都要把我的头发烧掉呢？祭司身上的东西每一样都属于神明，离开身体就必须毁掉，以防被有心之人利用。保护你，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。张轩，我有没有说过，你给我的感觉很像妈妈？什么？妈妈？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你，也不想给你添麻烦，甚至觉得端木家多此一举。不过，现在我很感谢他们的安排。张轩，有你陪在我身边，真好。销毁密信，神龙张轩，你接近端木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少主人，你想不想当掌门？只要你想，掌门之位就是你的。我哪能管事啊？何况现在已经有了代掌门了呀，而且还有思云妹妹呢。难道少主人就没有自己想做的事吗？做了掌门，你就有了自由，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、上学。难道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？能下山的话，倒确实有件事想做。不过算了，大家都认定思云妹妹是未来的掌门人，我若去争了，免不了一场矛盾。明明是你们库房的问题，怎么又赖到我们药材库头上？药材都是统一收上来的，端木家本家也在用，怎么偏偏送到你们铺子里就出事儿了？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我们动了手脚？听说中药房的药，动没动手脚你心里不清楚啊？行了，这让代掌门安排人去查吧。老祖宗不行啊！这样才不管事的是他代掌门的小叔，这不明摆着要护他吗？
那你还是老祖母的侄女儿，谁敢招惹你啊？这家里哪个没沾亲带故的，查下去总归要得罪一边。莫非少主人已经有想法了？哦，希尔看出了什么了吗？其实我看过那些吃了药的病人，他们应该是被什么秽物迷了心窍。少主人的意思是邪障入侵，宅内有鬼。也有可能是人捣鬼。西少爷虽然是阳明司，但一个小孩能懂什么？就是一开口就说家有内鬼，大言不惭。你们闭嘴！希尔，你说这话可有根据？只要让我看账目和库房记录，我就能查出来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咱们少主人立大功了。那个管库房的挪用公库，高价倒卖，要不是少主人英明，这全家人还不知道被瞒到什么时候呢。是啊，我听说太奶奶给了少主人很大的权限，让他继续查呢。这下那些手脚不规矩的人可要遭殃了。恭喜少主人，拿到一血。怎么样？这颗灵芝标签上写的是800克，但实际只有798克。我怀疑这不是原来那一株。调包了，何必多此一举？除非原来那株有问题。少主人，你是？我知道是谁偷换了灵芝。开门检查，开门检查！大家配合一下。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怎么回事啊？之前有人偷换药材私自出售，太奶奶让少主人彻查。代掌门德高望重，肯定不屑偷窃之事，还请代掌门开门，让我们走个过场。昨日我与司徒家商量除灵之事到半夜，疲惫得很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代掌门，你屋子里有灵力波动的痕迹，难道是最近附在药材之上毒死人的那个邪祟？你们在胡说些什么？我要休息了。代掌门对端木家何其重要，绝不能有闪失。代掌门，失礼了。大胆，你给我出去！这是什么？别碰！这是灵芝赤瑞，传说此灵物能起死人而肉白骨。你要用它做什么？听说几年前您的独子身患不治之症，后来治好了，难道就是用的它？人命关天，我就是为我儿子动了灵药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啊。是吗？这是历代掌门才能碰的。你也不过是代掌门而已吧，不也碰了吗？一个侍卫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！周旋！我没事。你说，只有历代掌门才能碰吗？你损耗太多了，又被禁锢许久，已经不能说话了。代掌门，你怎么解释？什么怎么解释？他身上的瘴气跟吃了药犯病的人一模一样。没错，他就是那个邪障，我花了好大力气才把他关起来的。老伯，少主人虽然只有14岁，但在他的面前，没有一个灵魂能撒谎。黄泉之境，左手回溯，右手再现。
师傅，师傅给你起名赤瑞可好啊？想我一世行医，到头来却连自己的孩子都救不了。师傅您别难过，我可以救他。领悟报恩，救死扶伤，本是一桩好事。爸，他这么管用，咱们拿他入药，肯定能救更多人。可终究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我保证每天只切你一点点，不会伤你性命哦。日复一日，您在中药界享誉盛名，多少人不远千里来讨您的秘方，却不知那些秘方都是用一个孩子的命换来的。灵芝草千年成形，万年才修得一破。你们这般损耗，瘴气滋生，哪里还能医得了人？于是，你们见势不对，将药铺的邪瘴灵芝调换，可为时已晚，错已铸成。没事了。我是他师傅，是我养育了他长大，他理应回报我。他在救你儿子的时候就已经回报了。太掌门，你想要的太多了，我会将这一切如实禀告太奶奶。你不能带他走，你不是掌门，你没有权利做决定。我是端木家的阳明司，只要我想，掌门之位就是我的，而你终究也不过是代掌门而已。掌门又怎样？你太天真了。这家里每个人都吃过他，都要割他的肉，到时候你这个掌门也不例外。而我才是唯一一个没有吃过他的人，我有错吗？不过是一株草药，入药天经地义。人活着要吃要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走的每一步路，哪样不是夺取他人的性命？你妄谈什么道德，装什么高尚？我是阳明司，我当然知道等价交换的道理。我的力量得受于天地，也终将归于天地。人所得到的一切，都将在某一时刻以另一种方式归还得来之处。世事如此，循环往复，这便是天地之道。但纵然如此，也不是你欺善行恶的理由。你现在放他走，你会后悔的，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西少爷，我们真的能走吗？端木家若是想追，就算我们躲到天涯海角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去的。这是仙草门的信物。西少爷只要拿着这个来找他，他必定会回报今日的恩情。张轩，你说的对，我需要权力。少主人，因为只有手握一些东西，才能掌控我心中的目标，所以我要成为端木家的掌门人。只要是少主人的心愿，张轩都会拼死实现。过去，所有记忆里都有那个神龙张轩，可是总觉得他哪里怪怪的，怎么变多了？这怎么回事？浑身使不上力。张轩，你的梦魇似乎不太欢迎我，我不能倒在这里。
我要继续！你是什么鬼？一言不合就动手，还有没有点江湖规矩啊？将他从梦魇中拯救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打败你，端木溪就可以醒来了。把端木溪还给我！又是端木溪的回忆吗？敢问少掌门，您希望人们如何评价您这一生？无悔于自身，无愧于天地。从今日起，端木溪便是端木家第63代掌门人，望你尽职尽责，不负誓约。少掌门，少掌门，夫人，可真是恭喜少掌门即位了。只是这掌门之位责任重大，可千万别玩忽职守，辜负大家的信任。少掌门，你以后不要随便对人笑。我只是不想让他讨厌我。你现在可是少掌门了，若你太温和，他们还会继续欺负你。那我可以对张轩笑吗？这是我的胎发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你陪我一路走来，我无以为报。这大概是端木家里唯一属于我的东西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当然不会，上位者须有上位者的威严。若少掌门想开怀大笑，可以在端木家以外的地方。张轩，我骑车带你回家吧，快点上来。少掌门，你才刚刚学会骑车，注意安全。扶好车把，别骑太快。老师竟然没有看出张轩虚报年龄，还把我们分在一个班。这点小事儿当然不在话下了。怎么样，少掌门，上学开心吗？开心。扶好车把。抱歉。少掌门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？啊？什么都可以哦，只要我能帮你办到。张轩，你这样会把我惯坏的。少掌门要对我撒娇吗？哼，这感觉倒也不赖。其实，我想找一个人。谁？我只在几年前见过他，也不确定他现在长什么样子。找起来应该会很麻烦。再难找，我也会想办法的。可是张轩平时也很忙。少掌门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张轩，太棒了！少掌门，看路啊！我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没什么经验。一会儿你要是痛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尽量温柔一点。少掌门，
消个毒，你别用那种有歧义的说法。可是，张轩是因为保护我才摔伤的。只要少掌门没事就好。少掌门哪天若是受伤，有我的血，也可保您无恙。可我不想用张轩的血，更不想张轩受伤。不用怕，只要有我神龙张轩在，就不会有那么一天。比起这些没用的，还不如告诉我你还想做什么。必须是你自己的事情哦。你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者感兴趣的吗？我还蛮喜欢唱戏的。除了这个呢？哦，我还喜欢唱歌，我也想写歌，让大家都来唱我写的歌。张轩也来。好，那就来大干一场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已经受邀参加下周校园艺术节的演出，届时端木希同学将为大家带来他写的新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看看你们做的好事，堂堂端木家少掌门，跑去外面抛头露面，还给人唱歌跳舞，成何体统？传出去，我们端木家的脸往哪儿搁？我答应让你去上学，不是为了让你在外面鬼混学坏。张轩，你这护卫是怎么当的？就由着少掌门乱来！不要怪张轩，是我一定要唱歌，他才……你给我闭嘴！阳明寺不就是在祭坛上唱唱跳跳吗？怎么在外面就不行了？端木希，不要以为你做了掌门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又没有怠慢工作，难道身在掌门之位，一点个人爱好都不能有吗？张轩，跟我来一下。张轩，别担心。让你来是要你保护阳明寺的安全，你不觉得你现在做的越界了吗？少掌门的安全自然重要，可这与让他保持身心愉快并不冲突。在下并未觉得越界。胡扯！阳明寺气连天地，自然要维护身心健康，才能以最佳状态完成唱祭。这是我写给你们族长的信。如果你再不知收敛，恣意妄为，你就拿着这封辞退信滚回神龙家。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吗？放心了，少掌门，我是神龙家的大少爷，太奶奶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记得公演在下午3点，我先去踩点儿，可别迟到了，主唱大人。差不多该出发了。希儿，太奶奶，您有事吗？从你来端木家，我就一直关注你。你想什么，太奶奶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既身居掌门之位，更不能行差踏错，下面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呢。可是，我
欢唱歌，连这一点点自由都没有吗？世界没有真正的自由，更多的选择权伴随着更重的责任。你获得的自由不过是更广义上的制约，你懂吗？端木家与神龙家是世交，神龙张轩来此，也寄托了家族的厚望。这是这封写给神龙家的免职书，要不要寄出，就看少掌门你的决断了。还记得在就任仪式上，你对师父承诺了什么吗？无愧于此山，无愧于天地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欢迎大家来看我最后的一场演出。这是一首我为自己写的歌，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唱歌。春夏秋冬，交替编织着未完的梦。我从不曾遗忘过许下的承诺。渐渐沉淀，就算回忆都变得斑驳，也值得我们守候。无数光芒闪烁，像银河般坠落，凝视你的眼眸，有我想追寻的梦。看岁月像祈愿，唱成歌，越平凡的心越深刻，遥遥未来，你陪我听风吹拂过。今天的演出很成功，谢谢大家。这就是那首 MP3 里的歌。原来你经历过亲手埋葬梦想的痛苦。少掌门，抱歉啊，张轩，刚刚家里出了点急事，耽搁到现在，没来得及通知你。你别生气啊。你不在，那首歌我替你唱了，不听听看吗？怎么样？还行。就这评价？唉，我可是练了很久的，你就不能多少表扬我一下吗？唉，谢谢你，抱歉，是我搞砸了。只要张轩你在我身边就好。端木熙年仅16岁，就以无人可以超越的功绩登顶了灵媒界的巅峰。他一上任就颁布了多项新规，成效显著，一时被视为业界的传奇，被公认为是新时代最优秀的年轻掌门人。这也太夸奖了吧！喏，上面说的。今天可是大日子，外面来了不少客人呢。阳明司的生日宴会，也是联络各家感情的好机会吗？我的少掌门，生日快乐！
好漂亮啊！我在里面编进了少掌门的胎发。啊，那不是我送你的吗？这是少掌门的生命之源，若将来哪天您需要影灵了，就给他这个，以作续约之用。我不需要影灵，我已经有张轩了。哼，臭端木，这话我可记下了。等你醒来，看我不捶烂你的小胸口！唉，少掌门，您总说这种话，以后是讨不了媳妇儿的。讨不讨都一样啊，反正阳明寺又没有婚姻自由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哎，还记得上次你想找的那个人吗？我快查到他的住址了。啊，真的？可这几天客人众多，我是掌门，没法离开家里。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，就写封信，我替你转交吧。嗯，我该去前厅见客了。少掌门，少掌门，写好了吗？找到他工作单位了，我马上过去确认。麻烦把这个交给他。好，不过那地方有点偏，我会晚点回来。嗯，注意安全，等你回来吃饭。遵命。少掌门，怎么样？见到他了？少掌门，茶。哦，谢谢啊，放这里吧。少掌门连日会见宾客，十分劳累。太奶奶交代，一定要看到少掌门饮下这杯养神茶。多谢太奶奶的关心了。少掌门，我先出去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张轩，怎么样了？太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困。张轩，你早点回来。少掌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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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没看到出门啊。太奶奶一大早就带着客人去进香了，道士夫人他们留在宅里。少掌门，你把你主子弄丢了，跑我这儿来找，笑话！少掌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看你怎么交代。哼，看到少掌门了吗？少掌门呢？少掌门来过吗？他跑哪儿去了？少掌门，你在哪儿？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你别在这磨叽了，他们在山上，就在那个破祭坛里。他们把端木溪捆起来了，还放祭坛上了。哎呦，真是急死我了！那是西山。对了，那边有个废弃的旧祭坛。啊！神龙张轩来了，快拦住他！你别想救他！少掌门，他喝了我的茶，永远也醒不过来了。你竟然给他下药，你疯了吗？他可是掌门，都是他让我身败名裂，我当然不会放过他。那也是你咎由自取。少掌门光明磊落，无愧天地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可是只有我有解药，你杀我呀！我派人查过你，你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奸贼。他竟然能这么冷静的杀人，我一直很奇怪，到底是什么让端木溪深陷噩梦如此绝望？
看到这里，我才明白，虽然他从不提起你，但你存在于他整个人生轨迹中。从饮食习惯、常听的歌，到给我的流苏，甚至连端木希本人，全部都是你留下的影子。为什么端木希完全不想提起你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，才让他噩梦缠身？神龙张轩！少掌门，人跟人之间就像这风筝，你拉得太紧，它就飞不远；你放得太松，它又会掉下来。而当它飞得很高很高，你还拽着不放，它就有可能会断掉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你对他这么好，是有目的的吧？我派人查过你，你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奸。神龙张轩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保护少掌门。出来吧。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保护的结果。老夫人，那个护卫把我父亲伤成这样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谋害少掌门，没取他性命，就算便宜他。你胡说！我们只是请他去做一个正常的祭祀。正常祭祀需要绑着去，还偷偷下毒。你也太会编故事了！大家看看，少掌门哪有一丝中毒的迹象？少掌门，我们对您有过一点不尊重的行为吗？我昏迷了一段时间，期间的事……那就是了。大家评评理，我们为端木家祈福，但他不分是非，把我父亲打成这样，还请少掌门、太奶奶还我们一个公道啊！我当时真该把你也一起收拾了。要我说，这个家都快改姓神龙了，连我这个前掌门夫人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。张轩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神龙家代替我们司徒家成了二把手呢。太太说的对，他只不过是个护卫，凭什么那么嚣张？太奶奶，不管张轩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我，这点我可以担保。哦，那这个又怎么解释？这是神龙张轩送出去的密信，我们还在你的屋里搜到了这个。祭祀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属于神明，一旦离开身体，就必须毁去，以防被有心之人利用。神龙张轩，你私藏阳明寺的头发，是想暗中诅咒他吗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那样毒蝎心肠？神龙家的，我当初是信任你，才允许你配枪自由进出端木家。现在看来，是我老眼昏花，看错了人。太奶奶，你闭嘴！希儿，你知道此事的根本问题出在哪儿吗？你给神龙张轩的权力太大了，才导致他独断专行，视端木家法理于不顾。神龙张轩今天犯下的错，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希儿，太过依赖别人，就会是这种结果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能关他！少掌门，我们不仅截获了他的密信，还查出他对你有图谋不轨的迹象。这怎么可能？破译密信之后，一切就会水落石出了。和家里人怎么说？他们受任凭处置，家里除了叛徒，他们也很失望。哼，叛徒！
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张轩他怎么会是叛徒呢？我以掌门身份担保。少掌门，他们说的没错。从一开始，我来到端木家，就是为了监视你。是谁派你来的？我能说的都说了。神龙张轩，你在端木家这么多年，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我安的是保护端木溪的心。进展如何？从目前破译的内容来看，信上多次提到端木家与阳明司的情况，可以确认是泄密行为。从标记的信件数来看，每年都会有数十份这样的情报外泄。数十份？当了掌门又怎样？我连你都保护不了。抱歉，少掌门，骗了你这么久。你是有苦衷的，对吗？是不是端木家的仇人在威胁你？少掌门，没有人威胁我，我是自愿的。从始至终，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。让我自豪的是，这个任务我一直完成得很好。张轩，少掌门，还记得上次放风筝时我说过的话吗？放风筝？你说，人跟人之间就像这风筝一样，拉得太紧就飞不远，放得太松又掉下来。而当它飞得很高很高，你还拽着不放，它就可能会断掉，再也回不来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那些干嘛？少掌门，这世上的事总有终结的一天，但唯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永恒的，生命的思想，我们称之为魂。魂灵很奇妙，它存在于时间的另一端，既是终结，也是开始。也许有一天，少掌门也会遇到这样的魂灵，那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。在那个维度里，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发生的。这宇宙中的一切，都只是时空长河中的一个节点。张轩，我听不懂。少掌门，把手给我。这是生日快乐！你知道我真正的生日？只是这次没办法准备像样的礼物了。原来你一直都知道。端木家很复杂，你要记着，人说的话都不可信，只有灵鬼骗不了你。以后还是收个影灵吧，往后恐怕我陪不了。我不要影灵，我只要你啊！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发誓，我神龙张轩永远不会离开你。张轩，张轩，我也不想失去你。少掌门，这我们离开这里。不好了，神龙张轩跟少掌门一起逃走了。什么？少掌门，我们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，总之先离开这里。你可是阳明司，那祭祀怎么办？还有司云和司明，总是会有人代替我的。不管怎样，我都不能让他们抓走你。少掌门，神龙张轩，你竟敢逃跑！少掌门，阳明司不能伤人。你看看，这些年他可是把你的一切和端木家的秘密，都源源不断的往外传呢。他还
一直接受外面的指令，你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操控下进行的。你仔细想想，从你做掌门到现在，哪件事背后没有他？他知道我的生辰，他想害我，我还能活到现在吗？张轩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放下枪，张轩！是，我明白了。神龙张轩，要是你敢动他，你也没法活着离开这里。张轩，住手！住手啊！少掌门，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永远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。你纵使有皇权之境，却也看不透这人心。张轩，别开枪！住手啊！再见。张轩，张轩，让我小睡一会儿吗？少掌门。张轩，张轩，张轩，你醒醒，你别睡，你别睡，我不许你睡！你们放手！你们放手！啊！张轩！这些东西在传递端木溪的痛苦，也在吸收我的力量。他连我也想吞掉吗？我知道了，就是你一直缠着他，他放不下你，是因为对你有愧。他认为你的死全是他害的。但是这么多年，该痛苦、该忏悔的也都够了吧？为什么还不放过他？你是他的引灵，是唯一能够解开封印、进入黄泉之境的人，将他从梦魇中拯救出来。糟了，这样下去我也会被吞掉的。到底怎样才能打败他？少掌门，人跟人之间就像这风筝，当它飞得很高很高，你还不放手，就可能会断掉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端木溪。端木溪，他没有来，我等了很久，他也没有来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为什么他的灵魂不愿意来见我，因为即使他死了，端木家还要利用他的身体，他怎么可能来见我？他不会原谅我的。那不是你的错，景华，你说过，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更痛苦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要他用那种决绝的方式跟我道别，至少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。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一直在等，一直等，他没有来，再也没有来。你还有我，我一直都在，我会在未来等你。是吗？醒了就好。那杨先生人呢？他正在照顾西哥哥。那就好。这件事他可是立了大功啊。那明天的祭祀照常进行。是。二小姐，这段时间少掌门受到的袭击，会不会是神龙家来探虚实的？我们得尽快转移神龙张轩。哼，那个影灵那么能干，不如就交给他了。现如今我们也不能轻举妄动。当初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就知道会有今天。秦世瑶，你很早就认识端木溪了吧？比你想的早。以前他多么阳光，多朝气啊！那一定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。我讨厌神龙张轩，要不是他，端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其实对端木伤害最大的，并不是他的死，而是他不负责任地结束了这一切。那样的一个小男孩，到底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，才能变成现在这样呢？听说，在神龙张轩的葬礼上，端木没有流一滴眼泪，却在头七之后，跑去他坟前剪掉了长发。感谢张轩吧，他放了你们所有人一条生路。毕竟，只要你们中有一人死了，我就可以用黄泉之境让所有人看到那天的真相。你们最好祈祷自己长命百岁，否则你们中任何一人死在我前面，就是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也许是觉得今后再也没人保护自己了，那之后的端木就渐渐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们以为除掉张轩就能像以前一样控制端木，可是没了张轩的端木却更加难以控制了。真是可笑，史上最强阳明司岂是他们这些人能随意拿捏的？唉，这世上能把端木养得这么安稳的，恐怕只有神龙张轩了。他把端木保护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，一旦完美世界破碎，谁也不知道端木会走向何方。可以说是神龙张轩用他的死成就了今天的端木。可让人想不通的是，几年过去，端木竟然还会对你，对我？杨清华，你告诉我，你以前是不是认识端木溪？没有啊。我是说，在你死之前，或许更早。那个我们都不曾见过的端木溪。这个放那边。又要下雨了，但愿祭祀能够顺利。报告宗主，
一切准备妥当。很好，马上我就能把你带回来了，张轩。宾客的邀请函，在1周前就已经全部送达。除司徒家以外，所有家族都会派代表前来观礼。厨房那边呢？一切准备妥当，只等祭祀结束，宴会便会如期举行。很好，此次山神祭十分重要，太奶奶那边特别关照顾，不许出岔子。是。时候差不多了。阳明司那边情况如何？我们已经帮少掌门沐浴更衣了。只是什么？少掌门今天的状态不太好。少掌门，麻烦您把头抬起来一点儿。少掌门，祭祀就要开始了，还请让我为您整理仪容。少掌门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今天一大早就这样了。昨晚多姆西几乎一夜没睡，只是默默地躺着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他都没有反应。最后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他还活着。”他还是放不下那个张轩。二小姐好。我来吧，你们去忙别的。是。你也出去。可是，这里交给我吧。沈龙、张轩又没死，你一副寻死觅活的样子干什么？明知道今天要祭祀，还把自己搞成这样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称职的阳明司。你是想以不敬之身施神吗？不敬，不敬，你干净，那你去啊！不用你说，等你死了，自然轮到我。山神祭，过去是人生献祭，现在是阳明司以自身灵气供奉神佛，来净化一方水土。而且，祭祀一旦开始就无法终止。要是中间他出了什么事，你别担心了，端木是识大体的人，这么重要的祭祀，他懂分寸。真的没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，和天下第一风水师欧阳阳同房共枕过的人，怎么可能出岔子嘛？欧阳阳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是代表欧阳家来观礼的嘛。哎，你猜，神龙家会派谁来？以前都是玉姐姐，这次也是她吧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今天神龙家来的人是西元大人。哇，好帅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真能装啊！神龙家的家主居然亲自来了。那个人，他竟然是神龙家的家主。玉作使。
真是太美妙了，沐浴一次就能顶我数10年修为。哦，阴哲大人，怎么了？灵力的波动不太对，这可不像你啊，段木希。这届祭司的表现可真让人有些意外呀。这还不是托您的福，前些日子我家希儿真是劳您关照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每次祭祀，山神会不断从他身上抽走灵力。换做以前，端木都能充分应对，只是今天。太奶奶，要不要派人上去帮忙？不用，我端木家的阳明司，怎么可能应付不了一场普通的祭祀？段木希，你没事吧？这次我有点高估我自己了。这场祭祀必须完成，我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现在的情况。菊花，我拜托你件事，再过半小时会有一次中场休息，你趁那时上我身。上身？就是附在我身上，帮我控制住身体。这种事我能做到吗？你是我的养灵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做到？太好了，他还是那个段木希。段木，你现在过去会中断祭祀的。我可是他未婚妻，又是燃阳之体，只有我能帮他。段木希主持过上百场祭祀，我相信他能撑下来。太奶奶，还是请人上去帮忙吧。我神龙溪人最佩服少掌门的，就是他比谁都清楚，他首先是天下人的阳明司，其次才是端木希这个人。只有基于这一点，他才是称职的阳明司，不是吗？刚才那是吐血了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段木！金华，你怎么上来了？别废话，快告诉我怎么上身。现在的情况，你没办法控制了，快下去！喂，你不说，就别怪我用最粗暴的方式了。杨金华，你要干嘛？别动！别以为只有你才能干那种事。是啊，真做呀！你还有我呢。谁也别想和我争，神龙张轩不可以，就算神明也不行。我甚至能真切地感受灵力从身体中抽离，既有我的，也有他的。
这份力量是如此庄严，而在我面前展现的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那是这个星球上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力量。祭祀顺利完成，来走一个。你大爷！都是你捣乱，害得老娘的男神被人捷足先登。一人我饮酒醉，错把人鬼神相对，两眼是渡上水，今日现场看双飞。太奶奶不过来了吗？老夫人累了，回房歇着了。我过去看看。我今天可算是长见识了，原来影灵上身是这么个上法。太奶奶和元老们都没来宴会啊。要不要我去给他们道歉？你又没错，道什么歉？他们好像真的生气了。大庭广众之下擅闯祭坛，还做那些不堪入目的事，成何体统？我们端木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可我不上去帮他，难道看他去死吗？端木家的祭司能死在祭坛上是一种光荣。什么？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祭祀圆满成功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满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这影灵坏了规矩就要罚。我也定过规矩，这个家里除我以外，谁也不许动他。你也要坏规矩吗？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你眼里还有我们这些长辈吗？老夫人，您看，现在希儿是掌门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把话放这儿，如果你们再找他麻烦，就别怪我端木溪六亲不认。你这反了，反了！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任由你们摆布，毕竟是你们需要我，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。当年是我没能力，现在我绝不会让张轩的事在你身上重演。今天的祭祀，谢谢你。端木少掌门，别来无恙啊！前日张轩墓前，我不知您是神龙家主，失敬。没事，上次我也是睹物思人，情绪一时失控，要是说了什么话让少掌门不开心，还请不要介意。张轩是我的恩人，我与神龙家主一样，为他的事感到遗憾。哦，就只是遗憾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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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掌门年少有为，我当敬你一杯。前辈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晚辈不饮酒。哦，瞧我这记性，舍弟曾经提到过，您是真灵之体，要比常人更谨慎忌口才行。张轩心细，他总考虑的比我周到。那少掌门想不想再见到他？神龙家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端木家对他做的事，我都一清二楚。难道你又要抛下他不管？晚辈还有其他客人要接待，恕晚辈先告辞。以前舍弟待你不薄，为何今日一听他的名字便要逃走？其实，你也动过这个心思吧？喂，你说话注意点。端木溪不跟你计较，那是他修养好。没事。清华，当你是神龙家家主，小爷才对你忍了又忍。你要是再放鸟屁，别怪小爷不客气。清华，住手！晚辈真的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
端木溪，宗主，他真的会去找张轩吗？一定会，派人盯紧了，一旦找到张轩位置，马上带他回家。是。端木溪，你要去哪儿？去把端木家做错的事纠正回来。我也去。别跟来，这件事和你无关。哼，又是你！前天见到你，我想把你打成象拔蚌；今天再见你，我更想把你打成皮皮虾。不如现在就让哥给你整个容。我们可见过不止2次。难道我以前见过你？可是你是不会记得的。一再对你下手，真是抱歉呢。那就再帮我一次，把那个阵毁掉吧。郑轩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逃避，就让过去的一切了解吧。你要做什么？张轩的身体留存于世，就是个错误，我要亲手结束它。真的吗？可你的表情告诉我，这么做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所以不要都一个人承受，分一半给我。我就是为此而存在的。一会儿就好，不要看我的脸。好。好些了吗？没事了。我有个想法。想法？你不是有黄泉之境吗？不如试试看，或许这件事背后的真相跟表面并不一样。你看，以前灵芝赤瑞就是个例子。你看过我的记忆？那个，昨天你梦魇，我带你回来的时候，顺便就……那我所有的事情，包括小时候的那些，你都知道了。嘿嘿嘿，你小时候和现在变化也太大了。第一眼见到你，还以为是个软妹子。长发飘飘，姿色动人，把我迷得都快弯了。确实。以后我罩着你啦。很多事情都不同了，我以前什么都不告诉你，你不怨我吗？我觉得吧，你说与不说都有你的考量，但是我会跟上你的脚步，强大到总有一天，让你愿意把一切都和我分享。开启黄泉之境时，张轩的身体就是媒介，我们要同时触碰它。像这样。我倒数3声，3、2、1。怎么回事？不祥的预感。复魂阵破了，这一刻终于来了，张轩，为兄这就接你回家。
我等下开启黄泉之境时，张轩的身体就是媒介，我们要同时触碰他才行。好奇怪的灵力波动，这是复魂阵破了。张轩，为兄这就带你回家。怎么又是这里？你叫什么？属下神龙张轩。张轩，我叫神龙张轩，是历史悠久的草药世家，神龙氏一族的一员。从小，兄长就对我要求严格，我一直以为是为了我的家族。但兄长说，这是为了将来某一天，我要去完成一个更大的使命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，自己是为保护某个人而存在的。我父亲是族长，我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因此族里上下对我都十分宠爱。父母相继过世后，兄长便继承了宗主之位。我一直在等待，等待着兄长说的那个更大的使命。那一年，任务终于来了。唉，没想到这么快，怎么也该等到你成人啊！你哥本来想自己去，可对方年幼，端木家又要求年龄相仿。我哥他太老了，人家小朋友才不会喜欢他呢。是啊，而且宗主还要顾着族里，哪走得开啊？玉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平安回来的。你这一去，中途大概就不能回来了。你的主人不能离开端木家，你也就不能离开他。他去哪儿，你就得跟到哪儿。记得抽空给我打电话啊。兄长不是说不能往家里打电话吗？会被端木家监听的。偶尔唠个家常又没事。好吧，等我回来，是不是该叫你嫂嫂了？你少贫嘴。张轩，这是家里的钥匙，拿好。哥哥在这儿等你回家。我没有想到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这幅光景，因为我竟再也没有能够回到这里。端木家是拥有千百年荣耀的古老世家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阳明司，而据说这一任祭司拥有世间最强大的灵力。自继任阳明司以来，无一场祭祀失误，而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他。可我没想到，那个传说中的天之骄子，竟是这样的干净、柔软、一尘不染，就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。你叫什么？属下神龙张轩，是来保护您的。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。上次你偷我东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没偷。他是端木家从外面接回来的孩子，因身份特殊，所以不受待见。就是你拿的，还不快交出来！我说没拿就没拿。你给我放开！保护少主人是我的职责，望二小姐见谅。少主人在找什么呢？思雨妹妹一定是丢了发簪才生气的，想必那个发簪对她十分重要。她常爱来这里看书，掉在这里的可能性很高。明明不是你拿的，为什么要替她找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张轩，你看。西少爷啊，能麻烦您过来一下吗？那你帮我交给思雨妹妹吧。
是。少主人真是太单纯了，就这样还回去，不就坐实了偷窃的罪名吗？就算要还，也得换个方法。哎呀，是哪位小美人在此独自落泪呀？哦，原来是二小姐啊！东西还没找到吗？是丢在哪儿了？别来烦我！告诉我嘛，说不定我能帮你找回来哦。你不是他的护卫吗？缠着我干嘛？唉，真可惜，我神龙一族最擅长搜寻秘药宝藏了。既然二小姐看不上，那就算了吧。等等，要是你找不回来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没问题。喂，大半天都过去了，还没找到吗？再等等。什么擅长寻秘药宝藏？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！就是他，太好了！你真的不能来当我的护卫吗？抱歉，二小姐，我的任务是保护杨明思。那要是我当了杨明思呢？啊？要是我当了杨明思，你就能待在我身边了吗？大概吧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这句无心之言，为将来埋下了多大的祸根。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随便碰外面的食物，为什么还要逞强？我以为只是一点没关系的。那位老人家千里迢迢跑来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少主人，他的身体是这么柔弱，好像轻轻一捏就会坏掉。他是怎么用这副小小的身躯撑起那么一大片责任的？所以，你每次踏上祭坛的时候，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因为别人的幸福，所以牺牲自己，你觉得值得是吗？不是呀，我并没觉得自己牺牲了什么呀。感受到大家的幸福，我就很快乐；为世人祈福，我也会得到很多。倾听人们的祈愿，回应他们，这些都让我感到满足。我突然发现，什么监察与指导，对他而言根本没有意义。这个孩子的思想认知，早已超越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。我终于知道，为什么神要赋予他这么不相称的力量。因为神相信他，而他也值得被神所信任。第二天，我向家里发了第一封密信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他是天生的祭司。这么小的孩子，身体还在发育，就已经开始损耗。以前祭司后才喝的补药，逐渐变成了每日进补的例汤。每场祭祀下来，那些灵魂未完的心愿、未了的诉求，全部变成了他的负担。其实他可以拒绝，但这样就不是我认识的他了。少主人，你在做什么？把今天祭祀的愿望记下来。你不会一直在记这个吧？能实现的，我就去做；实现不了的，我就先记下来。也许将来可让所有人都幸福，连神都做不到。张轩，少主人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居住的那座山里，每年开春的时候，溪间的鱼就会成群结队去上游产卵。这时节也是山里的熊们冬眠苏醒的日子。那些熊就站在小溪边等鱼跳上来，然后啪一口接住，就能饱餐一顿了。少主人，你想想，那些鱼儿有哪个不想游到对岸？那些熊们又有哪个不想吃饱？若你实现了鱼的愿望，熊就会饿死；反之，鱼就会被吃光。
并非所有心愿都必须实现。那我究竟该做什么？你需要传达，做个倾听者，安抚他们，净化他们，这才是你一名祭司的职责。张轩，谢谢你。来到端木家的第2年，我收到了第1个指示，让端木熙成为掌门人。然而，端木熙并不适合当掌门，但这是我的任务。如果没有任何难度，也不会交给我来做。权力制衡，让各方势力平等，也有利于巩固神龙家的地位。明明是你们库房的问题，怎么又赖到我们药材库头上？药材都是统一收上来的，端木本家也在用，怎么偏偏送到你们铺子里就出事了？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说我们动了手脚吗？听说中药房的药吃死人了，真的假的？少主人天资聪慧，只要随便找点事来让他获得关注，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莫非少主人已经有看法了？哦，希儿已经看出什么了吗？这件事与戴掌门脱不开关系，不如顺便扳倒他，为后面铺路，也是一举多得。开门检查，大家配合一下。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怎么回事？我之所以选中赤月这件事，多半是因为他与少主人的命运十分相似，以自身助人，被索求很多，却换不来所爱之人的理解。住手！这是历代掌门才能碰的。您也不过是代掌门而已，不也碰了吗？一个侍卫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，给我滚！郑轩，我利用了少主人对我的关心，适当的时候需要有人逼他一下，他才能走上那一步。我是杨明思，只要我想，掌门之位就是我的。没错，终有一天，他定能赢得万民敬仰。郑轩，你说的对，我需要权力，因为只有掌握一些东西，才能贯彻我心中的信念。所以，我要成为端木家的掌门人。只要是少主人的心愿，张轩就会拼死实现。张轩，我这样做你会开心吧？我成为你想要我成为的人了吗？那一刻，我感觉那声音不是敲在鼓上，而是我的心里。我居然忘了，他可是杨明思啊！他们的信仰就是实现别人的愿望。原来我拼死实现的，并不是少主人的心愿，而是我自己的愿望。我一直以为是我在保护他，但事实上是他在守护我。他早就看透了我眼中的诉求。我曾以为这人海茫茫中，只有我不会索求他什么，但到最后，我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已。我突然害怕，当他登上那个高台，是不是就会离我远去？而我已经什么都抓不住了。少掌门，人跟人之间就像这风筝，你拉得太紧，它就飞不远；你放得太松，它又会掉下来。
而当它飞得很高很高，你还拽着不放，它就有可能会断掉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放风筝啊，是个技术活。哥哥，你教过我很多东西，却唯独没告诉过我如何珍惜一个人。那里原本是智人院，是张轩主张拆掉的，他在信里提到过。宗主，报告宗主，找到张轩少爷了。哥哥，抱歉，我开始违背你的命令，带他去上学，交同龄的朋友，一起办乐队。我已经分不清，这到底是他的愿望，还是我的愿望。但这又何妨？他在我身边像普通的孩子一样笑着，这就够了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要是你再带着少掌门恣意妄为，就拿着这封辞退信滚回神龙家。那天原本是少掌门的首演，端木熙怎么还不来？大家都是来看他的，都是冒雨来的。端木熙还唱不唱了？不来我们走了啊！没劲，我就是来听他唱歌的。少掌门是个守时的人，如果他没有来，就应该不会再来了。到最后，也没有一个人听过他的歌，但至少我可以为他保留下来。听见风声，吹起风筝向远去，时间它沉默不语，手中的线拉扯着过去，在轻回忆手相繁星告别一段漫长的旅途。无数光芒闪烁，像银河般坠落，凝视你的眼眸，看岁月将祈愿讲成歌，越平凡的心越深刻，遥遥未来，你陪我听风吹拂。神龙张轩，接下来你只用听我说，不用回答。2个月前，新教徒3876个人集体自焚，门派祖师因聚众传教被当场击毙。1个月前，一名激进分子焚烧巫术男女共21人，因为灵能力者都有魅惑人心的力量，会随着声音传播出去。像端木熙这种顶级的存在，让普通人群陷入疯狂、迷失心智是迟早的事。我以为你知道，你不用说话。记住，端木熙不能参加任何需要发生的活动。可是你也不需要辩解。哥哥只想给你一句忠告：监察司不能对你的祭司抱有私人感情。希望同样的错，你不要再犯第2次。监察司是什么？这个名字我从未听过。就是这里。是，我亲眼看见端木熙从这里进去的。玉作事。报告，夜回厅那边要瞒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想点办法，别让他们出来。不，就让他们出来看看。今天来的
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让他们看看，端木家在风光的表面背后，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身为监察司，就不能对祭司抱有私人感情。我希望同样的错误，你不会再犯第二次。我一直没忘，除了做端木溪的护卫，我还有另外一个秘密身份。离家那日，兄长的话还回响在耳边。你要尽心竭力护他周全。若他出事，只有你的血可以救他。但你要记得，你真正的身份是监察司，你要时刻监视他有无异动、叛逃、逆天、欺神之举。如若有违，即刻处决。表面上，我神龙一族只是依附于端木家的医药世家，但实际上，神龙家自古以来就被委以监管端木家祭司的使命，以监察司的身份伴随阳明司左右，辅佐、引导，世世代代直至今日。阳明司力量强大，人人敬畏，而我们神龙家族绝不能让他们偏离人道，扰乱祭祀系统。历史上，被监察司制裁的阳明司数不胜数。由于阳明司历来短寿，所以突然死亡也不会引起过多注意，让他们在最辉煌的时候死去，不留下任何污点，是神龙家的责任。可以说，端木家延续至今仍屹立不倒的地位，都是在监察司的暗杀中保全的。我们用黑暗的手段抹杀掉错误，制裁罪恶，把荣耀留给端木家，把希望留给世人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知道他的身份了。端木，监察司，既然你身负监察我的职责，又为什么要弃我而去？为什么？端木，九娃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忽然好难受。我的少掌门，生日快乐！我不想让他的担子更重。哇，好漂亮！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拿命却换不来家人的关爱。我在里面编辑了少掌门的胎发。啊，那不是我送你的吗？礼尚往来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少掌门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一直陪着你。可永恒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词。永恒？二小姐是怎么理解永恒这个词的呢？等等哈。永恒对我来说，就像这块琥珀，代表着可以凝固时间的东西，比如承诺和契约。凝固时间的承诺和契约。就像婚姻契约，男女双方在交换誓言之后，就互相认定为永恒了。本来我是没什么兴趣的，不
过张轩有兴趣的话，那时我满怀心事，忽略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那微妙的心思。也许从那时起，我就走上了不归路。一想到杨明思在世不过短短10几年，到时我们一阳两隔，再无交集，我就想留下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想要的永恒，应该是……少掌门，写好了吗？我找到他工作单位了，马上过去确认。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。好，不过那地方有点偏，我会晚点回来。注意安全，等你回来吃饭。遵命。我不该对杨明思怀有私人感情，可我已经无法把少掌门仅仅当做一个任务对象。兄长，这个人，神龙袭人。静华，你怎么了？静华，你现在连跑腿的活都干了。这个叫杨静华的人对少掌门很重要，他不放心别人去。那智人院呢？是你主张拆掉的？少掌门觉得那有悖人伦。张轩，我现在问你一句，你心里装着的是整个天下，还是他一个端木溪？我只想让他活着的时候能有些自由。你抬头看着我，愚不可及。杨明思在世不过10年，他们只要活着的时候乖乖祭祀，然后默默死去就好。你让他醉心私事，玩忽职守，万一祭祀的时候分心了怎么办？如果他对未来有了念想，唱祭的时候稍有犹豫，你可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？你根本不了解少掌门。兄长，他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。你们？你知不知道，杨明思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世间存亡。只是个监察者，一个局外人，不能对他抱有私情。不光是端木溪，就算是你的挚爱亲朋，也比不上世间平安。你说的对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们神龙家没有你这种废物。如果做不到，你就去死吧。你是哪个？你找杨静华哇？发快递吗？不，我有东西要给他。给我的？不会是催账单吧？少掌门，这人比你说的不靠谱多了。喂，少掌门。一个朋友，9月10日约哥见面，怎么约这么个日子啊？少掌门，少掌门！静华，如果我见过真实的你，再见的时候，绝对会认出你的。我曾向少掌门保证过，可
可我不想用张轩的血，更不想张轩受伤。别怕，只要我神龙张轩活着，就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可结果，我连这个承诺也没做到。快拦住他！你别想救他！少掌门，他不是好人，你也不是东西。只有我有解药，你杀我呀！啊！这个跳梁小丑对少掌门来说是个威胁，何况他知道了我的秘密，那就更不能让他活着。少掌门，我答应过你，要护你周全。抱歉，我食言了。我天生百毒不侵，加之神农家的培养，我的血自然可以作为解药。连戴掌门都能查到我的身份，那秘密泄露也是迟早的事。姐便说都送到兄长手上了，看来我在这个家也待不久了。我甚至有点期待快点暴露身份，那样我就可以坦荡地面对少掌门了。那天我寄出了最后一封密信，我觉得保护端木溪和守护世界并不冲突。兄长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这个少年平和温柔，无惧生死。这个少年注定生命如夏花，短暂而璀璨，所以我想给他永恒。神龙张轩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保护少掌门。老夫人，那个护卫竟把我爸打成这样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祭祀这事儿，大夫人和族人们都知道。直到那时，我才明白，这一切都是个局。我父亲真对端木溪下杀手怎么办？下就下呗，死了也好。可要是被神龙张轩找到，那更好，他就能早点滚出端木家。我终于知道，我已经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了。我家里人这么说，他们说任凭处置，家里出了叛徒，他们也很失望。我确实是个叛徒，不仅背叛了自己的族人，也背叛了少掌门。你是有苦衷的，对吗？是不是有端木家的仇人在威胁你？根本没人威胁我，我是自愿的。抱歉，少掌门，我是个卑鄙的人。你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我，而我却依然想要独占你。我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你，但其实更需要你的人。我们快离开这里。是我。少掌门，我们去哪儿？去哪儿都行，先离开端木家再说。你是阳明司，那祭祀怎么办？还有寺院和寺庙，总会有人代替我的。总之，我不能让他们处置你。天一亮，我们就去找小哥哥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真想陪着少掌门就这样跑下去。哲轩，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可少掌门，你不知道，你是阳明司，无论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找到你的。哲轩，
我想去。站住！神农张轩，你竟敢逃跑！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少掌门，杨明寺不能伤人。少掌门，这些年他可是把你的一切和端木家的秘密，都源源不断的往外传呢。玉姐，小轩，杨明寺真的逃跑了。他还一直接受外面的指令，你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操控下进行的。你仔细想想，从你做掌门到现在，哪件事背后没有他？你哥正在大发雷霆，他马上会带人去劫杀你们。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他知道我的生辰，他若想害我，我还能活到现在吗？将杨明寺就地处决。你叫什么？你是第一个在意我感受的人，谢谢。张轩，有你陪在我身边，真好。张轩，张轩，张轩不会害我。不管张轩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我，这点我可以担保。你杀了端木溪就是大功一件，神农家的大门还是会为你敞开的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张轩，兄长，你终究是不懂我的。这世上只有他一人，即使让我舍弃生命，我也不会放弃他。少掌门，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，纵使你有皇权之境，却也看不透人心。再见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得到自由，我只属于他，我会给他永恒。神龙张轩，原来你从未背叛过端木溪。正因如此，这个真相更难让人接受。如果我没有逃走，没有动伤人的心，那张轩是不是就不用死？不，就算你什么都没做，他也早就做了决定。凝固时间的承诺和契约，灵魂的契约，他是想做你的影灵啊。可是，他的灵魂没有来找我，是因为这个法阵——复魂阵。什么人？原来你们把舍弟藏在这里，总算给我找到了。刚才是什么声音啊？端木溪不见了，我去找他。等等，端木家的人一个都不在了，估计出事了。我们得想想办法，先稳住客人。可是我一个外人。你是端木家未来的女主人，没问题的。尹哲大人，发现入侵者，是神龙家的人。尹哲大人，神龙溪人，是吗？他们终于行动了，找管家领个红包吧。谢谢老夫人。太奶奶，思明，照之前说的，把这封信拿去吧。是。此乃禁术，若执意沿袭，
则必会招致整个灵媒界的反对。在过去，此术被用来制造活死人，炼化为形尸。施术者也会遭受反噬，付出代价。你可要想清楚。活死人，为了保证肉体不腐，他们竟然把你的灵魂困在这具尸体里。什么人？总算给我找到了。神龙息！静华，静华，静华！你跟祭司走得太近，我需要你们分开一些，变成我的傀儡吧。原来我一直被甩得团团转。你身体里有我种下的蛊。只要我说了那个字，不。静华，走，站住！宗主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竟对他完全没用。奇怪，附近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太奶奶，太奶奶，我进来了。太奶奶，二小姐，欧阳阳，端木家人呢？到底怎么了？找到老夫人了吗？这边快压不住了。你怎么那么没用，还天下第一呢？想办法再拖一拖。要不，女神你给我一个么么哒？滚！端木家到底出了什么事？神龙吸人呢？昭轩呢？静华，原本以为看碎那个挂坠就能解开你身上的蛊，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。端木，静华，无论如何，我有些话一定要对你说。复魂阵一破，昭轩的灵魂维持不了多久，必须尽快将他送回族内。是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还真当这后山是你们神龙家的花园吗？没有本座的允许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你果然来了。什么？玉作使，你先带张轩回去。那你呢？我自有办法。别让他们跑了！给我上！留步！你们可都是我召集来的打手，得留下来
派上大用场呢。群体催眠术。前来接应的车辆呢？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出了后山，就能直接回到组里了。好，只要出了后山。你们可以走，但要把神龙张轩留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把它交给你的时候，你答应过我，等完成了任务就回家。但我再次拿到它，却是在你的葬礼上。你看，你违背了和哥哥的约定，他却活得好好的。放心，哥哥会为你讨回公道。神龙袭人！真不愧是少掌门，这么快就带着你的狗追上来了。把小爷当猴耍，看爷不削死你！跟我回端木家领罪，念你是张轩的兄长，我会为你争取从轻发落。哦，少掌门还打算为我求情？只要你肯跟我回去，一切就还有挽回余地。那就要看少掌门有没有这个本事带我回去了。那是端木溪，你对端木做了什么？钱月镜与坤日环一样，由我神龙家先祖所铸，是专门对付阳明司的法器。钱月镜会吸走你的灵力，而坤日环会抑制你的力量。你还是乖乖配合我的好。少，你也用。臭狐狸，你们要干嘛？这个场景，难道是？既然演员已经到齐，今晚的大戏就正式开演吧。二小姐，我并非要和端木家作对，我只想把张轩带回家，还请二小姐高抬贵手，行个方便。你们的阴谋早就被太奶奶识破了。若你们见好就收，端木家本可睁只眼闭只眼，可你们却偏偏不知收敛。明明是你们扣人在先，他偷传密信，背叛端木家，于情于理都该由我们处置。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同感，神龙张轩必须留下，否则你们也走不了。这是，你终于发现了，很熟悉吧？没错，就是那天晚上的情景。少掌门，很愧疚吧？很难受吧？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会看着他死吗？就算你再写当年的情景，但已今非昔比。杏花不是张轩。哦，是吗？杏花。想不到堂堂端木家二小姐，居然也用灵符。用灵符是不想取你性命。让开！二小姐，你不是喜欢张轩吗？既然你喜欢他，就该放我们走。只有我们能救他。救他？哼！当年逼他走上绝路的，难道不是你玉佐使的一通电话吗？这其中是有原因的，你相信我。你们这些人
我一个都不信。郑轩，郑轩，怎么办？他开始散魂了。让开！要不是你，他早就得救了，都是你害的。让开！你还想怎样？你们端木家害他还不够吗？我说让开！这是张轩，张轩，二小姐，这是哪儿？这里是我的灵魂之海。九华，你高看他了。你的影灵和其他杂碎一样，也逃不过我的催眠之术。神龙袭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给你一个机会。这么多年，你没少做噩梦吧？也肯定不止一次想过，要是当初死的是我就好了，这样张轩就可以不用死了。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呢？张轩就应该杀了我，我才是该死的那一个。要是张轩还活着，少主人，少主人，你当初就不该活下来，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，我为你提供了舞台，请来了演员，就为了帮你圆这个梦。来，跟我说。杀了我，杀了我，张轩，张轩。原来已经过了这么久，还发生了那么多事。那少掌门最近还好吗？西哥哥一直很好，不用担心。只是复魂阵破了，你很快就会散魂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固定你的灵魂。你记得他吗？是你帮我找回来的。虽然我还没有当上阳明司，无法给你锁灵戒，但它可以用来做临时契约，让你成为我的引灵，暂保你魂魄不散。我会很快当上阳明司的，这样你就可以永远待在我身边了。人的灵魂会呈现他一生中最美好、最重要的时光。二小姐，为何还是儿时的模样呢？那是因为有张轩。既然是重要之物，还是留在二小姐这里更为合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宁愿散魂也不愿当我的引灵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我当了阳明司，你就能待在我身边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为了当这个阳明司，我做了多大努力，受了多少白眼和非议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
二小姐，抱歉，当初我为一己私欲，妄想成为少掌门的影灵，才坏了规则，酿成大错。我再存在下去，也注定将是个错误。可是，张轩你，我的时间已经停止了。但二小姐，你的路还很长，会遇到更出色的人，所以就让我留在过去吧。张轩，不要！最后，还请二小姐帮我一个忙，给少掌门和哥哥带句话。拜托了。少掌门，我所谓的永恒，只是我的一己之私，这和端木家对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。而注定在你身边的那个人，他或许还不够成熟，但他永远不会背叛你，不会让你孤单，他会陪着你去未来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挣脱我的催眠术！你的催眠术确实厉害，但对小爷我不管用。他们之所以会被你操纵，是因为他们想要杨明思的力量，而你唤醒了他们内心的欲望。你也是灵鬼，跟他们没有区别。哼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对端木溪从来没有觊觎之心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你挨打没有痛感，用落月剑自残也安然无恙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照理说连气就是共担伤害，可端木溪根本没有和你完全连气，所有伤害都由他独自承担了，所以你懂了吧？伤他最深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说完了。那小爷我也告诉你件事。九华，你记好了，我从未觉得你是麻烦，也绝不会把你与任何人比较。我需要你，所以我选择信任你，与你缔结契约，交付生死。可是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用自责，所有的后果我们共同面对。我和端木溪早就一心同体，你再挑拨也没用。有意思，给我上！若仍受伤，端木就会被牵连。可敌众我寡，那只臭狐狸也在，跟他打就顾不上端木了。该死！一个灵力丰胄的杨明思，一个翅膀没硬的影灵，只要有钱月镜和妖王银哲在，你们就永远无法翻身！怎么回事？这个灵力是……神龙大人，你是不是忘了？端木家的人可不止端木溪一个。玉作师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他没事，只是张轩魂魄已散，他有点接受不了罢了。魂魄已散？他托我给你们两个带句话。私人一事，不必强留。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任何人无关。还请你们多珍惜眼前人。张轩，张轩呐，张轩，直到最后，你还是那么天真。巨魔灵！
西人，你怎么那么执迷不悟？张轩他只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杨静华，少跟他废话，保护好你的主人。思源，叫我二小姐。可我还是打不过他。东西，我说过，不许伤害我的影灵。在钱月镜的控制下，还强行使用灵力，反噬的滋味如何呀？我就把它毁掉！不自量力！静华，快找出群体催眠的符咒！什么？这么强的催眠法术，必须用符咒维持。找到它，摧毁它。可是去哪儿找？在施术者身上，应该是某种图案。难道是那个花纹？臭狐狸，给老子醒醒！你不是最在乎端木溪吗？打败他，端木溪就是你的了。二小姐，这个我来，你去找群体催眠的符咒。谢了。难怪总怂在后面，原来是个弱鸡啊！为什么要为他拼命？你真以为他会把你当回事吗？再怎么挑拨也没用，退1万个，就算是我倒贴，那又怎样？小心我乐意！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。喂，端木溪，我要重新跟你联系，双向。不行，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少啰嗦，这回我说了算。好在你还没离开我，好在黑夜中有你在身后。就算全世界都放弃我，还有你温暖的手。好在你还没离开我，好在我们都有同样的执着，就这样不离不弃。连钱月镜也。不念不休，就在你还没离开我，好在黑夜。他们叠加的力量，竟然超出了钱月镜的承受范围。真正的连气，虽是一荣皆荣，一损俱损，可伤害却因共同承担而减半，且力量也能因彼此融合而大幅增强。也许冥冥之中，一切早有定数，千年时光
斗转星移。如今所有因果汇于一点，或许他便是那破局之人。啊，师傅，这不是那本《复魂禁术》吗？秋儿，随师傅去一趟端木家吧。哼，神龙袭人，你已经没有胜算了。宗主，玉作使，对不起，我没能保住张轩的魂魄。那身体呢？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可是，那就好。我杀了阳明寺。不是的，宗主，我们中计了。整个后山全都是监视灵符，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暴露了。什么？时间差不多了，他们也该到了。他们？谁啊？我勒个去，这么多人！神龙袭人，你的恶行已经人尽皆知了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老夫人，今天来的可都是灵媒界的大人物啊！您是老糊涂了，等不及要自掘坟墓了吗？比不得你们年轻人自作聪明。说的也是，端木家背地里那些勾当，您确实比我清楚。但在场的诸位恐怕还蒙在鼓里，我这就来为大家解释解释。他端木溪偷用复魂禁术，将舍弟神龙张轩囚禁长达2年之久。复魂禁术啊，这可是大忌啊！你，复魂术是灵媒界公认的禁术，他身为阳明司却无视禁忌，其罪一役。他囚禁舍弟，抽取血液以供私用，如此敲骨吸髓，违背人伦，其罪2也。当年我亲送舍弟出门，以为过不了多久就能见他平安归来，可谁知端木家竟然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，到最后还让我与舍弟阴阳两隔。阳明司本应为天下苍生谋求福祉，可他做了这种事，还有什么脸面说是为天下苍生？难道舍弟就不是苍生的一员了吗？那你对阳明司图谋不轨，岂不更是为祸苍生？想你们神龙家当初心怀天下，与我端木家共同钻研救世之法，但到你们这辈，却只会以权谋私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暗地里做了多少害人的事。你现在要杀阳明司，就是不顾祖宗之道。你这样对得起神龙家列祖列宗吗？我只是在履行监察司的职责，老夫人气大伤身，还请不要冲动。监察司什么东西啊？没听过。神龙袭人，你把这些说出来，可想清楚后果了。各位还不知道吧？我神龙家自古以来还有另一种身份——监察司。一旦阳明司走上歧途，我们有权利将之处决。端木溪既铸成大错，那就应该付出代价。监察司是柄双刃剑，若你们秉公持正，我们自然无话可说；但若你们滥用职权，所谓歧途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端木家有多少阳明司冤死于神龙家之手？太奶奶，连我的丈夫和孩子也……哼，您有证据吗？空口无凭就扣这么大顶帽子，污蔑监察司可不是小事。恐怕你已经不是监察司了。什么？玉左使，不如拿出来给你们宗主看看。阿玉，宗主，刚才二小姐托我给您带封信，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交给您。信里已经明确说了，即刻起，神龙家的人不再担任监察司一职。但那只是我们端木家收到的回信，过几天你们应该会收到正式的解任文件。对不起，宗主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不可能这么做。神龙袭人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的计划进行的那么顺利？其实我们早就洞察了你的阴谋，如果你懂得适可而止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
但你最终还是踏出了这一步。你刚才问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不仅有，我们还交给了他们。这些罪证从你前几代监察司开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白纸黑字，一目了然。而今晚，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你的行径，你觉得他们还会坐视不管吗？我神龙家几百年基业，岂是一纸文件能够剥夺的？就算没了监察司之位，我们在灵媒界的根基，也不是你们能撼动的。哦，是吗？神龙宗主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们大家有目共睹，连杨明思都感动，又何尝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？惹不起，惹不起哦！我代表欧阳家在此倡议，将神龙家驱逐出灵媒界。驱逐？这么严重啊？我代表秦家同意欧阳家的提议。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几百年的荣耀就这样毁于一旦。神龙溪人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们都被端木家骗了！我们神龙家代代尽职尽责，为他端木家的荣耀和世界太平做出了多少贡献，现在就被反咬一口，成了以权谋私。你若没有以权谋私，又怎么会被撤职？你当上面的人都傻吗？之前是司徒家，现在是我们神龙家。老夫人，你可真下得一手好棋呀！总有一天会轮到你们头上，到时候有你们后悔的。这杨明思留着就是个祸害。端木溪，我今天就是活出这条命，要为民除害。这个人怎么长得有点像端木溪？宗主，求求你，不要再这样了！端木溪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不，你无法原谅的不是我，而是你自己。张轩，我曾经为了家族和天下而将你当作工具，等我发现你才是最重要的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张轩，为兄对不起你，我愿意用过去在乎的一切来交换，只求你能回到我身边。你们走吧，把张轩的身体带回去，好好安葬。哎，就这样放过他们了？我想知道的事已经清楚了。况且，就算我不处置，他们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张轩，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明白了。放心吧，过去那个孩子已经长大，再也不会被人欺负，而且他也找到他想找的人了。你听说了吗？神龙家的人一晚上全都不见了啊！怎么可能？他们家上上下下有好几百号人呢。是真的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，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。唉，也是苦了咱们二小姐啊！是啊，二小姐心心念念那个神龙张轩。哎，你看，那是二小姐。你既已下定决心，太奶奶也不会拦你，但也不用这么急着走吧。这时节是那个人收徒的最后机会，再晚就赶不上了。神龙家一倒，端木家没有精通巫蛊之术的人，今后的路恐怕会有所阻碍。四云一定努力学成，为端木家效力。你在外面免不了吃苦受累，要多注意身体啊！你终于放下了，是不是真的放下了？我现在还不敢说，但人总不能活在过去。走吧，我送你。我回来之前，
你可别死了。思云那孩子也真是心气儿高啊！你们两兄妹从小就爱赌气，也不知是感情好还是感情差。师傅来就是为了把真正的复魂阵阵法交给我。你不问师傅上次为什么不给你看真的吗？师傅是为我着想。是啊，这个阵法毕竟是禁忌，用了或许会像我一样失明，或是付出其他更大的代价。那为什么现在师傅又愿意给我了呢？只是想赌一种可能性罢了。对了，师傅有一点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肯为杨先生做到如此地步？这世间所有的灵鬼都渴望我的力量，只有他会在我衰弱的时候给我力量。师傅，你希望我成为优秀的人，端木家希望我做一个合格的阳明司，而神龙正玄，他希望我成为一个立于人上的强者。秦诗瑶，他希望我是那个能给他爱情的男人。世间众人都希望我消灾除恶，守护他们，就连我的父母也对我有他们自己的期许。唯有金华，这世上唯有杨金华不会向我索求什么。在我展现完美的时候，他不曾倾慕于我；在我软弱无能的时候，他也没有放弃过我。他只要我只是我，哪怕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是，他也不会苛责于我。他在乎的只是我，仅此而已。这样的人以前不会有，将来也不会再有。少长们，您希望人们如何评价您这一生？克己奉公，鞠躬尽瘁，无悔于自身，无愧于天地。人生如此复杂，岂是一句话能轻易概括的？这就是复魂阵。对，它能稳固灵魂，以前被用来制造活死人，就像张轩那样的。那你要用它干嘛？灵魂有留恋，才能留在世上。那条流苏已消失，锁灵界有使用期限，这世上再没有其他物件。端木，既能保你停留于世，又不会变成恶灵。端木溪，我有留恋的东西。端木溪，你就是我在世间的牵绊。只要有你在，我就不会消失。影灵契约里不就是这样写的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有东西给你，你把眼睛闭上。可是金华，我需要的是我死之后你依然存在的方法。好啦，睁开眼睛。端木溪，生日快乐！少长们，生日快乐！你真的生日没人知道，假的你又不爱过。喏，这是哥偷偷学着做的蛋糕，放心吧，保证没人看见。蜡烛我也准备了，看，端木溪，18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尝尝看。太甜了，你放了多少糖啊？哎，你不是喜欢吃甜的吗？那也不用这么甜啊。要是杨静华来找我，就说我闭关不见人。可他不是人呢。鬼也不见，妖也不见，花花草草、阿猫阿狗，连个虫子都不见。大人，您别跟自己置气。那时候大伙都被催眠了，您都忍了几10年了，一时没把持住也正常。那杨静华为什么能控制住？本座竟然在这种事情上输给了他，都是影灵。
他对祭祀竟然没有任何私欲，而我终究是妖啊！把通道结界关闭吧。那天到来之前，我不会再见端木溪了。这边的结界没问题了，这边也 OK。好，即日起，依神龙家宗主之令，所有外界通道就此关闭，族人一律不得外出。是。哎，听说啊，宗主要用万年蛊虫救治张轩少爷。哎，死了那么多年，还能救吗？神龙是秘药100年，宗主敢做，必有把握。可给自己的亲弟弟下蛊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蛊虫能连接受损的脑部神经，就张轩少爷那情况，估计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哎，谁让宗主就只剩这一个血清了呢？张轩，欢迎回家。